人生中很多胜利的全垒打。错了没有关系，再一次，加油！你表现得很好哦，记得请享受棒球比赛的过程哦。Hello， 所有热爱棒球运动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安！欢迎透过我们的现场转播，一起来到位于台北市大同区的迪化棒垒球场，一起来欣赏2025年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全国棒球锦标赛。今天是10月5号星期天，我们今天一样会有8场比赛带给大家。第一场比赛是由华兴小学对上的是光芒社区。今天在现场的天候状况也是相当的良好哦，现场看到29度的天气，而且是一个非常晴朗的好天气，相信今天的比赛也会顺利的进行。那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现场转播，一起来收看我们今天的比赛。那今天的上午场的转播工作是由我周卫林以及我身旁的专业球评陈世正教练为大家带来球赛解说的服务。生哥早安，大家早安。好，我们今天一样要看到的是今天所有的比赛哦。那因为昨天的比赛打完之后呢，有分成了算是未来之星组以及大联盟组，那也就是排名赛以及最后的决赛了。所以虽然昨天的一些球队哦是输掉了比赛，不过今天其实他们也都还有这个未来之星组的比赛可以来进行，所以他们的家长也都还有来机会看他们的比赛。是，也希望他们今天可以这个不要紧张，好，然后也不要受伤，然后享受比赛的乐趣。场次哦，基本上数量是差不多的，不会因为你这个输赢哦，好像就是少打了比赛。这个年纪的小朋友还是让他们多参与就对了哦。对。然后华兴小学就是画面上看到穿白色球衣的队伍，那华兴在这场比赛则是先攻，然后光芒社区在这场比赛则是先守。那我们今天一样是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一样会有8场的比赛。其实从昨天的比赛，我们也就看到这个家长参与的比例非常非常高，也是一个蛮好的这个教育啊。就是说，在这个3天连假哦，可能你要选手在这么早的时间，然后小朋友你要把他挖起床。平常其实你如果没有给他动力的话，他是很难起床的。这个如果以后变成是校队的时候，通常会变成他们挖家长起来，然后他们会跟你讲说，给我早一点，我不要压线，我不要当球队压线的那一个。好习惯，好习惯。那如果压线会怎么样吗？球队通常会有什么没有迟迟到是不会怎么样，但是小朋友因为你压线，就大家看着你压线嘛，你就会觉得很尴尬，很尴尬，所以他们就不想，然后就不知不觉的养成那种好习惯，就是我都会提早到。这个就是打棒球，或者说我们不要说打棒球啦，参加这些团队运动的好处啦。而且毕竟是团体生活啦，所以你就必须要学着怎么跟别人来配合。没错。好，稍后这场比赛就准备要开始。那画面上看到就是白色上衣的华兴小学，他们是先攻队伍。对。然后光芒社区就是穿的这个水蓝色的球衣，就算是复刻这个坦帕湾光芒队的球衣。没错。好，一样赛前两边先列队，先礼后兵。而且我们今年转播的这个是 U9 的层级哦 ，U9 就是这个 Under 9了，这个上下，你从中班大概5岁、6岁，然后到9岁，小学3年级、4年级都可以。所以今天还是看得到这个蔡教练光芒这边哦，其实你看他就好了，他那个我觉得他
从小就是好习惯，他的那个发型，然后整个就是这种整理，他那个服装仪容就是很整齐，很整齐，那种标准的棒球人的样子。对。光芒的29号就是他们的蔡教练。好，来看一下华兴小学的阵容：一棒是吴晨阳，2棒蔡红军，3棒张以晴，4棒洪永义，5棒廖弘毅，6棒是吕杰汉，7棒廖宏瑞，8棒钟卫石，9棒是张以晨。这是华兴小学在这场比赛的先发。好，那这个是光芒社区队的同学，这应该是陈新妍。他昨天其实也有上场，昨天还有安打哦。哦，对。然后昨天3次的击球，我觉得就都还不错，只是他现在年纪还比较小，然后是小女生。陈新妍在昨天的比赛，我也是对他印象还蛮深刻的。一大早就感觉充满电力，笑得很开心。对，而且他的年纪，陈新妍是小学1年级。因为现在10月份啊，等于说他其实也才刚上小学而已。对。那也蛮好的，等于说在大概5岁6岁就让他开始接触社区棒球，然后培养对于社区的对于棒球的爱好。这个球直接被游击手接杀，哇 ，nice catch，nice catch。昨天我们就有讲到，在有先晋级的球队，然后有还要再争晋级资格的，但是随着比赛进行，就是场数慢慢打，大家都是越打越好。从手背从打击的那个打到球的感觉都是。好，这个球出棒，又是找上了游击手，迅速的传一垒，哎呀，球掉出来了，可惜。对，我本来都已经想说要抓到了。看到投手的部分他这个反应很快。这个以后就昨天就有介绍过，有些校队的教练如果看到的话也会询问，未来有没有机会想要尝试挑战看看，就持续往棒球的科班来进行他已经传2垒陈新妍也做得很好，做得很好。他接到球，他知道自己还没有踩到垒包，这反应很快啊。对，他知道他踩到之后，就像诗恩哥讲的，接到球之后，然后脚还没有踩在垒包，赶紧去踏2垒的垒包。好，拉成了右半边，哇！但1垒跑者没有先跑，好，可以踩1垒，好，完成了这个出局数。对，还好1垒后来有发现，要不然他再跑慢一点会玩球一点的1垒手直接触杀都有可能。对，好，跑者在2垒上，所以一样是9位的打者，所有在每一局都要上场，打成了右半边的滚地球，哇！穿越了1、2垒之间的防线。那现在2垒跑者绕过3垒，准备来冲本垒了。跑回了球队的第1分。好，那急流跑垒员要来冲2垒，而且要冲3垒，有没有机会抓到呢？用触杀的，但是球掉下来了。他自己知道接球没有到很稳所以他刚好像是要把球抱住的感觉。那你要抱住，你就比较没办法做触杀的动作。我们讲那个触杀的动作是接到球以后，你的手掌有办法把球稍微夹紧那种感觉，然后手有时候在触杀的时候，甚至要出一点点力量跟滑进来的跑者对抗。所以刚刚这个处理球先往3垒跑几步，这个样子是对的吧？你说跑者吗？没有，守备方。守备方应该他就是要先直接站在一个可能你要连贯等一下触杀的动作了，但因为现在他们动作不熟悉，投手守备方真大。对，捕手其实刚刚有好像想要他把球传到他那边了，但选择传1垒，而且传偏掉。是。那捕手要小心因为他刚刚是站在本垒的旁边所以3垒跑者在冲回来的时候有跟他一点点的身体接触。对，这其实蛮危险的。这每一个守备位置的细节都还要再慢慢学啦。好，1垒方向的滚地球。
变成了出局数，不过2垒跑者上3垒。就像你是防守球员，你在垒包上面哦，可能是封杀的状态，我怎么样接可以节省时间，然后让那个传球距离变短。那非封杀状态的触杀就是伟林刚刚所提到的哦，那个我要站在怎么样的定位上面，然后可能传过来的是弹跳或者是歪掉的，那我接完的动作方便我还要做触的动作。对，好，中卫时打到了陈新年的管区。第一时间接的并不是很顺利哦，好，但至少没有让1垒跑者再往2垒冲，拿第3分跑回来。好，中卫时上到了1垒，轮到的是第9棒的张以晨，背号90号。张以晨他是小学2年级。担任最后一棒，好，打成了3垒方向的滚地球，反手拦截下来之后，这个动作很正确哦，很清楚，很清楚，很棒。陈景伦，好，所以最后他接到球之后自踩本垒，完成了这个半局，所以在这个半局华兴是有攻下了3分，3比0暂时领先。欢迎回来，再来看到的是这场比赛后攻的光芒社区的阵容：1棒是林子琪，2棒苏伟玉，3棒是黄玉明，4棒徐宇辰，5棒陈柏宇，6棒林明义，7棒张佑凯，8棒陈新妍，9棒是陈景伦。这是光芒社区在这场比赛的先发。前面一个半局，华兴是攻下了3分。好，林子琪要踏上了打击区。担任开路先锋，抓第一个球，右半边的滚地球，但是野手在处理球，2垒手漏掉了。好，那守备方丢2垒是正确的，是。像打出去之后，他踩过1垒哦，因为1垒手刚刚也出去接球，那垒上是没有人的，他可以再多几步出去观察，这个也是对的，要不然你穿出去的安打哦，中外野、右外野、左外野那是不一样的哦，出去距离是不一样的。哇，传1垒差一点点，这个是应该会往本垒跑了。没错，因为现在成为跑者要来冲本垒了。好，没有问题，划回了球队的第1分，1比3。但第1棒那个裤子，林子琪裤子应该是原本就是破的，是可以买一件新的来换的。好，有时候跑回本垒，他们的球裤哦，如果你真的一天到晚在练习跟比赛哦，多买几件替换反而不容易耗损。你同一件一直磨跟洗哦，很快就坏掉了。是。好，拉回来，这个边线守得漂亮，再传1垒，有接到手套里面 ，out， 这个算大对角。很棒的一次守备哦。这可以说光芒队碰到大联盟级的防守了。好，下一棒的打者应该是要轮到，是不是？刚本来已经有下一棒也好像要先上来对，他们小朋友这个年纪刚开始哦，打序错误这个有时候也是会发生的。对，好，徐宇辰的打击虽然是出局哦，不过前面的跑者苏伟玉也跑了回来。
因为有时候你打的人多，这个都还好。我们也播过那种就是13、14个棒是都要上去的，然后没有听清楚教练在讲，就是到了球场就是想说要比赛，我要上去打击，那就会发生那种事情。对。好，现在打者是第5棒的陈柏宇。那当然，像是错位打击里面也有一些相关的棒球比赛的规定哦，那个也是有碰到的时候可以机会教育他们。什么时候可以抓，然后发生什么状况，抓是对自己是有利的。好，陈柏宇他是52号，但他穿的应该是学长的衣服。但像社区比赛，其实你只要背号对应该就可以，名字不对是应该还好。其实应该全部都要对，其实应该全部都要。我前一阵子我才人生第一次被驱逐出场就是我的选手，我照他们在联盟的登录名单填号码，是，就他拿的备用球衣哦，人是对的，因为我们那个真的要带身份证件去对人，人是对的，衣服穿不对，然后最后人不对，没有冒名顶替那是没事，可是裁判就说。教练不好意思，这个照这种情况哦，那就是教练要赶出去了。我就被赶出去了，就被赶出去了。而且对方还跑来休息室说：“你是被赶出去的，你不能坐在这里，不能坐在里面的，没有要给你在里面看球。”是，哇，三垒的对角线传的也很漂亮。哇，这一次连抓2个，因为前一个是一垒手上空的飞球直接接杀。对，所以学习棒球以后，所有的跟规则啊，然后比赛相关的一些细节，我觉得就是通通把它学到位。那个对自己也是一种训练呐。其实就是按部就班啊，照着规则走就不会有错了。好，打者是张佑凯。其实你看那种很厉害哦，可以当队长的选手哦，他真的就会跟总教练差不多，因为他的眼睛他就是有办法盯着场上所有的 play 在看，然后他会动脑筋，是嘴巴会出声喊所有他该当下要提醒的队友。那你一直练习到这个境界的时候，这个能当这样的选手的时候，你通常就很厉害了。张佑凯上垒了，因为他昨天其实前面都挥不太到球，但是今天其实就进步很多了，而且刚刚打击完之后还有上垒。轮到陈星妍，星妍他那个挥棒其实是有加速感的哦。对啊。这个防守方球队丢给光芒的教练，这球丢的还蛮高的。张佑凯跟现在打垒区上面的陈星妍2个人都是小学1年级的同学。哇，打到了，打在棒头上，右半边的滚地球。那一垒手要自裁1垒。好，虽然是出局哦，不过星妍这个球也打得很棒哦。是。光芒在这个半局目前攻下2分，哇，这个球打得很强劲，不过正朝着守备员而去。好，直接传本垒就是正确的，哇，要踩本垒，但是来不及了，哇，那这样追平分要跑回来了。好，这个半局是攻下了3分。2队都是得到各3分哦。没错，好，一局打完，2队是3比3的平手。好，欢迎回来。这是2025年的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棒球锦标赛。我们比赛
赛地点是在台北市的大同区迪化棒球场，那也就在大稻埕的附近，而且这边交通也蛮便利的，是一个地理位置很方便，然后现场也非常漂亮的一个球场。哦，这球传一垒传得漂亮。伟林刚刚是不是说投手也是1年级？投手，确认一下，对，但应该投手也是很年轻的。对，投手应该是陈，待会确认一下。好，这球3垒方向，哇，但是有点差链啊。陈锦伦，他好像打9棒，在新岩后面。是。哦，陈景伦是3年级。3年级，不过他那个他传球的那个力道以他这个身材来讲，其实背力很好，所以他是潜力很好的选手哦。对。而且动作都做得还蛮扎实的。好，这球打成了一个内野飞球，跳起来，但是碰到手套掉出来了。这球就有点捞过界，队友是被他影响。对啊，但他的反应确实比队友快很多啦。这个你看他这个就是满场飞的感觉。对，投手刚刚是抢在游击手的很厉害。他对球的一个，如果刚那个飞球这样的话，那有的少棒的教练在看，就会让他去外野接一些球，直接测试看他天生的那种对球的判断好不好。哇，这个球打得非常非常的扎实，洪永义敲出了安打，而且看起来这个球要一路滚到了全垒打墙。那现在第1分回来，第2分现在绕过3垒，准备也要来跑回来了。好，这回传球传到了本垒后面。那这一支洪永义的3垒安打带有这2分打点，在2局的上半，帮助球队再添2分，5比3。这一棒是一支长打，带有着2分打点，再把超前分2分给打进来。刚刚有听到防守方光芒教练这边应该是在提醒外野手，因为我昨天到今天这样看光芒的，应该是外野手对于打出去的球的反应就没有像自己的队友投手这么的快，所以就是教练跟他们讲，反正你就是朝球的方向先去追。那捡到球之后再传给队友。好，弘毅，廖弘毅，这球最后旋出来。弘毅差一点点。弘毅是廖弘毅小学2年级，这个球最后还是旋出了界外。所以蛮可惜的，因为5颗球差一点点。好，轮到吕杰汉，而且场边好像刚有听到说，应该要请他先跟老师先敬礼，就是上打击区的一些礼节动作啦。对。那吕杰汉也是小学2年级。华兴的同学大概都是2年级跟1年级居多。是。哦，这一棒，哇，游击方向，那游击手没有办法接到的话，现在跑者就跑回来了。洪永义跑回了本垒，开心哦，上到了1垒，6比3。轮到廖宏瑞。哇，廖宏瑞还有高抬腿。不过他就是那个球棒对现阶段的他应该是明显比较重，所以我刚刚也听到教练跟他讲，可以拿短一点。拿短一点哦。他打得到球，但这个球你看在右边界外，就真的是那个棒头对他来讲拖不大动。廖宏瑞小学1年级。所以这2球都是差一点点。对。所以教练就跟他说，再出棒快一点点。
哦，这个球打得很好，但是直接被接杀。哇，而且一垒跑者冲出来了，所以变成了一个双杀守备。所以还是投手哦，胜哥讲的就是投手的反应是真的很快哦，陈景伦。我现在觉得整个内野都是他的瑕疵。对，他应该可以从你只要球打得够高，我觉得所有的垒包他应该都涵盖得到。对，他可以从投手守到1、2、3游击，他都可以。要不是他要比赛，我想要测试一下他，去借教练棒，我就直接测试一下他守备范围了。而且刚刚他第一局那个接到球以后，再跑本垒踩本垒板那个哦，你看哦，又来了，陈景伦再传一垒，哎，球哦还好有接到，有他手背范围这么大，那个时候看他就是接到球之后，他回来踩本垒这个也是很清楚知道这件事，然后全速冲的那个速度感非常好。就是画面上看到了陈景伦。好，轮到的是最后一棒了。哦，这一棒打得扎实，张以诚打穿了3游之间的防线。那现在张以诚要一路冲，哇，有机会！现在绕过2垒之后，继续的往3垒冲吗？没错，要来冲。哦，跟他赛跑，继续冲！哇，那这个时候，哇，守备员是不是很快跑回来了？哇，陈景伦这反应非常的快耶！他知道说可能传球会有风险，所以他宁愿用跑的。他到底是陈景伦还是陈晨威呢？哇！好，结束了2局上半，华兴在这个半局也是攻下了3分了，6比3领先。好，欢迎回来。我们刚刚在换局的空档，这个导播也帮我们剪了陈景伦的 highlight。所以前面一个半局看到他哦，这个人的守备其实帮了球队非常多的忙。好，拉回来形成了中线的滚地球，传一垒来得及吗？哇，来不及，而且传偏掉，而且应该传到死球区去了，而且因为传到休息室里面了。前面一个半局，华兴是再度攻下3分。但打者是不是球衣好像没有扎进去？对，有的裁判会给他们一些时间。这个是主要没有是正式棒球那个投手在投球，因为有触身球这个规则的时候，你衣服就要扎好了。是。好，苏伟玉。边跑边扎衣服，好，那这样前卫跑者要跑回来了，苏伟玉上2垒，对，应该还是要把衣服扎进去。照理说，其实这些都还是要让小朋友知道说你的规矩有上去之后，应该就是要把衣服扎进来。我游击方向这个飞球直接被接杀，被吕杰汉给接到手套里面。好，2颗。好，这棒打到场内里面了，看看守备员有机会吗？哇，要再抛一垒，还是来得及。这个短抛也很聪明。因为很靠近了哦，这个可能教练都有教过，你上手
丢或者说用短抛哦，就是取决于你2个守备人之间多近。太近的时候用上手抛，其实你的队友会害怕哦，他就容易接不好。好，陈柏宇这个滚地球是遭到了刺杀，不过苏伟玉跑回了本垒，攻下了光芒社区的第5分。好，下一棒的打者是林敏义。林敏义的第3球。这是第3颗了，目前5比6，追到只剩1分。那抛球的教练其实刚刚最后一球也甚至有好像改变了他的抛球的位置，是尽量抛到他会去观察你的挥棒目前的一个轨迹大概如何，尽量抛在你有机会去打成有效球的地方。哦，张佑凯进步很多哎，今天的2次打击，这一次就打得更扎实。是，因为他棒子握得很短嘛，然后挥棒的速度是很快的。好，陈心妍站上了打击区。好，还有4颗球的机会。陈心妍打到了3垒方向，这个滚地球，3垒手接到之后传向了1垒。哇，中位时传了非常远的距离。好，陈景伦来了。所以陈景伦上来的时候，守备方的教练还有家长就说要往后退了，就请守备方就是往后退。其实内也要往前，因为他只要打滚地球，你不往前，以他的脚程应该就是上垒。就是上垒哦。对。陈景伦打成了一个飞球，在游击手的后方，左外野手的面前掉下来。好，那要传本垒，哇！但是因为传偏掉。好，那这样跑者跑回来。好，张以成接到之后踩本垒，完成了这个半局。那目前2局打完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欢迎回来！哇，这场比赛2队看起来是激战哦。每一局2队都是各得3分，所以目前是6比6的平手。那看起来光芒社区应该是在这个半局守备上面要做一点调动。对。
所以要看怎么样的调动哦。陈景伦应该不太会换了，那就看看是不是外野还是哪边要换呢？好，所以这个半局就是3个预备选手上来，26下18上，对，然后52下95上，9号下16上，对。那如果他没有特别讲守备位置，那就是直接守备位置对位，就因为是换的是守备，对，那个有时候交代守备位置是先有什么代打之后，后面的防守局数再来交代，好，3垒方向。这个很明确，触到球的时候就是在界内，所以就是一个界内球。对，这个就是要学习去判断。这个球，我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有机会旋出去。这就是一个学习经验。之后有遇到类似的球，其实应该就有机会先放掉。好，陈景伦传2垒，哇，但是传到了中外野去。现在前卫跑者绕过3垒之后，教练是扣本垒哦。好，这个回传球来不及了，所以第1分吴承阳跑回来，这个半局的第1分，也是攻下了超前分。那我们昨天也有在这个球场看到有飞机经过，有，因为我刚抬头看它是哪一个还是哪一家航空。好，右半边的滚地球，哇，这个球要滚到了外野手去，而且2名外野手在处理上面好像都想要抢这个球，所以第2分回来，急到跑的人要跑3垒，3垒手没有在看自己的队友，他在看跑者，对，他在看跑者，所以队友没有办法把球传给他，很确定飞机是飞过去的，不然我会以为他在看飞机。你这个去学打棒球的时候，有的教练就会说，你现在在场上，你是被转播的，你不能看转播啊。好，现在急流跑垒员要上2垒洪永义。好，9比6，3局的上半。看起来要再换吗？对。好，5-7对调，然后2-4对调。捕手、2垒手，然后3垒手、左外野手。对。7到5，然后2-4交换。所以陈心妍来担任捕手。好，这球应该是好滚出来了，旋出了界外。好，9比6哦，3局的上半，这个半局目前攻下了3分。好，打者是廖鸿毅。廖鸿毅打成了滚地球，3垒方向。好像想要去触杀，但是被跑者给躲过了，形成了3垒有人。下棒轮到的是吕杰汉，抓第1个球，选择出棒，内野上空，这个飞球直接被投手接到。好，垒上跑者都有及时回去。好，廖鸿毅完，现在换廖鸿瑞。好，鸿毅跟鸿瑞应该是兄弟档，廖鸿毅跟廖鸿瑞。
好，这边裁判是有稍微告诉他们哦，在那个打击区的光况，因为我刚刚有看到有几个小朋友，他们可能会觉得离本垒，因为他们现在身形还比较小，他觉得离本垒板太远会打不到，但是他就是踩在那个线上，甚至踩出来了。这个规则里面其实也有明定，对，你踩出来是会出局的。而且他其实应该是准备要挥棒的时候，又会再往前踩了一小步，因为不自觉的他会想说要更靠近球。是。好，这是一个 foul ball 界外。好，应该还有一颗了，廖鸿瑞，加油，还有一颗哦。他站的后面一点。老师也直接跟他讲说站的位置哦，差一点点。好，轮到第8棒中卫时，第一个球是比较低，所以放掉。架势不错，好像是插棒，被他咬到整颗的话，外野手要注意。外野手被我看到，讲到外野有一个在转圈圈，有一个低头在看地板，对，有一个在伸懒腰。我在3秒内看完3个外野手。哦，这一棒把球打在，哇，投手直接接杀，那要再去做触杀，差一点点。哦，那要传本垒，陈心妍踩本垒，哦，心妍好球，心妍好球。哇，但是他其实应该要用触杀的方式，对，因为现在这还不是最后最后一个出局，最后这要是第9棒，刚刚那个处理就是好球，就是好球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称赞他，对，因为陈继全传的球是很快的，刚刚有几个男同学、男队友都还接不住，他刚刚的球接得很稳。但其实是可以慢慢进步的，就是心妍其实接到球之后，已经做得很棒了。是。好，现在张以诚这一棒才是直接踩本垒了。哇，张以诚打得扎实，游击方向，这滚地球被挡了一下。那现在2垒跑者要继续往3垒冲。好，陈心妍接到，哇，但是球漏掉了。好，踩本垒，哦，来得及。哇，而且他这一次就知道要用触杀，但其实这一次应该踩本垒就可以。聪明啊！好，3局的上半是攻下了4分。所以目前3双打完是10比6，两队4分差距。比赛进入到3局的后半，在这个半局要轮到光芒社区进攻。那华兴小学他们的右外野手换成的是32号的黄成浩。哦，这个手背漂亮，这个手感很厉害。哇，而且2垒手还转了一圈哦。看一下，哦吼，而且他空间感蛮好的。今天这场比赛第1场就这么的激烈哦，这不会输给昨天施正哥播的中华职棒2军总冠军战 Game 4。
哇，球上先是一发3分炮，然后9局下半代打的蓝银轮蓝88，代打的再见3分炮。2发3分炮前的这个全垒打也都让人意想不到。棒球比赛就是这样。对。千变万化，而且代打蓝银轮他是抓第一颗。对。好，蛮可惜的，这个球是没有挥到。好，光芒社区的进攻，这个球直接被接杀，被中卫时接到手套里面。3垒手背号4号的中卫时直接接起来。教练也跟球员讲说，要赶紧去把球棒给捡回来。刚刚应该是黄玉明出局，这是一个界外。好，现在的打者应该是18号柯宏林。好，柯宏林打成了一个强劲的滚地球，有的手接到之后，他应该是传给了2垒手，然后再请2垒手传。但他刚刚的接球，我觉得有看到一个优点哦，他是配合那个球的弹跳，知道要往后接的点才是比较正确、比较舒服的。不过也因为往后传球距离变长，他的调整还蛮快的。是。好，脚还是有先踩到。好，那因为跑者是，那应该是直接接杀嘛。对，所以1垒跑者没有先回去。好，这球出棒打成了2垒手上空，直接遭到了接杀。好，张以晴直接把这个球给接到手套里面。好，教练跟选手说3垒手往前，但是他打穿了3游防线了。好，左外野手接到之后迅速的回传。我发现张佑凯他这2次打击都打得还蛮扎实的，对，真的比昨天进步很多。好，陈心妍上来，陈心妍还有3个机会，打到了，打成了中线的滚地球，接到之后传向1垒，那1垒跑者上2垒。张佑凯去到了得点圈，好，陈景伦要上来了。陈景伦抓第一个球，选择出棒。好，这个球应该外野手要赶紧，要用跑的，要拼速度，冲！哇，拼速度，感觉好像慢了一点点。好，让1分回来。好，所以在这个半局3局的后半，光芒是仅攻下了1分，所以3局打完，目前的比数是10比7，由华兴暂时领先。
好，欢迎回来。所以3局的下半，光芒队是攻下了1分。哇，那这样比分就变成3分差了，10比7。好，接到球之后，传一垒，这个速度很好。所以还是陈景伦呢。出局的是吴晨阳。轮到2棒的叶红军。好，10比7的3分差距。好，打到场内，投手又越区办案，差一点点。这个野手没有让球漏掉，可是他刚接的时候脚脱离垒包了，第一时间的时候。对，因为他要先去接那个球了，所以当时脚已经先踩，已经不在垒包上面。是，接到球之后要再去踩一垒就来不及了。好，现在的时间来看，应该第4局就是这场比赛最后1局。好，张以晴游击方向，这个球游击手也只能做回传，所以目前是攻占到1、2垒。好，洪永义，这气势蛮好的哦，左打者。洪永义这一棒把球打成的是右外野方向的滚地球，穿越形成安打了。现在垒包上面的跑者，前卫跑者要准备要来冲本垒，外手回传球，陈心妍没有办法接到，因为传太高了。那第2分现在停在3垒上面。不过这个半局的第1分也进来了，11比7。哇，洪永义的2垒安打，再把1分的保险分打回来。好，2、3垒有人，轮到第5棒的43号廖弘毅。廖弘毅这个球应该旋出了界外。这2个也都是打到球的下缘。是。感觉刚刚廖弘毅越站越靠近本垒板，所以教练请他再站旁边一点。界外。好，但是第5次打击其实也有碰到球了，比前面好进步一点点了。好，吕杰汉。吕杰汉其实他的棒子就握得比较短，跟刚刚的廖弘毅比起来，因为2个人身材蛮接近。这一棒打得扎实，但是投手陈景伦想要去抢，但是球从他的手套掉出来了。那这样垒包上面的跑者张以晴就回到了本垒。这个慢慢教练要去告诉他就是跟自己的队友哪些球队友接可能会比较好。还有就是队友要懂得喊声，把过来抢球的陈景伦喊开。对，要不然他这样每一球都越区办案，他自己很累，然后也可能会影响到队友。当然，他一定是球好心切。不过就从这些细节，让选手们知道场上的状况，然后慢慢从这些小小的错误当中去学习，怎么样正确的打棒球。好，打者现在是黄承浩。好，更正应该是。对，应该是应该有换人了。对，他应该有换人了，换51号。没错。好，中卫时，打得很强劲，还差点打到了教练了。而且这个球要一路滚到了外野去。
要赶快传进来哦。对，要赶快传进来，因为第2分也要跑回来了。吕杰汉回到了本垒。哦，中卫时这球打得相当强劲哦。是。14比7。这半局目前攻下了4分。好，最后一棒轮到张以诚。那这个最后一棒呢，守备方就必须要直接传回本垒了。哦，他还可以棒子收得住哦。张以诚这棒把球打成的是游击方向的滚地球。好，接到之后好跑本垒，这就是正确的了。好，陈杰伦踩本垒，完成了这个半局，攻下了4分。我们稍待片刻，待会回来。好，欢迎回来。4局下半就是这场比赛的最后半局了。因为两队目前7分差，以光芒社区来讲，当然这局还是有机会攻9分了，不过难度比较高。所以教练刚场面也讲了，就是放手一搏，然后享受这场比赛的最后半局。打者是林子琪。这个球打成了安打，而且要一路滚到了外野去。那林子琪现在绕过1垒之后，要来跑2垒。哇，林子琪3年级的林子琪现在要一路的冲3垒。有任何传球之后，在非目标垒包手背上的选手，在后方的一定要记得要到那个动线上面，是去做 cover。好，苏伟玉这球出局。那林子琪回来，攻下了第8分。轮到的是黄玉明，黄玉明也是阵中唯一一位把这穿红色袜子的同学。3垒方向的滚地球，踩1垒还是来得及。好，切到，但这球应该是在界内了。但是也不错，有打到球了。这是柯宏林，他至少有2次的打击机会。好，下一棒轮到陈柏亨。教练跟陈柏亨说，站得更靠近本垒板一点。好，1垒方向的滚地球，1垒手接到之后自踩1垒。这2棒都很可惜哦，差一点点，没有办法上垒。好，这一棒打成了中线的滚地球，接到之后传1垒，还是来得及，木连抓3个出局数哦。
好，张佑凯今天的几次打击都做得还蛮好的。张佑凯，好，2颗球。昨天张佑凯打的时候，他的棒子其实握得比较长，所以其实都一开始碰不太到球。今天他的修正都做得蛮好的。好，3垒方向的滚地球，稳稳传，对，稳稳传，1垒，一垒接得很好，3垒传得很好，1垒也接得很好。好，还有2位的打者陈心妍，今天最后一次的打击机会。陈心妍打成了右半边的滚地球，哇！一垒手一开始有点漏掉，不过拼速度应该一垒手还是来得及。那守备方华兴在这个半局都做得还蛮理想的。所以这个半局目前后攻的光芒是只有攻下1分，14比8。好，陈景伦这个球出棒打成的是中间方向的飞球。哦，哇，那有机会陈景伦他有可能可以跑一圈哦。绕过2垒之后，现在跑3垒。哦，这个哇，那外野手要直接拼速度，2个人拼速度，冲！哇，陈景伦跑回了本垒。好，虽然是输了这场比赛，不过至少陈景伦这一棒是为球队在这个半局再添1分。所以4局的后半，光芒队是有攻下了2分。不过中场的比数还是这华兴略胜一筹啦，中场比数就是14比8，最后是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好，也恭喜华兴，今天的比赛是赢球了。下面比赛胜利，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了，拜拜，拜拜。
好，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持续锁定我们的现场转播，一起来欣赏2025年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全国棒球锦标赛。今天的第2场比赛将由中港雄战对上的是敦化国小，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2场转播。那今天的各队呢，也都还是持续要来出赛，是，而且应该是各队都还是要打2场比赛，所以也希望选手们都可以享受今天的赛程。从刚刚第1场比赛看起来，应该也是手背上面算是一个分出比赛的一个重要关键。对。好，一样两边赛前先礼后兵。好，稍后这场比赛就准备要开始了。好，是中港要来先攻。中港先攻，然后敦化先守。中港的第1棒刘宇恩，2棒简义秀，3棒是李敬杰，4棒翁德怀，5棒郭成瑞，6棒是林立，7棒刘子彻，8棒曾炳荣，9棒是曾炳璇。对，曾炳璇。对，曾炳荣跟曾炳璇。这是中港的9棒。好，两队穿的球衣都是深色系。好，现在比赛正式开始。好，第1棒抓第1个球就选择出棒，滚地球，传一垒传的有点高，而且一垒手是不是脚有离开？哇，但还好还是有踩在一垒垒包上。好，所以第1棒出局。也是抓第1个球，3垒方向，但这个距离要传有一点难度。哦，当然甩过去也是甩一个弹跳就直接进去了。好，简义秀上一垒，轮到的是李敬杰。好，又再度找上，哇，3垒手，但是这个球界内，这是界内，因为他在界内对，过垒包才旋出去的。
如果得包钱的话就不一样了。这个也是会有机会可以借由这种比赛的状况来教小朋友规则的。对，看一下，因为他在界内落地然后岔链，没错没错，而且他是在垒包后面才滚出去的。好，轮到翁德怀。翁德怀打2次，2次帽子都掉下来，应该是太大，因为里面都还是小朋友会再戴一顶帽子。对，但因为这个头盔是没有绑带的。哦，这球打不错了，但是好守备方因为有掉下来，哇，传3垒传偏掉了。那这样前卫跑者要准备跑回本垒攻下这场比赛中港雄战的第1分了。后面跑者停在3垒上面。好，轮到的是郭承瑞。郭承瑞其实是身材还蛮不错的。是。哦，这个界外了，因为刚教练一开始叫他们跑，是因为有可能会旋进来。对。以后如果有去打正式规则的棒球，然后是软式组的比赛的时候，就要知道这个。郭承瑞是小学3年级。蛮可惜的，这5颗球的机会没有打出去。但是郭承瑞把球棒放在原地了。哦，林立上来了。好，林立右半边1垒方向的滚地球，1垒手接到之后自踩1垒。是。那再1分回来。李靖杰跑回了球队第2分，2垒跑者上3垒。2比0，好，抓第1个球，中线的滚地球，投手漏掉了，2垒手补救起来，传1垒来不及了，第3分回来。还有曾炳荣跟曾炳璇2位打者。3垒方向的滚地球，3垒手接到之后传1垒。好，1垒手知道会来不及，很冷静，先一个弹跳把球稳稳接住就好。好，拉回来形成了滚地球。好，现在2垒跑者准备上3垒，1垒跑者上2垒，而且看起来要来跑本垒。这个球哇，没有办法接到。那这1分回来，第2分现在绕过3垒之后也要回本垒。好，那这个半局是攻下了4分，应该最后1分不算了。好，球已经传到位了。没错，好，4比0暂时领先。
好，欢迎回来。信宇抓第一个球，选择出棒，三垒方向滚地球，哇，三垒手漏掉了。好，那前面一个半局是中港攻下4分，所以9个棒次里面攻下了4分。那目前这是复赛未来之星组的复赛，所以就是这2场比赛，这个获胜的球队就打11点比赛，那落败的球队则是下一场要紧接着再打1场。哎，这个一垒手要赶快出来抢，赶快出来抢哦！这个也是，算是中阶的这种处理的球，就是在考验投手、一垒手的默契。你以后打正式的棒球的时候，像是短打啦，或者说有时候有一些突袭啦，然后左打者的那种牵引式触击等等，都会打在这个位置。那正式棒球的投手、内野手配合的训练上教练也会把一些球放在这个位置来让你们练默契。因为相对位置来看，可能一垒手出来会比较适合。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出来之后，因为一垒手出来了要补位。对，因为一垒手出来，当然就没有人在一垒上，所以后面可能投手或是2垒手就要进去。是。哦，打得很高的高飞球，哦，反手接起来，那一垒跑者赶紧回去。哦，攻守2方都做得还蛮不错的。没错。守备方直接接起来，然后进攻方也知道说一垒跑者要及时回去。我打进场内，炫，界内接起来，这是沈玉明上垒了。好，下一棒是蔡承佑，81号。蔡承佑有戴打击手套？有。还有3、4颗球的机会。这球打到，差一点点就可以打进到场内。没错。1、2垒有人，1局的后半，目前东华国小1比4，3分差。好，1垒手及时回去，2垒手传1垒。哦，那现在3垒跑者要来偷本垒，这一分跑回来了。哦，很聪明。所以邱炳浩跑回本垒，很会玩球了。有时候这个会玩球，然后这种也是天分。他也知道说以场上刚刚的状况，对，他会观察。好，3垒手第一时间没有直接接起来哦，哇！但是传1垒传偏掉了，那这个失误有可能要掉分了，因为3垒跑者现在绕过，要跑回本垒。3垒跑者刚差点跟自己队友撞在一起，对，因为跟准备要回休息区的队友刚差点撞一起。好，那3垒跑者应该要回2垒了。好，蔡承翰，2垒有人，现在只落后1分。蔡炳翰，捕手，差一点点。就这几天还没有看到捕手第一时间就是这种球反应的快，大概昨天到今天看应该有
3、4颗有这样的机会的。刚刚这个球还蛮接近，但今天第一次看到捕手就是对这个球他有那个企图要去接，只是这个球没有打到那么高，也不好处理了。对，曾秉荣，但至少他有这个想法，对，接了。哦，这球打得不错，打成了中间方向的平飞球。那现在跑者应该要准备跑回本垒了。好，2垒跑者绕过3垒，哦，跑回本垒还用滑的，哦，滑得很漂亮哦。这个是82号的吴子睿。也跑回的是追平分了。好，郭学泽，小学3年级。好，又有一架长荣航空飞机飞过去。你是不是最近工作到很想要休假出国去？没有，我只是这2天因为只在郭学泽 Q 到了右外野方向，右外手追过去没有办法接到。哇！而且因为没有人去补位哦，中外野手现在才要过去。那现在应该垒包上面的跑者有的跑了。对。但是哦，他的绕垒，他1垒跟2垒都有停顿下来。我本来是在看他绕1垒的时候，那停顿下来，通常那个动作是你有漏踩垒包。那像这个我们也会教选手，就是说你如果他是确定长打出来的时候，那是1垒手的工作，你就要稍微看一下他有没有好好踩1垒垒包。还是说他漏踩，然后他就也不回来踩，直接上2垒。那比赛的时候，这个是告诉乃论，你要提出申诉，而且申诉的时机是在投手投球前哦。对，所以这都是细节，就是要慢慢学，慢慢学。是，就是要做 appeal。对，就是看要不要促请裁决说，刚急跑员是不是没有踩到垒包？哇，那现在急流跑垒员绕过3垒之后，准备要跑回本垒了。这个球应该看起来来不及了。啊，这一棒是直接跑回来了，李志德。所以最后一棒，哇，这个长打者都放最后一棒了。好，所以1局的后半，敦化国小是这个攻下了也是大量的分数了，所以应该是攻下了7分了，7比4，3分领先。好，欢迎回来。第1局打完之后，敦化国小9个人次攻下了7分哦，所以现在7比4，3分领先。这2间学校都是有那个校队，但他们都是社团性质的。是。但是其实参加后面哦，正式校队之后参加一些全国的比赛哦，其实也都屡有佳绩哦。因为就是有教练在带，然后算是有建立那个球队的传统这样子。所以他们是以学校为单位的社区球队。对。所以这个学长学弟或是学姐学妹们的传承都做得蛮好的。所以这个体系就可以一路的继续维持下去。而且因为这个球刚好打成一个比较软弱的滚地球，所以守备方就要移动很长的距离。中港目前落后3分，1垒上面有跑者。
这个半局的前面2棒，信宇跟邱品浩都上垒。传一垒，传得有点高，但还好还是来得及。所以一垒出局了，打者刚刚出局了。对。球棒的动作快一点哦！来第4棒。还没，这个看起来是还没有开始，哦。更正，垒包上面的跑者应该2位是刘宇恩跟简义秀。3垒上面是刘宇恩，2垒上面是简义秀。打者是翁德怀。翁德怀这球打成了滚地球，在游击方向传一垒，传得漂亮。这球接传有水准。对。好，刘宇恩回来攻下了第5分。好，郭承瑞。哦，这个球就打得很不错了。哦，可惜碰到手套了。对，碰到手套掉出来。好，那第2分回来了，简义秀。这个半局的第2分，6比7。郭承瑞这球打得又很不错了。今天因为前面几次打击都昨天挥得比较辛苦，比较都没有碰到球。今天的这一次攻击就碰到。打成了一个飞球，最后掉下来，守备员接到之后再传一垒，来得及。而且一次抓2个，一垒手很聪明哦。对，离出去的这个后来也被他追到了哦。一垒手是李志德。李志德是3年级，而且身材已经蛮不错的。以同年龄来讲，他算是身高蛮不错的，而且现在其实还没进入到发育期，有可能未来可以长得更高了。好，李志德出来，但是没有人去补位，因为刚是一垒手李志德出来接球，但没有人去补位。对，看到其实基本概念就是打到一垒那边的时候，一垒手旁边的2垒手，你朝着球过去那一垒手在你前面接到球之后，你不要停下来往一垒包去这个补位就有机会来完成。因为投手其实他的相对位置是站得比较靠近游击，对，所以胜哥也会觉得应该是2垒要进去。就是一垒垒包的补位大部分就是投手或2垒。对。好，这球因为刚球应该已经跑到了死球区去了。好，那跑者回来没问题。好，这个球出棒右半边的滚地球。好，一垒手直接踩本垒，踩得蛮大力的。一垒手李志德踩本垒，完成了这个半局。我们稍待片刻，待会回来。好，在这个半局要轮到敦化国小的进攻了。好，第1棒，游击方向滚地球，游击手接到之后传一垒，2个弹跳。好，那传到死球区去了，所以击球判员要直接上2垒。信宇
敦化第一局就攻7分，7分，所以等于中港攻了2个半局才把分数给追平。所以看看敦化在这个半局的攻势能不能够也是再拿一个大局下来。拿者是邱品浩。2颗球，还有3球的机会。好，打成了一个内野的滚地球，投手接到之后传一垒，没有直接接到。那现在跑者信宇要跑回本垒了。不好接，有时候队友传来的球，不是每一球都在这个阶段，不是每一球都这么稳定。一垒手就是把这个当做练习啊。毕竟一垒手是非常的重要哟。对，刚好打到我们的铁皮屋顶。对，应该是这2天的第1颗。打成一个内野上空的高飞球，正朝着游击手而去。那2垒垒包的跑者也都有知道说要及时回垒。对。打者是沈玉明，103号。沈玉明也是小学1年级。应该就是刚升小学1年级。像现在这样，可能刚上小学1年级，诗任哥会给他什么样建议？说要怎么样可以碰到球呢？碰到球，他可以先拿那种打乐乐棒球的球棒，然后去。我以前试过一个方法，就是你拿气球哦，你把它吹大颗一点，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甚至乐乐棒球对他们来讲都小，然后你让他拿那个，因为乐乐棒球的球棒是软的，然后气球吹大一点，大概吹到跟排球、足球一样大。那气球有一定的韧性，其实打不破，你不要尖的东西去碰就好了。你让他一直去拿球棒拍球的感觉，一直去打，让他弹接球的感觉，弹地上、弹墙壁，或者说在空中一直弹。那久了，他球棒找球这件事情接触就会越来越好，那他就会慢慢的去我们再把这个球可能缩小，再把气球把它换成小一点，或者是气球的气放掉一点缩小，这个就是也是要循序渐进的。他在打那个气球的时候，因为气球会弹，就很好玩嘛，也会持续维持他的兴趣这样子。至少可以让小朋友更知道说怎么样控制他的球棒，对，然后对于那个球感会稍微好一点。对，因为终究你打击就是球棒去找球。这球传一垒传得非常的漂亮。你像这是打棒球，那个我们小时候一开始刚开始学打那个排球的时候，就是也是很类似这样子。是，所以都是循序渐进。对，让它慢慢的。对，然后可以用其他的一些方式代替。这个刚刚那个平飞安打打在左外野线边哦，也是这2天看到算是很漂亮的安打。对，很好的挥棒轨迹，刚好在界内。对。好，9-7。打者是蔡炳汉。蔡炳汉的打击，拉成了滚地球，啊，投手漏掉了。好，那2垒手也没有选择要传，第10分回来。
还有2棒哦，打者轮到第8棒。郭学哲，郭学哲这球拉成了右半边，一垒手直接拦截下来，接得很好哦，自裁1垒。那跑者一溜烟已经上3垒，好，李志德，这是强打者了，应该目标都是直接放本垒的。好，拉成了右半边滚地球，2垒手，看起来是要直接拼本垒。好，完成了这个半局，所以在这个半局是攻下了4分，2局打完。11比7，暂时的4分领先。好，2局打完了，场上的比数目前是11比7，有后攻的东华国小暂时领先。哦，这球打得强劲，哦，3垒手这个拦得漂亮，但是因为距离是真的蛮远的，不过那个弹跳一弹跳是掌握得很好。对，然后传的距离传不到，但是那个一弹跳。给一垒手哦，其实准度我觉得维持不错，然后就是一弹跳，一垒手也接得蛮好的，在这个 play 里面。那让3垒手来守2垒，好，2垒手去3垒。哦，刚换从2垒来守3垒的就有商议上门。好，1垒手很聪明。要用触杀，但有没有触到呢？有。好，主审判有触到。主审判出局。主审是判出局的。所以3垒前卫的跑者是出局了。然后2垒上面还有跑者。插链的界外，打者是界内吗？对，后来滚进来了，滚进来，对，滚进来，然后他在里面碰到，但是2垒没有跑，有林敬杰上1垒。有时候就是线边的球或游击的球，左半边的球，甚至到最进阶是投手的反弹球，2垒跑者是最难跑的，这些都要透过比赛发生状况的时候才能有办法教他们。因为有时候用讲的，可能小朋友真的目前还没有办法这么快领悟。哇，翁德怀这个2垒上攻的飞球越过去了，而且一路要到中外野去。那2垒跑者绕过3垒，准备要跑回来。后面的跑者上3垒。好，绕过来之后看了一下，发现没有机会，就停在3垒上。好，一3垒有人。郭承瑞的打击，飞球直接被接杀，守得漂亮 ，nice catch。直接被林瑞恩51号的林瑞恩给接起来。好，林立来了，打成了滚地球。
哦，这2个守备精彩。林瑞恩连抓2个出局数。好，刘子彻、曾秉荣、曾秉璇依序上来。哦呦，这个球棒要小心哦。因为捕手其实离得很近。对，而且是捕手没有穿护具的。刘子彻应该是挥棒都蛮用力的，刚出来脱手。他这个要练习一下，这个球还是一样，对，有点甩棒。他应该已经变成习惯动作，对，所以可能要慢慢来修正。因为你正常挥棒动作是正确且完整的时候，有完成应该不容易甩棒。而且毕竟现在又是刚学习棒球的阶段，也要让他知道说什么动作不能做，然后什么动作是正确的，都要让他们知道。好，刚是一个界外，拿着是曾秉荣。曾秉荣这球在旋出界外。还有机会。只好这2颗都有碰到。哦，这个球在界内哦。一垒这边 save， 再1分回来。翁德怀跑回了本垒。好，10比11。内野上空的飞球，掉下来了。好，传本垒，好，来得及，所以完成了这个半局，攻下了3分，10比11，剩下1分落后。后半，前面一个半局，中港是追回了3分哦，现在剩1分落后，比数是11比10，后攻的敦化暂时1分领先。有打出去以后要赶快全速跑。对，这个球邱品维。很可惜，差一点点，但这次很棒，有打到球了。场边队友喊得很大声。好，现在是季木。休息区也持续鼓励他，还有3颗球机会。好，季木第4球，打到了，很棒，而且打进到场内。好，有没有机会上垒呢？有，上到1垒去了，而且因为传到死球区，所以季木可以上2垒。
起伏蛮可爱的，边跑边护着他的头盔。是。好，轮到肖许成。这一垒手也可以尝试着去练习站在垒包的不同侧，看有些传偏的，但没有偏到说接不到的球，站在哪一侧自己去体会看看，怎么接是好接、舒服的。对，内野上空的冲天炮。其实今天这一场比赛的，我看中港的捕手，他对内野飞球是有那种球感，他知道要去接的。只是还没有太多的这种训练。但他对于那个飞球的意识是蛮好的。对，都有想要去接。打得强劲，教练闪过了。但是跑者现在上3垒。对，刚刚不是封杀状态，所以你要用触杀的。第3垒有人。好，中港的教练有上来。没有上场的要帮忙啊。刚刚是不是在讲跑者可能有影响到手背嘛？这时候也退下去了，没有再持续询问。对。这球打得很不错，陈炫妍。球掉下来了，球应该是掉出来了。前面跑者上3垒，陈炫妍上2垒。轮到林瑞恩，前面一个半局他手背还蛮不错的。加油，没关系，加油！前3颗都用力打，没关系。教练直接跟他说3颗都用力打。大力有袭击吗？内野上空，反手没有直接接杀，那要来跑本垒，但球也漏掉了。那赶快捡，因为还有人要回来哦。对。被触杀掉了，蛮可惜的。陈炫妍没有办法跑回本垒。有听到有小朋友有学到补位哦，有在提醒场上的队友。对。轮到的是吴子睿。这个打好，这个打好，来一样感觉哦。没关系，没关系。回空。眼睛离球。刚刚那块一样感觉掉了，没看到球。直接接杀，好球！因为打到球的下缘，变成了本垒后方的擦棒界外球，直接被捕手接到手套。我刚刚就说今天一定会看到，因为有时候就是看他那种感觉哦，我就想着说，再让他多几次哦，他就上手了。捕手是曾秉荣啊，背号1号曾秉荣。这应该是我们这2天看到第一次有捕手直接把擦棒界外球直接接起来。只要有高起来在他附近，他都会有那企图心，动作是明显的，他要去接，也代表说捕手高飞球这件事情他晓得。那昨天的比赛看到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就是学习的还没有到那么深入，所以他比较会像是那个打慢垒的时候，直角的说就是我在这后方要接好投手丢过来，那打者如果没有打的球，还有就是有手背状况打的，打者打成我附近的飞球接是可以出局这件事，这也是一个基本的规则。这帮捞起来打得蛮扎实的，蔡秉翰形成了一支安打，这样林瑞恩回来本垒攻下分数。跑回了这个半局的第3分。
郭学泽跟李志德，剩下的2棒，第8跟第9棒。郭学泽这棒拉成了2垒方向的平飞球，落地形成安打。外野要赶快捡啊！对，因为2垒手这个会外野处理球可能花一点时间，跑者跑回来不要放速度。郭学泽刚前面就有说了，他在跑垒包的时候，他以后他是跑垒的绕垒动作要多练。他在要绕垒的时候，他速度会减慢下来，他会去算脚步。李志德，郭学泽在3垒上。这一棒，李志德把球打成的是右外野方向的高飞球，欧把形成了一支安打。那郭学泽跑回本垒，他的话不一样，他自己知道没有踩到哦，他应该是自己觉得没有踩到1垒垒包哈，对，他有点心虚。但整体来说就是你没踩到，或者说会减速这个就是多练啊。你可以用跑垒这个当做一些他刚开始训练时候的热身，让他们去熟悉。是。好，所以这个半局攻下了5分，3局打完是16比10，目前东华国小暂时领先。好，欢迎回来。这是114年的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全国棒球锦标赛，今年10月5号大会第2天的赛程。好，这球内野上空的飞球落地，接到之后传1垒来不及了。今天其实看到蛮多次这种，内野手接到之后，其实传1垒已经不太来得及的球，但是硬传1垒，结果多掉1个垒包的状况。这个也是后面慢慢学，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要去学该不该传的判断。刚刚因为也是投手想要去接但影响到3垒手的判断。前卫跑者现在上3垒，急救跑垒员上1垒。好，掉下来了，形成安打，哇，滚到了外野手后面去了。中外野手刚刚那个动作，我在看是他对于接球这件事情，他还会怕球。好，3垒手接游击还是2垒转传的这个接得很好，对，所以你有接稳哦。我们刚刚前面才在谈，就是单手接稳才有触杀这件事。中间这个转传是做得很棒。12比16。好，这时候出棒，哇，反手没有接到，那3垒手接到之后要再传1垒，因为距离蛮远的，来不及了。好，轮到的是郭承瑞，5棒的打者。哦，这球打得不错哦。好，越过了游击手的防线，一路要滚到了中外野手的面前。好，郭承瑞绕过1垒之后停了下来。同学没有戴头盔，林立没有戴头盔，太急着跑上来了。下一棒的同学也忘了戴头盔。就是跟那个错位打击一样，就是大家
击就是棒球里面最好玩的，大家会抢着要打。对。哦，第二次的这个触杀有吗？没有，主审判没有。他刚刚好像是那个球拿在手上，但是他用空着的手套在触。哦，我远远看好像是这样。那这样当然不算，不能这样子。你就是如果你是球拿在手上，你要拿着那个球去触。哇，现在形成了满垒了。哦，这一棒打成了滚地球。好，抛向一垒，完成这个出局数。那3垒跑者回来，攻下第13分。这个半局目前攻下了3分。好，轮到是曾秉荣。前面一个半局担任捕手，有接了一个。应该我们这2天第一次看到的擦棒被捕球。曾秉荣打到球的下缘。这个球最后要抛本垒，哎呦，没有看到，对，刚好2个人撞在一起，刚好2个都互相没看到对方。当然分数是有算了，只是说这个动作蛮危险的。好，曾秉璇要上来第9棒了。14比16，2分差。好，那现在时间到了，所以这一棒就是这场比赛的最后一棒了。14比16，哇，垒包上面2位跑者，哎呦，吼吼，要守好哦。对。他会变蓝银轮吗？但是这个要用跑的，这个要用跑的。还没有长大到这个球场哦。如果他可以打过那个网子的话，也危险。外面是车子，外面是马路，那真的有车在开，车流浪。哦，高飞球，直接被接杀。好，接杀了。所以应该就是这一场比赛结束了。是。好，所以这个半局攻下了4分，所以14比16。很可惜哦，这个新攻的球队在这场比赛是这最后反攻其实也蛮不错的，可惜最后还是差了2分。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场比赛再会，拜拜，拜拜。
是女的。直接跟他们教练讲啊。这边，我帮你看，走。走。找帽子啦！
我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听不到？没有啊，听不到？它没有声音。就是那个 CPU 啊，CPU 它那个白有没有？上面那层的红色那个旋钮，你往右边转一点点，画面不会那么绿，你应该拍起来会比较舒服。可是我看不出来有那么绿的。蛮绿的。是啊。应该转一点点就好了。你说白色？对 ，WHITE 上排的红蓝有没有？上排的红蓝的红，你往右边转一点点，应该就会拍起来比较舒服，画面比较舒服，有感觉。你转多一点就知道有感觉，有没有？好，那你帮我看。好，欢迎持续透过我们的现场转播，一起来收看2025年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棒球锦标赛。今天的下一场比赛，中港雄战要来对上的是光芒社区，所以前一场比赛落败的中港雄战跟第一场比赛落败的光芒社区两队要来交手。那对中港雄战来讲就蛮辛苦的，因为是要连打2场比赛。前场比赛其实最后也在这个最后的进攻半局有追到只剩下2分差。对，那应该也是这2天第一场我们看那种最后在追有机会逆转，然后就是跟一些规则有关，你真的要守好打好，就会很精彩的比赛。是，好，中港雄战的第1棒是刘宇恩，2棒简义秀，3棒林立，所以林立调到第3棒了，4棒李敬杰，5棒汪德怀，6棒郭成瑞，7棒曾炳璇，8棒郭敬尧，9棒是陈炳宏。稍后这场比赛就准备要开始。你干嘛？你干嘛？靠起！来，你没有在这里给他了。
在比赛要准备开始了。收起来，来收球，收球，帮忙收球。因为刚刚站垒指导的，这应该是同学了。对，照规定要戴好头盔了。然后在场上哦，就全部跑起来，不要用走的。对，就还是要有精神哦。态度问题。现场裁判老师都太仁慈了，要是我就不是这样。是你会怎么样？不好说，还是不要说好。还是不要说好了。好，这球一路滚到外野去了。然后垒指导其实戴头盔，像中华职棒是近10年才有这个规定。是因为那个大联盟一些强击球，后来真的有发生裁判因为这样有严重伤害的事情。对。那后来就是学生棒球或业余哦，都有相关的一些 follow 职棒的一个规定。因为我记得是之前刚好播职棒比赛的时候有聊到这一块，后来也有去找，就是大概好像14年还15年的时候。赛前季前的中华职棒领队会议就有讲，他的那个保护效能绝对不会像打击头盔，但是基本上就是你至少打在身体其他部位哦，头还是最脆弱的。对，哇，三垒手刚刚没有注意到球会传到他那边来了，所以他完全没有想要接球的反应。对，那这样垒包上面2个跑者都要回来。我们昨天有讲过，就是你。小朋友场上所有的人，其实如果 play 发生在内野的时候，所有外野你也要盯着球。为什么？刚刚前一场有讲过，传球的动线，如果你发现你离那个 cover 的直线很近的时候，是不是要过去？那个在室内课的时候，就是有一些磁铁的那个吸盘啊，然后有吸铁在上面啊，教练去移动那些有颜色的吸铁，你就会懂得为什么了。那你如果没有在看的话，球传过去，你再去捡，就错失第一时间，那就会连接到我们昨天讲的，你的2次失误、3次失误就会再发生。对，昨天有球队其实避免了很多的2次失误，他甚至把2次的弥补做得很好，让出局产生在垒包上哦。这些其实就是社区棒球要开始学习的。对。就是比赛怎么进行，像刚刚那个球，因为3垒手他没有注意到嘛，那如果左外野手第一时间有去卡把的话，应该就可以避免场上刚持续后面掉分的情形。好，这一棒打成的是滚地球，接到之后先传2垒，好封杀了1垒往2垒跑者，哇，那3垒跑者现在要准备跑本垒，因为守备方没有注意到啊。这2天的比赛看到蛮多这种情况，就是在守备出局抓到之后，但没有注意到前卫跑者其实还有继续在进的。对，因为他们还没办法用那个纵观全局的方式去看整个球场的东西，就要练很多，练到一定程度。对，所以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那毕竟我们这2天的比赛是都有转播的，所以可以回去再看一下。他那个就很像是程度不同的那个篮球控球后卫。你有的人他看得到1个传球1个得分点，有的人他看得到3、4个。对。刚刚前卫跑者好像第一时间没有跑，所以差点被后面的跑者给追上。对，还好还是来得及。那个追上超车的那种出局的问题哦，这也是规则。这个也是可以利用机会，有发生的时候就可以来学习、来指导。对。好，打者轮到的是郭靖尧，第8棒的打者。因为刚一开始站的离本垒盘蛮远的，现在渐近一点。那这场比赛的捕手依旧是陈星野，因为前一场他一开始守2垒，后来移防本垒，其实也做得蛮不错。其实我前一场看他在昨天守2垒，他今天移防后捕手这边，我看他每一球在接那个球都还不错。就是跟前一场，因为有外野手，那个已经打得很远的球，离
蛮慢才滚到那边，他会怕球。可是你看星野他投手这样子抛过来的，虽然不是快速球，可是有打者在你前面挥棒，他没有受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女生很厉害，很厉害。而且他接到球之后，对，你看陈星妍接球，他可以直接抛给教练，他直接丢给教练，是不落地的。他再练3年，你跟他对决，你会输。我觉得我会输。没有，我们到时候先派杰森让他垫，先派杰森过去，先让杰森吓他。哦，打成了滚地球，哇，投手要来抢。哦呦，刚差点丢到了跑者身上。而且像星野就是今天的比赛有看到他有处理一些 case 哦，该踩垒或什么，还有触杀动作，马上教了他都可以执行出来哦。是，好，这个半局攻下了4分，我们稍待片刻，待会回来。黄玉明，4棒苏伟玉，5棒陈柏宇，6棒柯宏瑞，7棒张佑凯，8棒是陈星妍，9棒陈景伦。所以陈景伦也还是守投手的位置。第一场比赛对他印象还蛮深刻的。前面一个半局，中港是攻下了4分。要轮到后攻的光芒社区进攻。你很难说，陈景伦10年后，像当年的曾子佑，他是不是参加的就是统一师的夏令营？哦，夏令营，对啊。然后我那时候偶像是嘟嘟潘威伦，对啊。结果后来变成对手，变台钢的这个状元，对，而且是主战游击手。对。今年曾子佑这个感觉有越来越粗了。1961现在直接换手背，对，手背有做更换，投手到右外野，右外野到游击，游击到投手。陈景伦去守右外野，好，这一棒哦，内野上攻的飞球直接被游击手接到手套里面。所以直接被刘宇恩接杀，就是刚从右外野移防去游击的刘宇恩给接到。或者说教练觉得这个光芒可能会往这个中右那边外野打的几率高，所以才会做这样的调整。好，这棒打成了滚地球。来，接下来之后传一垒，传得漂亮。这个半局的守备，中港雄战做得非常好。中港的一垒手应该是李靖杰吧？对，中港的一垒手是李靖杰，没错。我后来今天早上发现，爸爸带他来，结果爸爸竟然是福大的同学。然后爸爸以前就是体育系的，是应该是2、3年前，哥哥在打的时候，也是有转播到哥哥的比赛。这是蛮有缘分的。对，那就是不错啊，就是父母知道这个运动是好的，然后就家里的小朋友都会支持他们，让他们去学习。因为中港的教练等一下也会上来喂球，那个戴汉昭学长也是，他就是棒球队的学长是，以前也是很厉害的投手。
慢慢的，这个可能30-40岁的这些有在从事棒球运动的民众们，也都这个持续把他们对棒球的热情传承给下一代。是。而且以前那个年代就不会有像这种社区棒球嘛，你想玩还找不到伴。那现在是小朋友年纪相仿的，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就可以还可以组成球队，还有报名比赛，就很不错。对，现在转播平台越来越多。小朋友就是除了这个学校课业以外他会有一些对这个健康啊各方面啊，所以早上我已经有介绍过，就是团体生活，然后修养品性的这些有帮助的兴趣来培养，释放选手们的电力。是。好，这棒打成了滚地球，去前接到传一垒，有机会，接起来，碎啦，好球。因为像我刚刚早上我知道我的侄子，就是我表姐的小朋友，他现在也在百灵球场那边有一个社区比赛，也是棒球的，也是社区棒球，他是光复国小的社区棒球队。所以例假日其实我们就看到很多球场，不止大人打，其实小朋友打比赛，社区棒球也打得非常多。没错。一垒这边 save。这一场比赛李靖杰的接球又比前一场比赛稳定很多。这一局3个传过去都有接到，刚刚比较可惜是那一球他后来没有办法踩在垒包上面。好，打者是柯宏瑞。场边的家长说先跑就对了，就不管是界内界外。2颗球，还有3球的机会。柯宏瑞这棒把球打高起来，正朝着投手而去，遭到了接杀。哇！但一垒跑者没有回去，这变成了一个双杀守备。那翁德怀是移防去当投手之后，其实做得非常好，他的很多处理球都做得非常漂亮。再找上了翁德怀，接起来，漂亮，教练神调度。好，星野打进到场内，有机会上垒了，内野安打。场边应该有人跟他喊说：“星野不要刹车。”是。希望他绕过一垒之后是全速冲的。好，轮到陈景伦。陈景伦第一颗打成了界外。陈景伦这一棒打成了左外野的飞球落地。好，陈信言绕过2垒之后，继续往3垒冲，有没有机会获得这场比赛的第1分呢？陈信言绕过3垒，继续的往本垒冲，现在他会赢，哇！陈信言跑回本垒了。好，所以这个半局至少没有空手而回了。好，攻下了1分，一局打完4比1，中广国小暂时3分领先。欢迎再回到中港国小跟
光芒社区的比赛。中港是连打2场比赛。中港这场比赛其实像刚刚那个半局的手背都做的也还蛮漂亮的。对，我觉得接传都稳定多了。这刚好就在一开始手背的时候，教练的1961哦，神调度，一些位置换了人之后，刚好都有生意上。哦，这一棒打得很棒，游击方向，这球最后掉了出来。游击手是张佑凯，但是以他现在这个年纪哦，要看到从头上飞过来的球，其实也要很大的勇气。对。好，2个棒次都上垒。好，轮到林立了。林立这场比赛哦，打成了3垒方向滚地球。哦，3垒手，他是去踩3垒。对，反应也蛮好的，也知道说刚场上的状况是1、2垒有人，所以踩3垒是封杀。慢慢的就可以去导入说，我踩了3垒封杀之后，还有没有机会？脚步是站稳的，接下来还再传2垒或1垒这样子。对，好，李俊杰，这棒打蛮远的哦，中间方向，哇，球漏掉了，现在跑者要来跑本垒，李俊杰上2垒，第2位跑者上3垒。李俊杰可以跑得很过瘾，因为赛前后来跟他聊天聊了1、2句。跟我说他可以守外野，可以守1垒。然后我说你跑得快不快？他居然给我摸他的肚子。为什么要给你摸他的肚子？他意思是说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那么快，他可能跑太多他会累，但现在看起来跑得不错哦。对啊，回来得分了，跑蛮快的哦。李俊杰也跑回了本垒，攻下了这个半局的第2分，中港的第6分。垒包上面现在应该是空的。好，游击方向传过去，没有问题，抓到了出局数。这个球张佑凯处理得很棒。6比1，2分差距。打者是曾秉权，7棒打者。投手哦，陈景伦，哇，这移动范围很大哎。68号的陈景伦，所以施正哥前面就有看出他的天分嘛。说如果未来年纪再大一点，看转手外野的话，应该也会蛮不错的。我觉得他内外应该都可以。应该都可以。瞄准球，好不好？可以吗？不要踩中，OK。打者是郭敬尧，4号的郭敬尧。因为从他的挥棒，可能也是刚开始学棒球的感觉。他目前的目标应该是先学着碰到球。他转球棒啊，对他球棒其实转得蛮好的啊。他的控制球棒是在不同领域，啊。对，其实也可以参加1队。太快了啦，我还没有到啊。这球应该挥得比较早，陈炳宏。陈炳宏是第9棒，哦，打到球了。
陈景伦踩本垒，完成了这个半局。好，攻下了3分，目前是7比1，6分差距。好，欢迎再回到这场比赛。前面一个半局，中港是攻下了3分，所以目前是7比1，6分领先的光芒。哦，这个球打得很强劲，投手接到之后，哎呀，传一垒传偏掉了。以时间来讲，应该算是足够的。而且投手郭靖尧前面其实有看到他处理了蛮多这种投手位置的滚地球。是。打者是徐宇辰，徐宇辰这球又是再度找上了投手，传一垒。好，这次就来得及了。好，林子琪上3垒。下一棒是黄玉明，打到了左半边。好，第2球。没关系，还有3球的机会。哦，直接被家长接杀。他的挥棒是打得到球，我在看应该是他的2个手那个角度跟就是我们讲的打击，它有一个五角形的那个框架。那个要让它比较固定好，就等于这现阶段有的进入快的小朋友，教练可以帮他们找到，就是比其他同学更进阶一点的，让他们就直接去上升到下一个阶段。所以有时候带这种基层的教练最辛苦，他不可能每个人是同步的。好，是界内球，所以苏伟玉这个连着一垒的滚地球没办法上垒。陈柏宇的打击，最后是投手要来抢，投手反应也蛮好，接到球之后不是很仓促的直接传，他有先看一下场上状况。打者轮到的是第6棒的柯宏瑞。柯宏瑞打成了上空的飞球，投手掉下来，这球没有直接接杀。因为一垒跑者好像是没有跑所以传是不是2垒那边就封杀了？2垒那边就封杀了，因为一垒的跑者他可能刚觉得好像有可能会被接杀，所以他第一时间没有先跑。也不能说他错对。那个位置投手其实是有机会接起，没错，只是刚好投手漏掉。
这算是阴错阳差。然后这一场比赛光芒，我觉得他们2天下来到今天这一场，应该是终于累了。张佑凯这一棒打得很强劲哦，正朝着三垒手而去。三垒手这球的动作上后面教练就要跟他讲，那个是在腰部以上的球，所以要用上手接球的动作。是他刚刚腰部以上，他接的不顺，就是因为他用下手接球的动作。这就是最大的差别。就有时候选手就会想说，为什么我这样接很不顺，卡卡的？他自己可能处在那个迷雾当中，但走不太出来。有时候你身体不能站太直，你的膝盖要保持一个弹性，去调整那个高度。因为有的高度它就是在尴尬的位置，但你膝盖有调整高度的时候，它就会比较低的。那你蹲下去一点接，它就变成上手接球，就好接。所以这就是我很常，比方说看这个味全龙队的三垒手刘基宏，他在守备的时候他都会蹲低，然后会跳一下。就是应该跟世仁哥讲的是在调整高度有关。一个是那样子，另外你看到女垒或棒球的那个内野手，他那个速度很快他那个跳一下是因为有运科研究过，跳那一下完的往左右低拍的一个反应反应时间会比较短，所以是对他的手背是有帮助的，他才会这样做。对。轮到陈景伦，陈心妍上垒在一垒上，现在是满垒耶。陈景伦，这个半局也才攻1分，看看他这一棒能不能够帮助球队获得多一点的分数。陈景伦投手上空的飞球直接进手套，哇，遭到了投手直接的接杀。所以这个半局，因为最后这一棒陈景伦被投手接到了，所以还是只有攻下1分。2局打完是2比7，5分差距。帮忙。20下18上。欢迎回来。光芒社区在3局上半守备上面，其实也做了一点调动，应该就是让刚刚还没有上场的选手也可以来场上守备看看。哇，2个选手都跳起来，没有办法接到。2个选手也都想要去接同时一起跳。这个半局首名打者就上垒，又是打成了一个高飞球。好，这一次被投手接杀。好，滚地球。哇，抛2垒，但是速度慢了一点点，所以让1垒跑者成功的上到2垒。跑者那个头盔
跑离一垒出来2步就掉了，现在回去捡。对，刘宇恩。哦，这棒打得很强劲哦，哇，穿越了内野。那垒包上面应该跑者有得跑了。第1分回来，第2分现在绕过2垒，上到了3垒，有没有机会跑本垒呢？哇，要来跑，哇，但是很可惜哦，这边没有办法接到。所以击球跑垒员上到了3垒，那2分回来，比数形成了9比2。3局的上半，哦，这一棒打得很不错哦，应该是汪德怀，打得很棒哦，很扎实，所以再送回了1分。今天是感觉光芒慢慢体力2天下来哦，快要用完了。然后中港今天第2场比赛哦，跟第1场比有越打越好的感觉。他们是连打2场，中港应该说光芒其实是有中间休1场，不过因为他们是打第1场8点的比赛，这当然还有这种可能。哎呦，有没有打到哪里啊？是不是有打到脸吗？因为这个弹跳最后有弹高起来哦。虽然是软式球，但还是要看一下哦。帽子哦，还好，应该是帽子而已，没有打到脸。但刚那个球其实蛮惊悚的。我看一下刚这颗。哦，从他的帽子上面飞弹高起来，是，还好没有打到脸哦，不幸中的万幸。哇，一垒手要抓那个弹跳，好，还好后面有人去补位。好，那跑者现在准备要跑本垒，哦，心眼要小心。再回来1分。曾炳旋上2垒，打者轮到的是郭敬尧。棒子又握得更短。哦，不错，碰到了，而且碰进到场内。在界内，在界内，没问题。应该是裁判认为他有碰到，但现在教练有上来问哦。教练说没有碰到球，是不是最后哦？所以改判了。没有碰到球的话，他那就是自然滚出去，就是垒包前出界。对，因为守备员应该最后他是有放掉，他没有接起来，只是因为一开始很接近了。对，我看应该是说他想要去接，结果他没接到，然后所以也没碰到。是，哦，就这边。对，哦。他扑了个空，然后就旋出去了。对，啊，所以改判了，判界外。郭敬尧还有打击的机会。但是郭敬尧，因为现在打击区上面的应该是下一棒的陈炳宏。哦，还是因为刚那球应该是第5球了，有可能的。如果是第5球刚好打成界外的话，应该他就没有再打击的机会。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是第5球的话是界外，那当然也是出局啊。对，所以就换成下一棒的陈炳宏了。好，还有2颗的机会。第
4颗。哦，打到了，哇！但是正朝着手背远而去，遭到了投手陈景伦的接杀，打到手背最厉害的人那边。好，所以这个半局也是攻下了大量的分数了，应该最后确认是攻下了5分哦。所以比数形成了12比2。好，林子琪要站上了打击区。那光芒在前面2个半局都是1局只有各攻下1分。看看这个半局能不能够加油，是想办法突破中港的防守。哦，这一棒打得蛮高的，哎，从手套当中掉了下来。因为刚这个球他是应该一开始就把手套举高了。对，那个有一个基本动作是追球的时候，哦，吓我一跳。不是因为捕手他的回传球溜去了，打到了打者的头盔上面。乌龙球，哇，吓我一大跳。乌龙球。我看一下，哇，吓我一跳。我一个打者也被吓了一大跳。这个职棒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左打者比较常会被捕手丢到。那刚刚在讲那个，就是你小朋友在我掌握了球之后，或者说那个。大概我要往落点跑去的时候，我不要手太早伸出来。第一个会减速，第二个你的那个动态视觉平衡等等都会受到影响。然后你太早伸出来，你的动作可能会越靠近要接到球的那个 timing 的时候，你全身就僵硬掉了，那就反而会接不好。是，所以他应该要先跑到位，先跑到位，然后再把手套举高，这样。那个我看过像。有少棒教练在指导小朋友的时候，他就很有趣，他就叫2个同学跑差不多的，然后同时出发，可是呢，一个人手举起来跑，一个人就正常跑，然后等一下2个人再交换，让他们去体验一下。那手举起来那个，他就会觉得奇怪，我平常跟你跑差不多，手举起来真的还跑比较慢，那他就会知道，他就会理解这件事情。尾鱼右半边的滚地球，找到刺杀。对，施正哥举这个例子，就可以让小朋友更清楚知道说，怎么样做其实才会比较正确。教练跟他讲，要站得更靠近垒包一点，应该比较打得到。好 ，save。下一棒的打者好像不知道要换他了。
抓第一个球就出棒，打成了界内的滚地球，柯宏瑞。哦，其实可以跑3垒，但是没有跑，现在才要跑，还来得及吗？应该可以。这也是一个默契的问题。我看起来游击手他知道2垒可以封杀，但是2垒手完全没有进去到垒包附近。对。那他往垒包丢其实也没错，但是就是你人要过去接才有办法。好，2颗。因为现在也都是这场比赛预备选手在场上。是。哦，这棒打向了3垒方向，哇！3垒手这个球没有办法接到，那这个球要花一点时间了。好，急跑员上2垒。原来的棒次应该是陈心妍。嗯哼。对，好，陈心妍上来。好，打到球的下缘。垒包上面2个跑者。这个半局光芒不错啊，已经有攻下2分了，对，比前面2局的单局得分都更多。没错。好，第3颗还有2球的机会。好球，好球！陈心妍打成了滚地球，传向1垒，哇，传偏掉。1垒手没有办法接到，那这样垒包上面第2名的跑者回来，还滑下去，所以这个半球攻下了4分了，变成了6比12。所以新妍上2垒，打者轮到陈景伦第9棒。哦，这个远哦，陈景伦在界内。哦，那陈心妍现在绕过3垒，一圈，回本垒应该有机会。陈景伦应该要绕1圈了。1圈，对，这个不能跟他赛跑，你要这个一定是要用传的啦。这个用赛跑一定跑不赢的。对啊，哇，陈景伦，哇，跑回了2分了。哇，这个半局攻6分呢。哇，蛮不简单的哦。所以3局的后半，光芒是攻下了6分了。好，我们稍待片刻，待会回来。好，欢迎回来。比赛进入到是4局的上半，啊，现在时间还有5分多钟，所以第4局是可以完成的。是。好，抓第一个球就选择出棒，那2个防守员都没有接到，而且这球要一路滚到外野去了。激流跑垒员现在绕过1垒之后，要准备来上2垒。好，刘宇恩上到了2垒。比数现在是12比8，4分差距。简义秀，哇，打得很远的，蛮扎实的，但拉得比较早。
2颗都打成了界外。4局的上半，12比8，4分差。简一秀打进到场内了，投手接到之后传一垒，哇，一垒手也这个一只脚还要踩在一垒垒包上面。好，轮到林立。哦，林立这棒也找向了投手，投手再传一垒啊，但是球一垒手没有接起来。投手传的力道是蛮大的。对，前面的比赛就有观察到，所以他变成说现在的队友哦，你传的准的有时候可能没问题，稍微有一点不准的队友的反应时间会反应不过来。哇，所以这2球都是这样哦。这球是一垒手太早把手套合起来了，这球没有传歪，所以接球也是要特别练。是。哦，翁德怀哇，空中打，应该是已经有触杀了，因为他在界内把球给接起来嘛，所以最后是触杀了击炮员。那光芒这边教练就在抗议了。但是刚刚没有触到吗？所以刚刚应该是没有触到，所以现在就形成了满垒了。好，这个球最后球掉下来，那3垒跑者要来跑本垒，但是要传给陈心妍的时候，球传偏掉。好，封杀了刚刚要跑本垒的第2个跑者。是。所以李靖杰出局。教练闪得快哦。好，刘子彻，差一点点。下一棒打者没有注意到。还是下一棒有换人呢？所以是不是下一棒有换人哦？对了，4下。所以郭靖尧下换曾炳荣了。是。对，换1号曾炳荣。代打了。好，郭靖尧下4号的郭靖尧下换1号的曾炳荣上来代打。那场边的计时器时间到了，但因为现在4上攻，那后攻的光芒因为落后，所以还是要把4下完成。是。哦，打进到场内，这球曾炳荣打得不错哦，传一垒来得及吗？好球，还是来得及，出局 out。好球，好球。哦，这棒也打得不错，滚地球。最后陈景伦自己踩本垒，好，完成了这个半局。我们稍待片刻，待会回来。
场上比数是16比8，中港国小16比8， 8分领先。光芒前2局是各攻1分，不过第3局大有斩获，单局攻6分。好，第一棒打成一个滚地球，在右半边，那投手要过去可能就来不及。但是这个翁德怀的动作都真的做得蛮标准。下一棒是徐宇辰。好，再度找上了翁德怀，投手传向一垒，完成这个出局数，一垒跑者上2垒。对，防守的中港就是应该是不是拿2个出局就可以算获胜？对，因为一局最多就是攻9分嘛，是，所以现在一个出局最多攻8分追平，再一个出局其实只要再拿到一个出局，中港就可以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回得比较早。好，这棒打进到场内3垒方向，但这球来不及传了，也就不用传没关系。场边也在讲，再抓一个出局数。中港的应该加油团也在那边讲。苏伟玉，哦，苏伟玉用力打，教练好身手。好，林子琪回来，剩下的第9分，打者也没有抓到，对。也都还是有机会的，而且都还有机会追平。好，再抓一个出局数就有机会，来不及，哇，还是来不及传。会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吗？会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吗？哇，现在垒包上面全满哦。哦，这棒打击出去，柯宏瑞打成了一个滚地球，哇 ，out， 出局了。所以一垒往2垒跑的跑者出局。2垒手的反应还是要赶快哦，不是他手背放来的球，我觉得他没有同步知道2垒可以封杀这件事。就有一手知道，2垒手不知道的时候，他就没办法配合。对。再打成一个滚地球，当然3垒手一开始是有漏掉。那当然，目前以结果来说，中港雄战就确定可以获胜。陈星妍这棒打得很不错，好，滚地球要拼速度，哎呦，传过去，3垒手好像没注意到。这个就变成3垒手。刚刚在谈的是2垒手，这次是换3垒手，没有去意识到说球会传过来，这里可以有封杀的出局方式。后面的跑者也顺势跟进，跑者上3垒，然后陈星妍上2垒，所以即使现在陈景伦自己也跑回来，最多也就是攻15分。好，陈景伦这棒这个滚地球。应该说这个内野的高飞球1分回来，那陈星妍应该也准备要回来了。好，2分回来，14分。好，陈景伦要跑本垒，但是应该来不及了。好，所以比赛结束了。最后光芒社区其实在这个半局也是一个猛攻哦，应该也是攻6分。不过因为最后还是差2分哦，所以恭喜中港国小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场比赛再会，拜拜，拜拜。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欢迎持续透过我们的现场转播，一起来欣赏2025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棒球锦标赛。下一场比赛，华兴小学要来对上是敦化国小。这两支球队是在早上的比赛都率先获胜的球队，所以两支获胜的球队在这场比赛要来正面交锋。那我们比赛地点是在位于台北市大同区的迪化棒垒球场。这个迪化棒垒球场就在大同区了，在迪化街跟大稻埕附近。然后你搭捷运的话，可以坐到这个圆山站，然后再走路或是骑 U-Bike 过来。好，华兴小学这场比赛的先发，第一棒侯永顺，2棒廖焕峰，3棒张以晴，4棒洪永义。5棒廖弘毅，6棒吕杰汉，7棒黄成浩，8棒钟卫石，9棒是张以成。这是华兴小学的1到9棒。华兴穿的是白色的浅色球衣，这场比赛是先攻队伍。刚刚是不是有人练球的球跑到场内去？好像是，因为外野的那个全垒打墙外面哦，围起来的那里。有球队在热身或训练。好，这场比赛正式开始。打垒区上面的是侯永顺。回空，对，蛮可惜的。这次的打击5颗球，对，没有办法把球打进到场内。这场比赛其实先发里面也换了这个蛮多是第一场比赛的预备选手，所以让这个其他选手都有上来先发的机会。是。因为一开始刚这个右打者是左脚在后面，教练请他把左脚放前面。哦，接起来没问题。哦，这个一垒手的补救做得很好。这球有一点抛物线，但一垒手的身高算高，人高手长。李志德在这2天看他守一垒都守得还蛮不错的。轮到是张以晴。好，这个飞球哦，接到手套里面，守得漂亮 ，nice catch， 直接被接杀。直接被投手蔡炳汉给接到。打成了滚地球，二垒手接到之后小抛球传一垒。现在到目前守备是完美的哦。没错，没有一个上垒者哦。敦化在这场比赛的守备目前做得很棒哦。轮到廖弘毅，好，廖弘毅又打成了滚地球，但这次就漏掉了，所以廖弘毅是这场比赛的第1个上垒者。1个上垒者出现，好，吕杰汉，哦，这个球打得不错，吕杰汉3垒手反手接起来，但是因为他应该刚刚没有反应过来，就是跑者其实现在才待在2垒上面而已。他好像知道2垒、1垒都有机会，那发现看了一下都不能传哦，他干脆到3垒上预防对方如果有往这边来。
打者是黄承浩，7棒打者。这次有碰到球了，打成了右半边的界外。捕手还要追过去，去捡这个一垒的方向的球。啊，差一点点，因为5颗球了，没有办法打到场内去哦。没关系，下一次加油。好，中卫时，中卫时很有架势哦，可以选球啊，第1球放掉。敦化有机会，会不会一举上分数可以锁住？锁住呢？现在1、2垒有人，中卫时的第3颗球没有打进去，还有2颗球的机会。中卫时这一棒打成的是强劲的平飞球。那现在2垒跑者绕过3垒之后，他刚刚是不是第一时间没有踩到3垒哦？所以先回去踩3垒，再来滑到本垒，还好还是来得及哦。好，后面的跑者有跟进上3垒。中卫时上2垒，至少在这个半局是有攻下分数了，攻下第1分。90号的张以诚，23垒有人哦，他也是会选球的。第1个球他觉得太高，对，主棒最后有忍住哦。哇，这个球打高起来。赶快处理回来哦。对，好，第2分回来，第3分现在绕过3垒，回到了本垒。球，应该是要传本垒了。哎呦，还好，1垒手这个补救漂亮。好，所以结束了这个半局，我们稍待片刻，待会回来。好，来看到敦化国小的打线：1棒邱品浩，2棒邱品维，3棒陈炫妍，4棒季木，5棒肖许成，6棒林瑞恩，7棒蔡炳汉，8棒郭学泽，9棒是李志德。这是敦化国小这场比赛的先发。在前面一个半局，敦化国小是只有让华兴攻下了3分，而且前面其实到第7棒的时候都还没有让对方攻下分数。没错，这分数是后面7、8、9棒依序打回来的。好，一局的后半，轮到后攻的敦化国小进攻。第1棒是邱品浩，邱品浩跟2棒的邱品维应该就是兄弟档。那华兴在这个半局守备上面就先做调动，就是还没有守的时候就先做调动。好，第4球了，还有1颗的机会。刚这个第4球打完的时候，其实我就在观察，我就想说，以这个
社区棒球小朋友来讲，因为他们都知道第5球会有压力进去，嗯，就要出局了，对对对，所以我在想说，这个成功率有多高？就是他们那个压力不是3振，是那个第5球自己能不能掌握住这件事，有没有机会打进到场内这件事情。因为我想选手也都知道，这个第4球的压力是很大的。好，轮到陈炫妍。因为这场比赛也是有4个第一场比赛的预备选手上到先发。哦，这球打得强劲，中线还差点打到了教练。好，那绕过1垒之后，场边跟他讲回去，但是他要跑2垒，哇，他正朝着守备员而去啊，遭到触杀。因为他回1垒其实就可以躲过了，但是他可能还对规则这些还要再了解一下，所以教练赶紧把他抓过去。是，因为当下他一定很混乱，上1垒之后好多声音哦，到底要听哪一个？好，轮到季木，季木也是第一场的预备选手，也是可能还处在刚学习棒球的阶段。哎呦，季木，他是有碰到，但好像应该是手碰到球，然后打成了界外。好，季木加油！教练就跟他说看球。这场比赛比较多打者，看得出来应该都刚开始学没有多久。对，所以还在学习着那个挥棒的感觉哦。这球就打得漂亮了，萧许成，哇，这球掉下来要滚到外野去。萧许成先绕过1垒之后要来跑2垒，好，成功上到了2垒，没有问题。好，敦化国小现在攻占到2垒。应该是又有球跑进来了。对，隔壁场练球的同学球不小心飞进来。打者是林瑞恩，打高起来，哇，这个球没有办法接起来。那2垒跑者要准备上3垒，而且绕过3垒之后要来跑本垒，哇，最后其实很常看到，对，要赶快去捡哦，因为后面的跑者急流跑垒员上3垒了。这2天也观察到蛮多球，就是像这种内野手要跑进本垒，然后要传球的时候，通常都没有办法传得比较准，是，因为也是在有压力之下，因为跑者就已经要准备冲本垒了。这球蔡炳汉打得漂亮，好，跑者回来没有问题。好，蔡炳汉现在跑到3垒去停了下来。刚刚敦化休息室有热心的板凳同学，冲很快，冲出来捡球棒，对，结果差点干扰到自己的队友，还有手背也有可能干扰到，所以裁判有提醒他哦，因为那是比赛进行中，是，也真的蛮危险的。这个半局目前敦化得2分。郭学泽跟李志德这2棒就是算敦化的强棒。哇，郭学泽这棒把球打成的是一个高飞球，守备员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接到。好，那追平分，第3分回来。好，最后1棒了。李志德
李志德这一棒打到右半边，是一个车步边的安打了。那现在郭学泽绕过2垒之后，准备要来上3垒，而且2个外野手都要去追求。这个右外野比较深远，这应该是可以回来得分。对，郭他学泽自己都可以回来。李志德也跑回了本垒了，所以这一棒直接打2分，所以也把超前分打了进来了。一局打完，敦化国小5比3，2分领先。欢迎回来。好，一局打完，2队是2分差距。后攻的敦化国小也是攻击的得分都是在后段棒次哦，尤其他们的7、8、9棒，就2队看起来都是前段棒次，可能都是刚开始学习棒球的同学。好，这个球最后炫出了界外。挥的还蛮大力的。对，这球打击出去。好，吴承阳上垒。好，第一棒上垒了。现在应该是叶红军了，所以第2局就让预备选手也上来。哦，叶红军打进到场内了。好，这个球要传2垒 ，safe。这个想法蛮好的，要抓前卫跑者。可惜2垒这边呢，把球确实接到。好，2局的上半落后2分的华兴，这半局前面目前是有2个跑者上垒。打者是张以晴，3棒的打者，所以前2棒都有机会都上垒了。好，张以晴，哦，最后在界内捡起来，哇，那现在形成满垒了。哇，这是华兴这场比赛很好的进攻半局哦，落后2分，打杂轮到洪永义了。而且场边华兴的休息区气氛蛮好的，因为满垒了。好，2球，还有3颗。哦，洪永义这个球把球打高，但是直接被接杀。这种高飞球要回去。对。郭学泽守得漂亮啊，有几手直接跑过去。好，轮到的是廖弘毅。
打哪里？比给教练看。红衣打哪里？好。廖弘毅好像都看到那个球高起来，他想要去追，但是出棒的时候球就掉下来了。哦，这个球就打得漂亮了，节奏做好，跟起来。对，好，这个球因为一垒手要用触杀的方式，哇，漂亮，所以触杀了，最后要跑本垒的选手。下一棒轮到吕杰汉。场边的选手真的要注意哦，像刚刚有帮忙捡球棒的同学哦，他其实不是这场比赛的场上的选手，但是他去捡球棒的时候不小心被球打到了。场上这个小白球不长眼哦，要多加的小心。华兴是不是要换人？打者人上一分换。97号97的廖宏瑞，同学很专心哦，没有注意到旁边老师在叫他的名字。好，廖宏瑞，这球打成了界外。廖宏瑞也是有先抬腿的，哦，漂亮！这球打到场内去，一垒手接到之后要准备用触杀的方式，所以他两手护球的这个动作，一垒在冲一垒的跑者的时候，速度很快，所以李志德他的接球很好，而且场上的这种算基本动作他都学得蛮好的。打者是中卫时，然后打到球的下缘，球旋出了界外。第3球，还有2颗球的机会。哦，中卫时把球打高起来了，但是直接被没有，球掉下来，所以传一垒来不及。跑者在前面的是2、3垒有人，然后1垒也有人，所以满垒了。好，4比5。哇，张以诚，第一个球他可能觉得太高了，选掉。张以诚这棒把球打成的是3垒方向的平飞球，直接进手套，遭到了3垒手接杀。哇，所以这个半局哦，最后只有攻下了1分，所以2上打完4比5，华兴1分的暂时落后。
比赛要进入到2局的后半，所以前面一个半局，2局的上半，华兴最后满垒，但是9棒的打者打了一个3垒的高飞球，最后遭到了接杀，所以前面一个半局是只有攻下1分，目前5比4，敦化1分的暂时领先。这球在界外吧？应该是在界外的。好，再打成了一个界外，这是邱品浩。第3球了，还有2颗球的机会。好，不错，打进到场内了。传一垒，传偏掉。好，那现在邱品浩要绕过1垒之后跑2垒。好，继续跑。他其实第一时间有减速的，但还好还是来得及上3垒。刚刚这球失误的发生哦，主要是接球完以后的那个起身连贯的动作，这个也是要慢慢把他会接球、会传球以后带进来，就配合他的那个脚步，所谓的垫步的动作。跑者在3垒上，打者现在是邱品维。无意邱品维有碰到球，好，内野手接到之后3垒传1垒，好，接得漂亮，但是3垒的这1分回来，攻下了这个半局的第1分，邱品浩跑回了本垒。陈炫妍的打击，他的球棒哦，可以握实一点，然后还有就是，其实这个早上伟林有问哦，他们怎么开始？其实从球棒正确的握棒基本的动作，包含指关节是哪一个关节对齐哦，这都很重要。是，你的手掌卷起来的时候，你的手腕就会有一个自然的角度，你的挥棒的比较好的轨迹跟平面那个动作就会出来。所以握得比较虚哈。好，打在棒头上，打进到场内，1垒方向的滚地球，1垒手接到之后自踩1垒。好，6比4，2分差距。垒包上面现在应该是没有人哦。好，3垒方向的内野滚地球，3垒手传1垒，1个半斗，哇，传偏掉。但急跑员是只有停在1垒上面，他没有跑哦。哇，现在才要跑，还来得及吗？好，还是可以。他是不是跑？他没有往2垒，没有往2垒跑，他切西瓜。他切西瓜。他应该是刚刚情急之下，不太知道说，其实应该要去踩2垒。我刚刚差一点怕他跑成美式足球。对，他突然绕了一圈哦，变跑疯了。没错。那可能太紧张了，他这在1垒上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说他，哇，这球打得很强劲，差点打到教练。哇，又是这样，传偏掉，传到死球区去了。好，所以急跑员应该只能停2垒了。是2个垒包。好，轮到瑞恩，林瑞恩。
教练就跟他说全力挥，用力打。哦，林瑞恩这球打得很用力，哇，滚到了外野去了。好，那现在垒包上面一个跑者绕过3垒之后跑回来，林瑞恩上2垒，哦，真的打很远，而且又发生了传球失误，是林瑞恩上3垒。教练在争取的是，刚刚应该是传3垒的时候，因为有传偏掉，所以争取是不是有传到死球区，看能不能够让3垒跑者直接回来。打者是蔡炳汉，7棒打者。2颗球。3颗，好像都打到球的下半部。蔡炳汉拉回来，形成一个滚地球，传1垒，没有问题，完成了这个出局。不过3垒跑者回来，攻下了第8分，这个半局的第3分。轮到郭学泽，现在垒包上面是空的，8比4， 4分差距。哇，郭学泽打得强劲，但形成了一个滚地球，传1垒，完成了这个出局数。好，李志德，第9棒。哇，李志德这一棒把球打成的是右外野方向的深远飞球，在右外野手面前落地。那右外手第一时间处理球有点状况，那中间要做回传。李志德现在已经准备要绕过3垒，教练要抠本垒，这球应该要来拼速度了，滑回来没有问题。李志德跑回了本垒，攻下了分数。好，结束了2局的后半，敦化国小的进攻，我们稍待片刻，待会回来。好，前面一个半局，敦化国小是攻下了4分，就2局打完之后，后攻的敦化国小目前是9比4，9比4，5分领先了华兴。所以这个半局的守备上面，敦化国小就做了一点调动，也就在慢慢把领先的分数在扩大之后，也让预备选手轮流上垒。好，正朝着3垒手而去，3垒手，哇，这个球有点烫，第一时间没有捡起来，再传1垒就来不及。
哦，这球打得不错，打进到场内，叶红军，好上一垒，一垒跑者上二垒。轮到张以晴，3棒的打者，华兴其实也才落后5分呢，还有机会的。 2颗球，打成了中线的滚地球，传一垒，一垒这边出局。哦，野手这球真的接得漂亮。尤其这种弹跳球，对现在这个年龄的小朋友来说，其实手背上面是有难度的。 2垒跑者上3垒，轮到的是4棒的侯永义。侯永义拉回来，形成了1垒方向的滚地球。哦，又是1垒手。对，又是1垒手来处理了。1垒手李志德，这2天的守备都做得相当到位。 廖鸿毅，还有3颗球的机会。再来，要全力挥棒，很好哦。 3颗了。第4颗。哦，有压力哦。对。这种时刻，第4颗应该选手就更紧张。是。哦，第5颗打进到场内，打得不错了。传1垒，哇，守的也很漂亮。 这个游击手补救的非常好。李杰汉3垒方向的内野滚地球，3垒手接到之后传1垒，距离蛮远的。 其实这种1垒的一弹跳球，真的也是蛮有难度的。对。平常我们以前看职棒，看那个高国庆啦，然后腊八哥啦，然后朱玉贤啊，还有守1垒都守得很简单。队友会尽量传过来到好的位置，但不是每一次都有办法，因为有时候要赶时间，所以难接是在那种太早或太晚落地的。又打成了滚地球，直接传1垒。 李志德真的守1垒对球队非常的安心，不管什么球他都会想办法能够接就把它接起来。5比9，华兴目前还有4分落后，跑者在2垒上。中线的滚地球，有一手传1垒，哦，传得漂亮。 郭学泽连出力2颗球，打者是张以诚，9棒打者了。这个半局目前华兴是只有攻1分的哦。张以诚3垒方向，哇，球掉出来啊！那3垒手没有第一时间接到，再传本垒。 所以这个半局攻下了2分，目前3上打完，目前是6比9，3分的暂时落后。
比赛进入到3局的后半，场上比数目前是9比6。好，传一垒，哇，传高掉了，传太高了，一垒手完全没有接的机会，所以首名打者就上垒，而且现在就直接上2垒了。邱品浩，而且绕过3垒之后，现在要跑本垒，所以这就是这个刚刚世恩哥才讲说，在处理球第一时间没有处理好，后面怎么样来弥补？对，让球停止下来，跑者就不会一直绕。这个失误就直接跑回了1分。华兴的3垒跟游击交换是。好，打者是信宇。信宇打进到场内，游击方向滚地球，哇！刚换从3垒移防游击的选手就漏掉了。跑者在1垒上，打者是沈玉明，103号。2颗球。10比6，4分差。沈玉明3颗了。玉明准备早一点，早点出放。教练跟他说，准备的早一点出放。早点出放，再出放。这次又比较早了。因为目前这个刚学的棒球阶段，目前只能听着教练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可能还没有办法及时的反应。另外就是这个，即便是这样抛这么慢在你要打到动态的球前，挥棒轨迹的固定，其实打替座很重要。替座球就放在那里，才能把你去一直固定下来，接触到球那个面那个高度可以找到。所以这就是练习的重要性。打者是吴子睿，82号。吴子睿这棒打高起来，越过了守备员呢，在外野手面前掉下来。1、2垒有人。3局的后半，1、2垒上面有跑者。这棒打得不错，打进到场内了。处理球传1垒，好，还是来得及。轮到林瑞恩，半局目前攻下了2分，跑者在3垒上。哦呦，林瑞恩拉成了中线滚地球，哇，这个滚很远，滚很远哦，打得很强劲，而且林瑞恩应该也有机会要自己跑回来了哦。现在准备要上到了3垒，所以中间的卡斗球出现状况了，所以林瑞恩就准备要跑回本垒了。
敦化在这场比赛前2局攻下了这个4分以上，其实蛮多的时候都跟刚刚这球的状况蛮类似的，都是因为传球的时候后面伴随着几次的瑕疵。是。轮到7棒的蔡炳汉，13比6，7分差。3局的下半，第3颗了，蔡炳汉。第4颗了，压力来了。哦，蔡炳汉这球在只剩1球哦，没有办法打出去，就可能要出局的情况下，敲出了安打，而且咬得很扎实。郭学泽打成了一个内野的高飞球，哇，弹出来。好，其实踩2垒就有机会了。好，封杀了1垒往2垒跑的跑者。轮到第9棒喽，李志德。他踏上打击区的这个动作，感觉 slow motion， 蛮潇洒的。主审跟捕手说站后面一点哦。李志德的打击，李志德是3年级。哦，这一棒打到了右半边，哇，那这个球滚到了要到全垒打墙，那有可能2分都要回来了。前卫跑者现在绕过3垒之后，准备回本垒，他自己都还会继续跑啊。对啊，李志德继续跑。哦，插下去 ，safe。所以这个半局攻下了6分，3局打完15比6，大幅度领先了华兴国小。2-2有要开吗？老师，这个再上场第1棒。是哦。时间到了。知道。好。好，那要打一次，好不好？再上场。只要。这个球队华兴目前是攻下6分，所以差9分，所以只要有一个出局数，确定分数不会超过，就会比赛就会结束截止。对，因为1局最多9分嘛，只要有一个出局数，就华兴就没有办法这个攻下追平分了。所以第1棒就很重要了，只要这一棒出局，其实比赛就结束了。好，3颗球，还有2个球的机会。哇，4颗球，
把握机会。好，那没有办法了，5颗球没有办法打进到场内，所以比赛结束了。恭喜东华国小这场比赛15比6，在打完4场之后就赢得了这场比赛。感谢您的收看，下场比赛再会，拜拜。小朋友这边排队来。来，谢谢球场，大声一点。哎，看哪里，快点排一排。不要再逛，去外面，快点。去外面，好。没有，他们拍照。快点，来，回的给我。这是第一场。谢啦。下一场，你们再下一场，哦，你们再下一场，快一点，你们再下一场，再下一场。OK， 好。而且你们都等到这个，那个爸爸帮他拿一下，你再拿一下。我们这一场，他们下一场，因为他们吃饭。别害，对，爸爸帮他拿一下。挑拨，他这一场他吃饭，都做了1次。别害，对，这是他们说他们要吃饭，第二，第三，你看这一场 MVP。
少次行功了？多少次行功了？啊，打不过这种啊。现在在打 U， 还没有。谢谢。好，先牵手。哇，你的 UT 耶！哇，
对对，那个是，我差点知道。我这样比较凉啊。快一点呐！领线快一点呐！你干嘛？23太慢画出来了，画出来就能接到。人家就在23，就只有你在那边这样在干嘛？23，不好笑了，要比赛了，快了。后面其他队的。不到那边了。太慢了。我不知道球的哪一边，右边还是左边？左边了，你要做23，还到球的左边了，是不是先到右边23，刚好在中间？对了，还有23下去，不要直接过来，23脚步对了，他不要过下去，对了。看球啊！好，加油！不要这样子。
啊。没有，其他都还好了，应该就河马而已。对啊。没有啊，规模太大了。来，出来准备100列队。那第二场1海，第二场1海。来，进来，等一下。后面的，回来一点，后面的。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欢迎继续透过我们的现场转播，一起来收看2025年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棒球锦标赛。今天的下午场的比赛，第一场比赛魔法师要来对上的是 WHB 队。那我们今天的比赛呢，持续会在位于台北的迪化棒垒球场，会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的服务。所以稍后这场比赛呢，先攻的将会是魔法师队，然后 WHB 则是要先守。魔法师的打线，1棒是谢家瑞，2棒花范轩，3棒尹之堂，4棒单以曼，5棒李仲渊，6棒蔡炳瑞，7棒汪亮和8棒蔡宏佑，9棒是曾开宇。这是魔法师队的阵容。这样的话，这一个对战算是同门的对决哦。对，应该他们是同个体系的。对。而且下午的实力应该就会，应该说下午的比赛哦，这几队其实就都是学习棒球比较久的队伍了。是，应该会有更多精彩的画面哦。来，坐起来。好，这场比赛要准备开始了。对，第一棒看到他就有选球的动作，要不然5颗球哦，你对自己后面打会没有信心的，你不大敢说一开始选球哦，反方向界内球。对。所以应该是真的对自己的打击还蛮有信心的。然后你看这个他都回来的准度有，所以边线的他也上不了2垒。基本的棒球攻守的一些样子慢慢浮现出来。1棒的谢家瑞就上垒，下一棒打者是花范轩。两队算是师出同门哦，同一个体系的。好，这个球要传2垒，好，2垒应该是出局，封杀了。所以现在这两队应该说下午的比赛，就各队都是学习棒球比较久，是，所以攻守两端就可以，这个我们有更应该说就会用更高标准来看待他们。捕手这个是比较有难度的球，它就是要跑到定点之后还要转过来，没有办法来得及，不要碰，让它出去。这个在少棒的比赛也常见。哇，3垒方向的强袭滚地球，最后滚到了左外野手面前了。好，形成了1、2垒有人，1垒跑者上2垒。那现在的打者就是单以曼了，这是女同学，昨天对她打击也都印象蛮深刻的。哇，单以曼打第一个球，内野上空的高飞球，好，滚出去了，出来了。因为这个比赛没有这个 infield fly 的这个规则，
所以刚刚也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宣判哦。对。哇，单一曼这个球打得强劲了，没有直接接杀。那这样二垒跑者上三垒，哇！而且三垒跑者现在准备要来跑本垒，哇！回传球没有办法接到，所以第一名跑者回来。我这样看哦，应该可能可以考虑就是本垒这边，你可能像这个前面的比赛有好的一垒手，就是接球重要的位置这边还是要做一些想法哦。安排接球能力比较好的球员。刚刚这个球其实有接到的话，应该本垒可以出局哦。对。好，这球打到外野了，在中外野手的面前落地，啊，中间要做卡斗。好，再1分回来。一局的上半，现在魔法师队展开了他们的攻势。哇，这棒打得强劲，形成了一个强劲的滚地球。蔡炳瑞在后面有几手补传一垒手接也都没有问题。你看到那个跑者急跑人出去马上加速的那个感觉哦，真的很不一样。轮到汪亮和，打成了一个软弱的滚地球。传三垒来不及了 ，save。那垒包上面都满了，形成了满垒了。轮到的是蔡宏佑，蔡宏佑哇，打到教练了哇！那这安打没有，这要重打，算界外，打到教练了。可以打4次教练，最后再安打就好。哎，怎么这么坏？所以这应该是施正哥你第一时间想法。我那个这个年纪的话，我就是会这么调皮。这一棒把球轰到了中外野方向，真的跟休息室的家长讲的一样，会清垒哦。对，所以第1名跑者回来，第2名跑者也回来，第3名跑者绕过三垒，现在要中间做转传，没有，好，没有跑，所以第3分停在三垒上，这是一支2垒安打，2分打点。轮到曾开宇，现在4比0。曾开宇在选球，选了2颗球，很冷静啊。对，他知道自己还有3球的机会。曾开宇三垒方向的滚地球，三垒手接到之后，对角传一垒传高了，那这样1分回来，第2分也准备要回来。曾开宇绕过2垒之后，好，要继续跑。好，但刚刚应该是进到死球区了。好，刚刚应该是。对，应该是有刚进到死球区了。是。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死球了嘛？先软件牙死球啊嘛？有死球啊你？有忙了。欢迎回来。WHB 的打线是1棒张成瑞，2棒石怀元，3棒蔡和妍，4棒 Oliver， 5棒黄奇玉，6棒郭品旭，7棒郭宣成，8棒张伟杰，9棒是邱宇辰。好，这是后攻的 WHB
先发的1到9棒。前面一个半局，魔法师也是冰冰冰冰，先攻下了7分的大局。打成了滚地球，传一垒，因为是传偏掉，所以一垒手的脚已经完全离开一垒垒包了。但一垒手还是很拼哦，让这个球没有让这个球漏过去。嗯。一垒有人。哦，三垒界外飞球吗？哎，没有在界内。哇，是在界内落地的哦。所以一垒跑者现在绕过2垒之后要跑3垒。好，一垒跑者对于这个球很好的判断。嗯。没有任何犹豫，很确定知道它是一个接不到位置的球。对。所以张承瑞上3垒，施怀源在2垒上。蔡和妍2颗球，蔡和妍打成一个高飞球，外野手追过去，哦，是有进手套的，被外野手接杀。这2天是不是这一球是接的最稳定的一个外野接杀？嗯，你这几天看到打到外野的几乎很难直接被接杀的。好，轮到的是 Oliver。哇，这个球打得相当的强劲。他跟昨天比赛有做修正哦。昨天我转播到他的场次，他切到球比较多。今天这第一个打席，这个阿达里很好。对。所以 Oliver 的这支安打带有着2分打点，在1局的后半把2分打进来。下一棒是黄奇玉，右半边的滚地球穿越形成安打。这个还有打出这种1、2垒间穿的，这个如果将来他们学的那个打跑打的时候就很漂亮，它不会是只有1、2垒有人，它会变1、3垒有人。昨天是不是就是 WHB 这边有打者是那种可以打很远的，然后也有inside out做的很好的？对，刚刚这一位应该就是那个inside out做的很好的。对。还有包含像这个99号的蔡和妍也是哦。对对。好，中线的滚地球。哎，跑2垒这边没有接到，可惜了。对，那这个失误有可能就要继续掉分了。Oliver 回来。对，这就是不是跟前面的比赛说2垒手没有进去，2垒手知道要进去，但是移动之间这个还是要靠一些训练量的累积。嗯。好，3比7，追到还有4分差。哦，好罚球，这打得很好，但是直接进手套，被守备员接杀。就以他的这个身材哦，这球打得真的很漂亮。没错，哦，这球打得相当远呢。这是13号的郭宣成，7棒打者。张伟杰这一棒应该是没有直接接杀，因为球掉出来了。好，那2垒这边是有封杀，不过要传1垒的时候传偏掉，而且传到死球区去。对，这样现在应该是2、3垒有人的状态。2、3垒有人。应该是2垒有人，2垒有人，对，2垒有人。轮到9棒的打者邱宇辰，好
邱雨辰这个3垒的滚地球，就接到之后触杀了跑者，结束了这个半局，我们稍待片刻。来，多球。来来啊！好，一局打完，魔法师是7比4的3分暂时领先，所以两队的攻防哦，在第一局都还蛮有水准的。是。目前是3分的差距。谢家瑞游击方向的平飞球直接遭到了接杀，游击手是蔡和言，这球守得漂亮。华范轩滚地球，投手接到之后传一垒，完成了2个出局数。投手是郭宣成。前面2棒谢家瑞跟花范轩没有办法上垒。打者轮到的是尹之堂，尹之堂，捕手想要去直接接杀，差一点。因为在这个7米线的区域内，算界外重打。尹之堂内野上空的高飞球，接起来漂亮。直接被游击手接杀，哇，3个出局了，应该说3个人次没办法上垒了。轮到的是单以曼，4棒打者。场边休息区跟单以曼说挥太快了。3垒的界外飞球，看这个球的落点在界内，在左外手面前掉了下来。所以单以曼是这个半局魔法师队的第1位上垒者。轮到的是李仲洲，李仲渊啊，李仲渊。第1个球打成了界外。李仲渊中线的滚地球，最后游击手踩2垒封杀了1垒往2垒跑的跑者。游击这个反应也很快，很少看到这个年纪的选手有这样的动作。这中间几乎要穿越哦，拦住踩垒包，至少这个2垒先抓到1个。是抓到前卫跑者，这我看是不是传2垒？对，3垒方向的滚地球没传好，没有传好，这个就真的是没传好。好，没有传好，而且一路要滚到了右外野去。现在跑者要准备跑回本垒了，跑者在2垒上，所以魔法师队在这个半局先攻下了1分的分数。跑者在2垒上，高球高飞球考验3垒手没有问题，接得漂亮。
汪亮和的飞球给直接接杀。三垒手是邱宇辰。二垒方向的滚地球，第一时间没有接得很干净。好，中间做回传。好，轮到曾开宇了，最后一棒的打者。半局目前攻2分，内野上空高飞球接到手套里面。 结束了这个半局，2局的上半，魔法师是攻下2分，9比4，5分领先。好，刚刚2局的上半哦 ，WHB 是只有让魔法师攻下2分，所以现在只有5分的差距哦。看看第1局攻4分的 WHB 在这个半局能不能够有机会把分数给追平。好，首名打者现在绕过1垒之后要跑2垒，好，那停在2垒上面，所以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哦。张成瑞。 下一棒是石怀元，背号2号。3垒的高飞球，哇，刚好越过3垒手，在他的身体后方。那现在前卫跑者张成瑞绕过3垒之后，哇，要跑本垒，但是球掉下来，所以没有直接的触杀，这1分回来照算，攻下了第5分。早上的场次有讲到哦。 接球的稳定性很重要，尤其是你必须要后续还有一些触杀动作，在3垒、本垒这些常见的位置的时候，因为就是怕会被跑者给撞掉，就像刚刚那个 case 一样。而且刚刚其实还没有太多的身体碰撞，没错。 蔡和言。 高飞球，哦，被左外野手给接杀。左外野手是曾开宇，直接把这个飞球给接到。对，这场比赛我们就有看到不止一次，外野手可以把飞球迎面而来的飞球给直接接杀的，而且它是有移动的，然后最后是稳定的动作接杀出去。Oliver 这场比赛的2次打击都打得很扎实。 奥利弗现在应该有机会要来跑2垒了。好，前卫跑者回来，攻下了2分，6比9，剩3分落后喽。最后有忍住，没有出棒。拿着是第5棒的黄奇玉。 拉成了一个滚地球，有机会传哦，传1垒，哎，还是来得及雷审判出局。有接在手套里，脚也没有脱离1垒垒包。虽然没有那么的准。2垒跑者上3垒。 打成了一个高飞球，郭品旭上到了1垒。
然后 Oliver 回来。WHB 慢慢在追哈。对，攻下了这个半局的第3分哦，慢慢追了。打者是郭轩成，这棒打得不错哦，又是德州安打，掉下来又是德州安打。以他的体型来讲，他可以把球棒控制成这样，蛮厉害的。平均打58。不是，你打6号，我们打6号。6号。好，换6号。哦，这个球打成了右外野方向的飞球，欧巴了。哇，那现在要形成了长打了，那这样应该有的跑了。好，一个跑者回来，第二个跑者停在3垒上面。昨天就有类似的球啊，打得真的很远。对。这是王宇希。 好，3垒方向的滚地球最后穿越了，形成一支安打。那现在1分回来，第2分绕过3垒也准备要回来了。应该是先回来的。哎，刚去追3垒，但其实应该踩本垒就可以了。好，这个半局是攻下了6分，所以10比9，现在反倒取得了1分领先了。厉害哦。好，所以2局打完，现在变成后攻的 WHB 反倒取得领先了，10比9。谢家瑞游击方向滚地球，反手拦截下来之后传1垒，差一点点，对，差一点点。不然这个反手跟背力都是好的。哇，很不简单呢。所以这个有时候在转播还不到职棒，但差不多是青少棒、青棒的时候，就会说你有时候在选手的位置安排上，捕手跟一垒手这2个接球很重要的人，有时候你还是要排很强的。他们只要多接到2、3颗球是关键的，这场比赛可能就赢了。对，华范轩这球滚出界外。打了2个界外。3个界外球，但是没有打准啊。中线的滚地球，
踩二垒，封杀了一垒往二垒跑的跑者。下一棒是尹之堂。 第一个球先选择放掉，尹之堂打成了一个内野的高飞球，被二垒手双手接起来。二垒手是郭品旭，直接把这个飞球给接杀。 单以曼，外野的高飞球，左外野手接起来 ，nice， 直接接杀。应该是今天第2位外野手，跟刚前面的不是同一个人。对，两个人总共接了3颗。对，不简单哦。中右外野方向的深远飞球落地要形成安打了。在一垒跑者绕过二垒之后，要决定跑3垒。3垒上面有跑者，李仲渊在2垒上。下一棒轮到的是第6棒的蔡炳瑞。蔡炳瑞，好球！ 强劲的平飞球越过3垒手的防线，中间要做卡斗，第1分回来了，第2分，但是在本垒前面遭到了触杀，所以李仲渊没有办法跑回本垒哦，在本垒前面遭到了对方的触杀。这个防堵这一球防堵的内外野联防转传哦，都很到位，才有办法抓得到。很精彩的一次防守哈，而且是把对方的超前分给挡住了。 所以两边变成了10比10的平手，游击方向平飞球直接被接杀，二垒跑者也及时回去。所以两队真的打得很激烈哦。下一棒是蔡宏佑，8棒打者。蔡宏佑抓第1个球，选择出棒，中间方向的高飞球，但是球掉下来了，中间要做转传。 这个球哇，再被触杀掉 ，out！ 但是球掉下来了，球掉了，球掉了，球掉了，是。好，主审判的是最后因为球掉下来，所以得分有效，第11分回来，魔法师再把超前分给拿回来，看一下刚刚这颗，这个攻防哦，虽然有到位了，但因为球最后掉下来，没错。 跑者刚刚那个跑垒也是滑垒，也确实哦，替自己替球队争取到机会。对，好，曾凯宇的高飞球遭到二垒手的接杀，也结束了这个半局。我们稍待片刻，待会回来。好，是1比10，
魔法师再把领先给拿了回来了，但是3上他们是攻2分。好，这个滚地球最后穿越形成了一支安打，而且球要一路滚到了外野，靠近全垒打墙的地方了。所以张成瑞也是又上到了得点圈哦。是。3局的下半。石花园，哎呦，这个滚地球2个人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直接接到。好，那这边听到教练的指挥哦，反而不照进了。1、3垒有人，现在就是要多拿一些分数了，去制造更多的领先，然后看看领先到对方等一下时间到，然后没不够的出局数追。对。哦，蔡和妍左外野方向，但是正朝着外野手而去，被左外野手给直接接杀。昨天就对蔡和妍印象深刻。好，看一下，刚刚蔡和妍这个球打成了左外野方向的深远飞球，打出去很吓人，但正朝着左外野手而去。这是不是 PCA 手在这边？好，掉下来。好，再传2垒，这转身也不错哇，这个转传对，相当的精彩哎。虽然没有抓到出局哦，但这我就说了，下午的比赛看一下这些小朋友的那个打棒球，而且是朝专业开始的那个雏形已经出来了。对啊，哇，而且他是身体其实离垒包相当远哎，直接大转身，然后甩向2垒。好，强劲的滚地球。那应该要抛3垒，但是球传偏掉了。好，那现在要触杀，那跑者要跑回去 ，safe， 球掉下来 ，safe。哇，垒包上面全满哦。3局的下半。11比11的平手了。好，这球打成了是中间方向的飞球，所以郭品旭的安打了。第1分回来，第2分现在绕过3垒之后，也准备要回来了。好，跑回了2分，13比11。第2垒上面续战跑者。郭轩成，这个滚地球游离手接到之后抛，传3垒 ，safe， 因为球又掉下来了。结果今天还是有发生一些接球的瑕疵啊，造成那个出局没有收干净，那这样子分数就还会有变化。好，打者是王宇琦，应该是第8棒。王宇琦把球轰向了天空，一垒手，没有办法直接接到。好，传2垒，2垒这边是有封杀。好，但刚刚第14分回来了，所以1、3垒上面都还有跑者。轮到的是第9棒的邱宇辰，14比11。打成了一个高飞球，好，游击手接杀。好，结束了这个半局，我们稍待片刻，待会回来。
好，这场比赛是激战了。好，谢家瑞打第一个球，这个滚地球传上一垒来不及。4局的上半了，现在的比数是14比11，3分的差距。对，主要看魔法师在这个半局可以攻下多少分数。是。好，3垒方向，哇，平飞球没有直接接杀，没有直接接杀，一垒跑者上2垒。因为以现在时间来讲，大概剩10分钟左右。所以事实上有可能是魔法师这场比赛的最后一个进攻半局，因为4上打完，如果打到4下一半的时候时间到了的话，如果 WHB 领先的话，比赛就结束了。快跑快跑！好，强劲的滚地球，投手要来传一垒，完成了出局数。那跑者现在续战2、3垒。这一棒可以好好掌握一下哦。好，现在的比赛下午的场是复赛的大联盟组了，其实就是决赛了。对。好，轮到单以曼。单以曼目前是2颗球。哦，比较少看到他挥空哦，在这2天。这球稍微比较低哦。好，3垒方向的车步边呢，最后形成了一支安打，所以1分回来。哇，这个第2分现在也有机会了，因为外野在回传本垒的时候没有办法让捕手直接接到。今天捕手这边哦，有机会接下来挡掉的，我觉得至少有2到3分。今天刚这种状况我们看到蛮多次的了。打成了一个高飞球，在中外手面前掉了下来。2垒跑者上3垒。1、3垒有人，比数现在是13比14了，1分差距。打者是蔡炳瑞，蔡炳瑞也是打成了高飞球，也是在中外手面前掉了下来，所以这支安打就把单以曼给打回来了。连续的球出现在差不多位置哦，我觉得可以讨论一下配球，让大家都知道你大概就是朝这个方向会出现的安打几率比较高，可能就会有所准备哦。对，你看连续3支了，都是打中左之间哈。汪亮和也上垒，现在要形成满垒喽。好，蔡宏佑现在14比14的平手。蔡宏佑跟曾开宇这个半局剩下的2位打者，蔡宏佑中间方向又是一支安打，所以第15分回来。那第16分现在也准备要跑回本垒了，没有问题。好，那现在跑3垒这边没有直接触杀到，应该说慢了一步哦。跑者的脚还是快了一步哦，所以形成2、3垒有人，16比14。曾开宇的前一棒是直接被接杀的，应该说他的前一次打击是直接被接杀，看看这一次能够打到哪边去。好，这个滚地球接到之后传一垒 ，out， 所以这个半局是攻下了分数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好，欢迎回来。哇，第一个球就出棒了，哇，而且要滚到了外野手的后面去。那现在急流跑垒员绕过一垒之后跑二垒。哇，今天张成瑞哦，很常打二垒安打。他几乎上来之后，很常都是打到外野去了，是，很少看到他打滚地球。石怀元三垒方向的高飞球，哇，在三垒手后面，那游击手，过去来不及哦。三垒有人，14比6，14比16。2分差距而已哦。那因为现在时间还没有到啊，应该还有大概4分钟左右。我看这个半局大概可以打多久的时间哦？好 ，WHB 那要更有耐心了。打者是蔡和妍，这是强棒哦。蔡和妍右外野方向的高飞球，右外手往前把这个飞球直接接杀。今天的外野手3个人，一些该接起来的球，光这个没有 miss 掉就很有价值。对，而且是把强棒打出来的飞球给接杀的。对。好 ，Oliver 打成了滚地球，这个球继续滚是在界内哦。好，1分回来。第15分回来，还剩下1分落后 ，WHB。哇，紧张哎！1、2垒有人，15比16，差1分。哦，所以教练真的很紧张哦。好，2垒方向滚地球，踩2垒，这边是有封杀了1垒往2垒跑的跑者，那2垒跑者上3垒。哦，教练非常紧张啊！有办法打回来吗？哦，安打，这一棒安打了。好，所以追平分第16分回来。没有，那边出局的话就不是安打。对，所以不是安打，但是至少还是有1分回来。哦，这个1垒跑者，对啊，黄奇玉，看起来这个可惜了哈。好，打击出去，3垒方向的滚地球，先传2垒，这里封杀了，不错的守备哦。哇，16比16平手，1垒有人。轮到的是王雨琦，剩下2棒哦，剩8、9、2棒啊。第8棒的王雨琦，这棒拉回来1垒方向的内野滚地球，好，1垒手自踩1垒，1垒跑者上2垒，16比16的平手。好，邱宇辰。好，4局的后半，16比16的平手，2垒跑者有人。哇，这一棒有可能会决定这场比赛的命运哦。邱宇辰把球打高起来，但是球哇进手套被游击手接杀。哇，所以结束了这个半局。哇，那现在的比分就是平手了。哇，16比16的平手了。好，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哇，今天的第一场，应该说这2天第一场的5局大战。魔法师跟 WHB 前面4局打完，两队是战成了16比16的平手。因为刚刚是4下结束之后，大概过20秒，大会的计时器才响，是，所以就是确定要打第5局了。好，第一个球，哇，投手第一时间没有接到，后面要再补，传到后面去了，进到死球区，所以跑者上2垒。太急了，2件事情。第一个哦，这个投手他来接不会比游击手好接。然后第二个是游击手接到之后，他太急着要很快把球传到。谢家瑞在2垒上，拿着是花范轩。好，捕手想要去接，差一点点。花范轩打成了滚地球，哇！第一时间没有接到，后面游击手再补，来不及，应该是1垒手的脚离开了。形成了1、3垒有人。点击，盯住球，来，不要看别的地方，都专心我的球就好了。1、3垒有人。好，打者是郭玉轩。哇，飞球直接被接杀。这个1垒可以传传看。他还是比较没有信心哦。第一时间传有可能可以抓第2个出局数了。是。依旧是1、3垒有人，打者轮到单以曼。单以曼把球打成是中左之间的飞球，中外手没有办法接到。那这样3垒跑者要准备回来了，攻下第17分。原先1垒上面的跑者现在上3垒，单以曼在2垒上面，这次2垒打1分打点，攻下了超前分。我等一下后攻队还是要进攻，对，还难说。对，所以魔法师要在这个半局想办法多一点上垒者，而且要多打一点分数。打者是李仲渊。打成了一个高飞球，应该有机会处理哦，遭到了接杀。好，轮到蔡炳瑞，这是6棒打者了。3垒有人，蔡炳瑞打成了高飞球，中间要做转传，但是已经有1分回来了。3垒现在也还是持续有跑者，1、3垒有人，攻下了第18分。得4分、3分，我觉得都不够多。王亮和。蔡宏佑、曾开宇后面的3棒。WHB 在4下是只有攻2分哦，是他们前面4局以来最低的一个半局进攻分数。比赛真的都很难讲啊，有机会就要再多打一点分数。好，这棒这个滚地球看看传1垒来得及，但是再1分回来，第19分。19比16，蔡宏佑中间方向的高飞球，哇，在中外野手的后面掉了下来。那现在跑者要有的跑了。好，这1分要回来了，第20分，蔡宏佑上2垒。
凯宇，曾凯宇打成了一个中线的滚地球，接到之后传一垒，所以这里是出局。好，打完了5局上半，目前魔法师20比16，4分领先。好，16比20的4分差。WHB 魔法师还有9个人次的进攻机会，那现在就很紧张了。好，这棒右外野方向安打了，越过了一垒手防线。好，上一垒。张成瑞在一垒上。石怀元打成了3垒的飞球，有几手过去，球掉下来，没有直接接杀。但是这个时候飞球打太多了，飞球打太多，你像这样子垒包上的也不好跑。对，因为他也真的一垒跑者很难判断，有前卫跑者出局。这一棒把球打成的是中右外野方向的飞球，右外手追过去没有办法接到，所以蔡和言这支安打球，现在要把一垒跑者继续往前送了。哇，但刚刚有点塞车哦。好，2、3垒有人。前卫跑者其实刚刚石怀元是跑得比较谨慎。好，轮到 Oliver。4分差距，2、3垒有人。先这2分打进来再说，安打就好哦。看看自己的一个球棒控制力。哦，奥利弗把球打成的是外野飞球，遭到接杀。好，那现在3垒跑者是可以跑了。2垒跑者上3垒，那第17分回来，还有3分落后。洪启玉右外野方向的飞球落地形成安打了，所以第18分回来，哇！而且这个球要一路滚到了右外野的深处去。洪启玉现在绕过2垒之后停了下来。18比20。游击方向，啊，这个球一路滚到了外野去了。这个跑的也是对的，确定穿再跑都没关系。对，好，第19分回来，那郭品旭上到了2垒。好，19比20，剩1分落后。WHB 当然想的就是，应该不只想的是
追平啊，应该就是想要直接跟对方说再见。是，因为其实时间是已经到了，所以这个半局就是这场比赛最后半局。对。郭轩成左外野方向的飞球落地形成安打。好，二垒跑者现在停在了三垒上面。好，不跑。其实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三垒有人，落后1分。王雨琦教练说不喜欢都不要没关系。第一个球先放掉。追平分在三垒上，超前分再见分在一垒上。王雨琦拉向了右半边，这球直接接杀，踩一垒，出局，三垒跑者赶紧回去，所以追平分没办法回来，超前分没了。这怎么这么像东京巨蛋那一球啊？哇，一定要打这么紧张啊！这还好不是算3人出局的，真的。不然就直接跟日本队一样拜拜了。对，哦，终于可以理解那个新庄城堡前舍在播报的感觉了。好，追平分在三垒上，打者邱宇辰代表的是再见分。邱宇辰这棒三垒方向的滚地球，第一时间没有接到，那这样第20分追平分回来了。哇，那现在比赛好，那因为这个球传进来，我们这边进到死球区。哇，那这样9棒打完20比20的平手。好，所以现在要来进行突破僵局制了。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对，满垒一样拿球棒，拿起，一样。哇，欢迎回来！这场比赛不止打了5局哦，而且5局打完还是平手，所以要进行到本届比赛第一次的突破僵局制了，要从满垒开始打起，然后一样是该半局要打9个棒次。好，这个球是1分先回来，依旧是满垒，第21分回来。第一次播这种算 mini baseball 层级的社区棒球，我要突破僵局制，所以思正哥可见这2队的实力是真的相当接近，伯仲之间。谢家瑞的安打打回了第21分。
华范轩，球没有直接接杀，好，但是传2垒还是完成了封杀。不过第22分回来，1垒往2垒跑的跑者出局。现在形成了1垒有人。 22比20，6局的上半。郭玉轩打得非常的强劲，中间方向的飞球，最后确定是一支安打了。1、2垒有人。单以曼站上打击区，1、2垒有人。今天看到他第2次有这种挥空了。单以曼打成了强劲的游击方向滚地球，那现在2垒跑者要准备滑上3垒没有问题，然后形成了满垒。 李仲渊，好，也是滚地球哦，好传3垒封杀了2垒跑3垒的跑者，但是再1分回来，第23分进账。对，现在就是尽量减少垒包上的这个存在的跑者。因为就是突破僵局制了，所以先攻的球队当然就是想办法多一点上垒者，是，那守方当然想办法。 削减掉对方垒包上面的选手，好，再度形成满垒。好，还有3个棒次，王亮和踏上了打击区。王亮和打成了高飞球，看看有没有机会接，找到了接杀。 依旧是满垒。蔡宏佑把球打成的是高飞球，最后在外野手的面前掉了下来，所以传3垒传偏掉，哇，而且传到死球区去了，所以比赛停止状态了。好，那这样3垒的跑者回来，然后后面的2个跑者，2垒跑者上3垒，1垒跑者上2垒。 再挤回1分。曾开宇，球滚到了外野去了，哇，这个球有可能3分都要回来了，第2分回来。好，那持球跑垒员曾开宇是出局，所以6局的上半哦。 这个9个人次里面攻下了7分，是大有斩获的一个半局了。好，我们稍待片刻，待会回来。
好，6局的下半一样是突破僵局制，所以7、8、9棒在3个垒包上面，一样是从满垒开始打起。好，20比27哦 ，WHB 魔法师一样9个人次依序上来，所以这个半局只要有3个出局数，其实比赛就结束了。好，打成了滚地球，在游击方向传2垒，好封杀，那1分回来21比27。好，仅存的3个出局数已经花掉了1个。好，6分差。哦，石怀元这个飞球有力手追过去，没有办法接到，再传2垒，这边 safe。哦，这个1垒往2垒的跑者哦，要积极一点。差点就这局出局哦。他们是在跟出局数竞争。对，主要是因为那个能得的最多分数的关系了啊。因为刚刚是20比27嘛，所以你最多就是攻9分，29、27。所以你3个出局数哦，也就代表说你最多只能攻下26分。好，还有2个出局数的机会。好，这个球哇接近手套里面，再传2垒 ，out！ 哇，那这样比赛就结束了。对，但是还是要把9个人次打完啊。只是说胜负来讲的话，其实现在已经出现了，因为3个出局数出现。好，打向了外野。好，传2垒这边是封杀，但其实应该好，所以其实后面因为一开始突破僵局是满垒，所以其实还是要把9个人次给打完，所以其实后攻的 WHB 是还有机会的。是。只是说，当然，因为这个半局已经出现了4个出局数，所以越来越渺茫了。要9加3 12了，12去扣掉那个分数嘛。对，应该是扣掉5个啦。对。哦呦，打到了教练。9加3 7分，应该是要扣掉6个。6个。所以应该还有2个。还有2个。好，这个球哇，滚到了右外野去。哇，那跑者还要继续冲，传3垒，3垒这边是看看最后判决 out 出局，所以剩下1个出局数的机会。好，22比27，5分差。好，出棒3垒方向滚地球，先传2垒，2垒这边封杀。好，所以其实应该比赛结束了。因为这个半局已经是有出现了超过5个出局数了。好，当然应该后面的棒次先打完。好，打者是郭宣成。好，2垒踩下去，所以封杀，所以比赛就结束了。因为等于说这一棒结束之后哦，因为剩下2棒嘛，后面的分数再加上去也没有办法追平了。是，所以比赛就这样结束了。好，那也恭喜魔法师队。最后就是在突破僵局制的6局上半攻下了一个7分大局，也恭喜他们拿下了比赛胜利。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拜拜，拜拜。
边过来，那边换过来，换过来，换过来，过来就好了。好了，对了。啊，两队准备哦。加油！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欢迎持续透过我们的现场转播，一起来欣赏我们的比赛。那今天呢，我们2025年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全国棒球锦标赛就要来举行后面的3场比赛了，也请您持续锁定我们的现场转播。那我们在下午场的转播工作是由我周伟玲以及我身旁的另外一位主播李爱纯为大家带来球赛解说的服务。爱纯午安。伟玲午安，各位观众朋友午安。好，我们在台北市的大同区迪化棒垒球场要来举行的就是下午的3场比赛。好，那爱纯刚刚其实前一场比赛，我们这个突破僵局哦，算突到天荒地老，而且是打到了最后的下半局哦，还要再斤斤计较去算出局数才可以分出个胜负，所以相信待会的比赛也会很精彩的。对，真的就一如这个伟玲哦，在上一场比赛开头所讲的，还有我们施正哥在开头所聊到的，下午的比赛也应该各队实力会更加的接近。那确实，第一场比赛就让我们看到非常精彩的内容，然后而且我有观察到很有趣的，就是选手们哦，虽然说在突破，但是他们还是维持拼战精神，真的蛮让人敬佩的。是，好 ，Energy 能量，他们的先发也都已经准备要上场了，这场比赛要准备开始。昨天我们就有提过 Energy 能量的衣服非常的球衣非常的让人注目，我就很像日本武士队的球衣，这个配色设计，配色的色系哦，蓝色跟红色就很像萨姆莱九片。确实。第一棒是田雅思打成了3垒方向的内野滚地球，传1垒，但是传偏掉了，所以现在田雅思要准备来上2垒，而且绕过2垒之后过站不停，哇，继续要跑3垒。3垒这边 out， 所以出局哦，蛮可惜的。Energy 能量的第一棒田雅思，2棒廖正凯，3棒廖伟训，4棒黄少成，5棒王成凯，6棒刘星辰，7棒林轩逸，8棒房平安，9棒是黄博彦。打成一个高飞球，但是球旋出了界外。对手，今天下午这场比赛嘛，是由 Energy 能量对上力量河马。那
确实在昨天的比赛哦，就已经看到两队其实，他们许多选手都有超龄的演出，不管是在打击方面啊，或者在守备方面，在这个观念上面，确实都会比其他初学的小朋友来说，再强一点点。对，因为像下午场的比赛就是复赛大联盟组的比赛。其实也就是决赛了，是。然后获胜的球队呢，就可以打最后一场，应该就是冠军战。对，就是有季冠军、冠亚军这样子的比赛。好，这个高飞球是遭到了一垒手的接杀。一局的前半 ，Energy 能量的进攻。这球挥空，场边是在唱王威成的加油歌。对，昨天我们有听到，比如说像有姓郭的这小选手，他的加油歌就被套上郭彦文。对，不晓得是因为喜欢威成吗？还是说守备位置是三垒的关系，还是单纯顺耳，所以用了王威成的加油歌？因为他的第3个字也是陈啊，黄少成，也会可能有名字的关系。有时候在基层哦，听一听这些孩子们唱加油歌，别有一番风味。对，就会让你找回对于棒球的初衷跟感动。因为偶尔我们可能会被一些生活琐事消磨你的意志。来看一看这边放松一下，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就跟那个像是原棒协每一年都会举办关怀杯这样子的青少棒的比赛。那职棒选手也都提到，像是休赛季期间啊，回去原乡看看孩子们，都可以找回热情。对，好，王承凯这个高飞球是直接遭到了接杀，所以力量河马在这个半局的守备还蛮不错的。对，昨天因为我是负责转播 C 组预赛嘛，然后就有播到力量河马的2场比赛。那2场比赛对于对手来说，确实是蛮明显的这个实力的差距哦。好，3垒方向的内滚地球遭到刺杀。而且力量河马他们是攻守两端其实都发挥的相当不错。对，今天在第1局其实目前为止还没有让 Energy 能量攻下分数。这个是刘俊伟的应援曲哦，不愧是龙梯，对龙梯专业打上垒。因为刘俊伟的应援在学生间、小朋友间应该算比较少用。对，因为毕竟俊伟也还是比较新生代的选手，2年级，职棒2年级生，对，比较新秀的选手啦，所以加油歌还没有广为流传，但相信。假以时日，未来他的加油歌也会渗透到各个基层小朋友的。对，把他推荐一下。没错。这个感觉攻击蛮不错的，但手背要再加油。毕竟正手比较难。对，中线的游击防区。哇，这个球居然可以起身传2垒 out。哇，这个防守非常非常不错哦。看一下刚这颗球。中线的滚地球啊，然后游击手最后从画面当中冲出来，在地上直接抛2垒封杀，这一棒打成的是中间方向的深远飞球，直接被中外野手接杀，所以黄博彦的中间方向的飞球直接被接杀，这个半局没有攻下分数，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好，这是力量河马的先发1到9棒，第1棒庄帅，2棒王佐，3棒林廷宇，4棒柳文生，5棒黄侯彦，6棒叶凯翔
7棒巫品佑，8棒曾品佑，9棒是于佑恩。这是力量河马这场比赛的先发1到9棒。那他们有一位预备选手是83号的蔡慕瑶。前面一个半局 Energy 能量是9位打者上来了，没有办法攻下分数，而且连上垒者都还蛮就不是很多了。是那。我们现在看到庄帅这个先界外了。那刚才其实我们看到守备分那当然除了选手们今年累月培养的球感啊，然后还有他们的能力的展现，我觉得还有一个可以注意的就是选手们长期这样子打下来的默契。因为刚才我们看到在中线方面有一些很出色的防守，那其实里面呢选手的跑位啊，然后还有谁来负责接这一球啊，怎么去配合，这些在我们这几天的比赛，其实常常看到。也许就会造成胜负的关键。庄帅的这个左外野方向的飞球打得非常非常的深远，掉到了左外野手的后方了。好，形成了安打，而且是一路直接站上了得点圈。一局的后半，好，往左3垒方向的滚地球，但是他选择传1垒。因为这个球，2垒跑者是已经刚刚有冲出来了，应该有机会来做触杀了。好，分占了1、3垒。打者轮到的是第3棒的林廷宇。63号抓第一个球，选择出棒右半边，对，很扎实，而且这个球一路要滚到了右外野去了。所以3垒跑者回来，1垒跑者现在绕过2垒，也要上3垒，而且要继续跑啊，要准备跑本垒了。好，2分回来，林廷宇的2垒安打2分打点，帮助球队首开纪录。昨天就看到力量河马的多位打者，其实都可以把球打得相当的扎实。foul ball界外，打者是柳文生。这一球比较游击后方的飞球，最后掉了下来了，形成了安打。2垒跑者上3垒。下一棒是左打者，第5棒的25号黄侯燕。第3垒有人。这一球内野的反弹球，2垒。这边虽然野手也来接应了，但是没有办法阻止击球抛员上到1垒。2个防守员都有碰到球，但可惜都没有办法接干净，所以这个第3分回来，1垒跑者上2垒，所以形成了1、2垒有人。叶凯翔。这个球最后再捡起来，应该还是来得及。一局的后半，第3垒有人。捕手其实应该要再站后面一点，因为主审也跟大家讲。站稍微后面一点，因为其实昨天有看到捕手有被这个打者挥棒的时候甩棒给不小心砸到。哇，这个很低的球捞起来，内野上空的高飞球，没有结果接到，掉下来。好，那再去做触杀来不及了。其实制控的时间稍微短一点点，它很快就掉下来，所以可能选手们还没有办法先赶快就定位，有判断这个球，然后就掉下来了，所以没有办法把这一球给接下来。哇，曾品佑把球打成的是右外野方向的深远飞球。
那二垒跑者现在应该准备要回本垒，没有问题吗？哇，回来得分。好，那还是有回来攻下分数。跑者继续往前冲哦，形成2、3垒有人。要轮到最后一棒，第9棒背号3号的于佑恩。我们一直点名啊，叫值得注意的选手。不过这一球看得出来想攻击哦，那直接被投手给接进手套里面。对。或者旁边这个家长还是教练，就赶快来提醒一下小球员，赶快跑回来。对，好，结束了这个半局，我们稍待片刻，待会回来。对调。好，一局打完，后攻的力量河马是攻下了5分。那2局的上半呢，Energy 能量也要想办法有多一点的上垒者，因为第1局没有攻下分数之外，上垒者也稍微比较少。对，因为我们有看到在这个，这次的赛制这样子，其实你，只要有1个半局没有攻得分数，其实还蛮伤的，因为对手可能兵兵变变，这样一口气就可能得个9分。最多得个9分，那就很难追了。因为这个比赛它不是打出局数，它是大家9个棒次轮流上来，对，所以就是比谁堆的垒包多。那也是让大家都有可以参与的机会。嗯。来，投手。像以前自己打球，可能球技比较不好，就会每天都在期待自己什么时候开始上场。那如果像有这样子的赛制的话，那大家就都有机会来，大家都公平的，都一定会有上场机会。所以也就不会有说你可能棒次比较后面，然后上场机会比较少之类的，可能少打几次，或者是可能比较没有上场机会的这种情况。对，因为我有听到一些比较，就是教练其实安排棒次也会很伤脑筋，就是很极端的不是很经常遇到，比如说，这个人比较少来练球，可是他成绩很好。哇 ，out！ 哇，这个球传得非常非常的精彩。3垒手是背号9号的吴品佑。哇，他在3垒很靠近线边哦，对角线传一垒。对。好，中线游击方向的滚地球，第一时间接的没有很干净。好，再拿起来的时候也就没办法传了。2垒跑者上3垒。轮到黄少成，这一球应该是出界。哦，我又听到龙队的呛死。该不会里面有很多龙队的球迷吧？对啊，因为我想说，这个有刘俊伟的应援，还有遍地开花，哇，传2垒，但这边封杀。
好，但至少 Energy 能量是开壶了，对，有攻下分数了。打者是王承凯，王承凯打成了一个滚地球，三垒方向，三垒手传二垒。可以观察到他们对于要传哪一个垒包，其实都是有想法的。因为有时候初学者很容易遇到的问题就是说，我接到球了，很开心，但是呢，接下来呢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来到下午这种四强阶段了。那球队们的选手们在防守上面，这个就会比较有概念，说，我接到球，下一动要怎么做？那甚至连补位的概念也都有。所以不会有这种比较怯场的情形。对，那其实这个就是练习啦。因为昨天也稍微问了一下家长，有的甚至才打棒球1个月、几个月，新学期刚加入球队就来。对。那当然面对实力比较强劲的对手啊，会有一些落差，但是基本上你能站上这个场上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可以早点出来走，出来就走，往这边快点。因为对年纪很小的同学来讲，他不止打球很辛苦，光是站上去，没错，然后要接受大家的目光，他都会觉得还蛮辛苦的。我觉得光是你在这个时间大太阳晒着，就已经100分，棒了，没错，100分。传二垒，这边是封杀，手背也相当的确实。不过一方面来说 ，Energy 能量这边应该会觉得蛮头痛的、怎么样都没办法有进一步的攻势。毕竟他们今天对到的力量河马真的实力真的不简单哦。是。所以这次就有确实的击球了，打到三垒方向。对。我看到刚才教练在抛球的时候也出声，适时的发出一些声音，要提醒小球员，比如说要怎么挥棒啊，然后站的位置啊等等那这些也是蛮特别的景象啦，就是教练其实真的很像大家的大哥哥大姐姐，然后指引小选手在场上拿出最好的表现。那刚才像我们昨天一直提到现在看到这一球，左外野方向的深远飞球，非常的强劲哦。那就是继续跑了，中间的转回传回本垒这边 out， 所以没有办法回来，这一分是出局的。好，所以在这个半局2局上半 ，Energy 能量至少有攻下分数了，1比5，4分落后。6号下，4号上，100号下，6
69号上，79号下，位置8点。 欢迎回到位于台北市大同区的迪化棒垒球场，一起来收看2025年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全国棒球锦标赛。Energy 能量跟力量河马的交手，要进入到2局的后半。这个半局 Energy 能量手背上面也做了部分的调动。哦，庄帅左外野方向的 foul ball。对，刚才他第一次打击的时候也是一样哦。 拉到了左外野方向，然后先旋出界。不过可以看到他的击球都非常的扎实。来一个帮忙捡一下球，谢谢。大部分都拉左半边。对，好，这球超球的下缘呢，看一下，在内野上空遭到接杀。对，被游击手给接近到手套里面，形成了也不能说出局数啊，就是说没有机会上垒。轮到往左，好，接到球的下缘。昨天才在讲说，这2位选手名字很特别，也很容易记，然后其实球技也很好。那今天直接是1、2、2棒的双箭头了。对，就担任这个双箭头的角色。没错，哦，这一球打窗。刚刚是出局，但是现在往左绕过1垒之后，现在要往2垒去了。2局的下半，低的球放掉，打者是林廷宇，林廷宇拉回来，2垒方向的过地球，没有办法2垒手没有接到，而且要滚到了右外野手的后面去了。那现在应该要有的跑了。那刚才上垒的往左也跑回来得分。那往左跑回了这场比赛力量河马的第6分。击头跑人员在2垒上。打击区上刘文生，77号。对。那其实这边也可以观察到一个，就是真的是球龄比较长的孩子们哦，才会有的状况。就是他们在防守的时候会互相提醒喊声。对，像刚才呢要换一个打者上来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会互相的，就是像现在互相带动哦，然后会有一些喊声，让大家就是可以维持专注力。那就是彼此之间的默契了。对，这球是安打了，而且现在3垒跑者回来之外，2垒跑者也已经快马加鞭要回到本垒攻下分数了。这个传球有点状况，那要跑3垒，哇，传偏掉了。好，滑到3垒之后，现在要直接跑回本垒攻下了分数。所以黄侯燕也回来。是。这一球在内野方向，游击手有拦了一下，不过没有办法确实的接捕。对。刚才打击的叶凯翔上到了1垒，接着换上的是吴炳佑。吴炳佑内野上空的飞球遭到接杀。还有2个棒次的机会，目前比数9比1。对。好，曾品佑。对，依旧是左打者。对。昨天看到的88号选手。对。
像的是蓝88蓝银哦，昨天很猛哦，打出了逆转的再见全垒打，而且是代打的再见3是分打点全垒打，老将抓第一价值，个球，真的。所以把这个棒棒准备要抛出来的蓝色彩带给抛不出去，嘟了回去。其实我们今天的社区棒球其实也多场比赛，包含前一场我们也都打得相当精彩，真的。所以也希望我们现在有更多转播平台嘛，也有更多露出机会，也希望有更多小朋友看到之后，可以让他们产生对棒球的兴趣。没错，那也私心的希望那个女生可以越来越多一起打棒球，希望更多女生朋友可以一起来参加。对，好，于佑恩这一棒也是很猛哦。扛到了中外野，对，哇，那现在垒包上面1、2垒的跑者都准备要回来了，1垒跑者，1垒出发的跑者也要跑回本垒，快马加鞭。好，其实踩本垒就可以完成。在最后家门口之前遭到了 tag。好，所以这个半局攻下了6分，2局打完，目前11比1，力量河马领先。力量河马7下83上。欢迎再回到比赛现场。2局打完，力量河马是展现了他们强盛的进攻企图心哦。11比1，目前是有着10分领先，进入到3局的上半。是恩德局力量这边前面2个半局哦，就是分别是没有得分，还有拿到1分而已哦。那真的接下来哦，随着时间一滴一滴的过去哦，要赶快想办法突破力量河马的守备的封锁。对。但其实讲起来好像有点，它其实蛮困难的。好，看到现在，对，恩德局能量的球是个好兆头哦。好的开始。对。这半局首名打者就上垒。对，因为其实像职棒的选手，他们可能可以随心所欲的说，我要打左边，要打右边，想要打中间，那我想要轻轻的打，用力的打。那其实在这个阶段的孩子们，他们光是要把球棒给碰到球，就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哦。好，传2垒这边封杀。但这2天其实他们的状况就是因为打的一样都是教练抛的球，对，只是说你防守的人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像刚刚那个球，昨天的话他们就有可能2个选手都上垒，但刚刚就是1垒跑者遭到了封杀，哇！1垒手直接接杀踩1垒，nice play 哦 ，nice play。所以1垒往2垒冲的跑者就出局了。对，这就是今天这个 Energy 能量进攻比较不顺的最大原因。对，因为你打到哪里去哦，那守备员都会可以尽可能的把那颗球给守下来。那在此，所以就是说，你还没有办法去控制说你要打哪里的情况下，你就只能先球打到。那打到的话，又很容易打到别人的手套里面，所以就使得进攻上面比较困难一些。
那一垒手往左，还差一点点也要在一垒的边线区直接把这个飞球接到手套里面。拿着是黄少成，黄少成拉回来，内野反弹球，让游击手处理，往左确实的接到。轮到王承凯。哎，这应该是王念好，对不对？因为他刚刚那个歌，王念好的歌。红发王念好。阿豪也是很棒哦，打出了全垒打。对，季末他的表现是真的蛮不错的。每次看他打全垒打都觉得好感动，也是一个备受期待的首轮选秀指名球员啊，选秀大物，甚至当年差点有机会变成状元的。是。这当时这个 U18我们世界杯的台湾队长，当时守3垒哦，来自于北科复工。对。那当然，进职棒来讲哦，可能也是在2军前沉浮了蛮多时间啦，然后还在适应嘛，然后加上可能看到他同届进来的，对嘉伟啦，尤其很大的对比哦，应该自己多多少少心里会着急啊。而且即使别人不讲，他自己应该也会拿他来跟别人做比较。对，然后而且我觉得他最勇敢的是他自己居然会去看那个社群平台。我就想说，那个我现在都很少用，因为我觉得我用了就是很容易心情受到起伏。我就跟他说：“哎，念好，干嘛那个看那个对想不开。”他说：“哎呀，没办法，就是会看到。”但他也学习啦，就是你看了，那就学习怎么样去消化那些情绪。没错。因为就连乡民自己都，我有看到 PTT 的留言，就说：“哎，其实阿豪你也不用看这些，因为对他坦白讲没有太多帮助。”是，看了之后心情更不好。但我就是大概有听说选手就是有分看跟不看的嘛。那不看的其实还蛮多的，他们就觉得那就会影响自己的情绪。但是有看的，就是真的要练人很佛的心情，即使看了也要左耳进右耳出，或者把它当笑话来看。不然的话，这可能真的要看个性。真的，对。然后不然的话，有的就是把它就真的可以一笑置之的那一种，那我真的还蛮佩服的。比方说陈宇勋哦，宇勋应该就是那种可以一笑置之的人，心理素质非常强大。他甚至除了一笑置之，还可以跟别人开战。他直接另辟战场，不同的风格啦，对，个性不太一样。对。那可是你说你现在这个时代哦，你没有经营自己的社群、网络的平台，这种球员也是少数，就连大谷翔平最后也还是受于一些可能他必须要做一些宣传啊，也不得不开设账号。可能也是受限于一些品牌啦。对啦，你商业的价值一大起来了，你没有社群的账号，其实以厂商如果是厂商立场来讲，会觉得有一点苦恼。所以说，这个时代的球员真的跟以前都不太一样。确实，也有教练就有提到说，以前的选手其实根本不需要受到这么多恐怖的言论的攻击。好，刚刚打者邱瑞宏差一点点没有办法上垒。好，黄博彦是这个半局的最后一棒了，第9棒的打者。哦，往天空打这个高飞球，游击手向后退，哇哦，接杀，接得漂亮。好，所以这个半局是 Energy 能量在这场比赛第2次单局没办法攻下分数。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好，欢迎再回到这场比赛，要进入到3局的下半。Energy 能量在3局的上半蛮可惜的，其实也有几球打得还蛮不错的，但是因为这个受限于力量河马的手背是真的都蛮不错的，所以没办法在前面一个半局攻下分数。庄帅这几次上来都攻击左半边。前面2次是先界外球啦当开头，那这一次的话就是也是左半边哦，不过是让对手产生了失误上垒。这也代表庄帅他的挥棒速度是蛮快的，才可以都把球打到了左半边去。对，像我是右打者，我就常常打到右半边去，就是挥棒速度挺慢的。但应该说你都把球带得比较近。哦，是这样吗？你真会讲话。播报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哎呀，不愧是专业主播来着，真的太欣赏你的诚实了。哦，差点打到雷神。而且要一路滚到了外野去，而且要滚到了 warning track 的话，那垒包上面的跑者应该都有机会要回来了。接下来第1分回来，看看第2分有没有机会。第2分也回来了。好，庄帅回来，然后王佐也回来。哇，力量河马在第3局也是发挥就是他们一贯的攻击火力哦。可以选球的。抛球教练有一个迷之微笑，可能也觉得刚才有一点抛到选手不好攻击的位置。抛球的教练也是很重要的。没错。打成了强劲的滚地球，但是最后这一拍没有办法接起来。但我觉得还是必须嘉奖游击手啊，因为其实他刚才的站位已经非常的好了，包括他这个算那个弹跳，其实都准了，就只差最后1度而已。所以 Energy 能量在这场比赛，他们的手背遇到的状况，就是因为对方打出来的球都很强，没错，所以就不像昨天，其实可能手背上面会稍微比较容易一点。对，因为如果你很强劲的话，那可能跟你平常习惯的弹跳会有一些的不一样。但其实这些就是练习啊，需要花时间去累积的。那你看得出来 ，Energy 能量都还是很有活力哦。对，真的就像队名一样。即使落后的比较多，但是像刚比赛中都还是可以喊声。没错。掉了下来。内野这边，上垒了。对。哦哟，要小心棒子。要小心，因为刚刚下一棒的打者他要帮忙把棒子给往外丢，但是他刚好丢到了准备从3垒跑回来本垒的选手的旁边。可能要小心哦，球场危机四伏。尤其是这种甩棒啦，然后这个很多的界外球啊，很多的这些状况。那当然，在一开始打棒球的时候，教练都会再三的叮咛，不能甩棒，不能甩棒。那有时候就是一个自然的动作。对。因为可能一个顺势，然后当然会很想用放的，但是有时候一个那个刹车不及哦，就不小心变成甩棒了。对。一口气。所以再有跑者跑回来了。所以比分继续在3局下半拉开了。关于这个棒子哦，那以前最经典的画面就是恰哥恰恰，他都会拿着棒子对，甚至还会拎着球棒跑，真的是蛮可爱的。哇，这一棒打里了，打的也是非常远，中间方向的落地安打，再送1分回来。吴品佑也回来。打者已经是于佑恩。哇，这一球也非常的强劲哦，差点过墙哎。哇，这应该是这2天看到打的最远的一球了。对。好，其实现在要来传本垒了。可以吗？可以吗？没有。好，其实踩本垒的话就有机会结束这个半局了。哇，但是还是非常的精彩，有刚才那个打席。对。好，所以现在3局打完，已经形成了17-1了。
继续上来。快点。开始了。好，欢迎回来。3局打完，目前是分数落差的比较多，17比1。所以希望 Energy 能量可以把握住他们这个半局的进攻机会。而且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他们现在这个比赛的时间也是1分1秒的，来到了这个比赛时间的限制，剩下最后不到5分钟。对。那当然跟预赛比较不一样哦，复赛会有这个一定要打到胜负为止啊。然后像如果说，真的6局结束啊，或者是就是他们结束时间到了还是平手，就会有突破僵局，像我们上一局看到的，我们前一场看到的，没错。但是现在对于 Energy 能量来讲，要追分真的是困难度蛮高的。毕竟今天前3局是目前只有攻下1分。其实攻下1分就算了，力量河马又分别5分、6分、6分这样子的拿。那不过希望 Energy 能量这边的选手们呢，也不要太低落啦。就是比赛还在进行，我们还是要继续把它，不能放弃任何的希望。哇，这个球真的守得很漂亮哦，3垒手直接接起来传1垒。哇，刚才我们也有看到这个两边的3垒手都有非常好的手背演出。这一球非常的强劲，我看一下在内野上空遭到游击手掌握住了，直接接杀出局。对。好，4局的上半，4局上半。好，打成了一个高飞球，右半边，2垒手追过去。所以刚刚是1垒手、2垒手、右外野手都过去。对。接下来轮到第5棒王承凯，现在是3年级的同学，但是我一直觉得他身高蛮高的。对啊，但身材条件不错，所以以他的条件，现在应该还没有进入到发育期，真的，所以应该还有机会再长高。这一球带到了3垒手的手背接会，哇 ！safe， 好，1垒手的脚离开了。但是刚才这个甩出去又快又直对啊，蛮厉害的，真的，那看得很过瘾，这个手背，真的。再看一次刚刚这颗球，3垒手哇，已经在3垒垒包旁边了，对角线直接传1垒。哇，这个是社区棒球不到3年级、不到4年级的同学。哇，高手在民间。那因为抛球的是自己家的教练嘛，而且教练也都会适时的提醒选手，比如说你的手腕啊有一点翻啦，然后或者是你这个挥棒的时候timing 有一点早拉晚拉之类的，都会适时的提醒。所以蛮可惜的，没有在5球的机会里面把球给打出去。不过因为当然我们这场比赛是有转播了，所以比赛完结束之后这个除了家长会看，我想教练也都一定还会再看也可以更加来提醒，而且球员也都更知道，从画面看就更清楚，说刚刚在场上有什么样的状况可以来做修正。像以前这种摄影的设备还没有那么发达，那我们可能以前就是同学之间互看啊，或者是有时候会去有幸运的话，就那种室内的场地有镜子，这样可以练。但是其实你要就是重新回家再自己看自己检讨是有一点困难的。哇，这个球居然中外野手可以把它处理，应该是游击手了。这个整套内野都手背很稳健。回空。那看到 Energy 力量其实也陆陆续续换上一些非先发球员上场了，让他们来感受一下不同的对手，然后不同的实力。
场上的就是邱瑞宏，今天没有先发的选手。好，一垒手出来，所以决定自己踩一垒。所以要轮到的是第9棒了，黄博彦。黄博彦是这个半局的最后一个棒次了，对，回太早，对，有一点早。可以感受出来，选手当然很想赶快建功了。哦，这一球打高了，我看一下三垒手掌握了，飞球直接遭到了接杀，所以结束了这个半局，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换局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比赛打完4上就结束了。恭喜力量河马在这场4强赛11比7、17比1了，击败了 Energy 能量，拿下了比赛胜利了。好，感谢您的收看，下一场比赛再会，拜拜。拜拜。
一场啊。最后一场。还有2场。到底是有几场啊？超不完。还有2场。这家。那边。里面还有2场啊。六哥，没了。没了。这先给你啊，我包包里还有。真的？那这样太多了。你还有烟盒吗？有烟盒就先拿，看你抽多少就好了。好，还有一包。对啊。那个谁，这样可以。还有2场啊。忘了。把它签另外的话就。为什么我记得，然后现在最后一场。对啊。不能很体内，这样就受伤吗？像我这个是随时，每天刚刚讲难听点，我已经随时，我也都不用想，我就自然而然，我就练到自然。他现在的工作对我来讲实在太轻松了，知道吗？因为你当成有人打击这么自然，当成有人没有的，然后你想一下，很多事情不用，他说当下那个情绪没办法想，所以有时候这个真的搞点想。遇到什么情况，他练习抓到的直接啊，其实是啊，但是我现在就手头的有练单，都在训练公开场，然后赛这打击我量有没有很好，但是手是很难操控，但是手背很轻松。你看那个力量，一定力量，手背，直接都是手背。可以关了。每个有钱。东方哥，还有冰水吗？1罐是吧？先走啊！啊，我会来这边。哥这边，喂，是的，哎呦，这么冰哦。对啊。
大家好，大家午安，欢迎持续透过我们的现场转播，一起来收看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棒球锦标赛。紧接着就要举行的就是本届赛事的季军战了 ，Energy 能量连续2场比赛出赛，要来对上的是 WHB 队。真的要先向这晋级4强的这4支球队哦，就是真的给他们拍拍手啦！这努力了2天，要整整2天，终于来到这个舞台了。那也希望就是小选手们哦，无论如何最后的胜败，不管怎么样都可以带好，再回去最棒的经验。对，好 ，Energy 能量的第1棒邱瑞宏，2棒廖正轩，3棒廖正凯，4棒郑佑凯，5棒房品安，6棒刘星辰，7棒罗义杰，8棒廖伟训，9棒是黄博彦。是 Energy 能量的这场比赛的先发。那 Energy 能量在这场比赛就是要连打2场。所以选手名单里面也有让一些原来的选手，应该说让原来前一场的预备选手这场比赛来担任先发，包含了现在第1棒的邱瑞宏就是。对，刚才这2场比赛中间有短暂的休息嘛，然后我也明察暗访去听一下，就是教练们哦跟小选手们说了哪些话，然后呢就哇这一球还来得及，还是来得及。因为看到现在投手球上面的吴杰问教练，刚刚也是在修购的时候也是这个慢慢讲，然后跟选手们交代刚刚场中需要修正的一些地方。对，就真的很像大姐姐啊，就是要循循善诱啊，然后去跟小选手们谈心，然后呢，但谈心的之余也不是很一味的，就是只是鼓励或者只是责备，其实要用一个很刚刚好的说辞啊，然后或者是鼓励的方法，这样子小球员才能够接受。前面2棒没有办法上垒，这个球最后再传1垒，应该这边是来不及的，而且传偏掉了。那现在打者就有接球判人员有机会继续往前跑。哇，要跑3垒，哇，而且要跑本垒，直接抠回来，哇，要直接抠回来了。所以这一棒就靠着对方的手背上面有一点点瑕疵，所以廖正凯就跑回了本垒，攻下了第1分。哦，现在是日文版本的加油歌，穿着日本武士队的衣服，然后要唱日文加油歌。我听好像是阿帕兹。哦，阿帕兹的版本，对，也有可能。对。右半边，垒手追过去，现在打者是郑佑凯。佑凯的打击姿势比较特别，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手腕是翻的比较里面一点。那所以因为他的这个手腕翻的比较里面一点，所以其实在他的这个挥棒的路径会比较长一点点。那这个的话，可能就是你的击球的 timing 要稍微掌握一下哦。这击球率才能比较高一些。这打击姿势以社区少棒来讲也是蛮特别、蛮帅的。对。第4球了，还有1球的机会。所以看到在投手球上喂球的投手球附近喂球的这个教练也一直在提醒佑凯说：“哎。”你的可能挥棒啊，什么时候来挥啊，或者是要注意什么事项？但只是比较可惜这一次没有办法建功。对。黄平安第1颗球就选择出棒。发现小选手其实真的。应该大家都有在看职棒，他们不同的应援曲都会。我刚刚听到清腔，各个应该是曾玉庆吗？哦，这个因为很新哦，有 update 到今年刚加入的球员。对，也是今年才这个慢慢发光发热的选手。哇，这一球2垒手哇，直接接杀掉下来。好，因为要传2垒哈。有这边2垒杀了1垒往2垒跑的跑者。但其实刚才那一个。就是小飞球又接上那个动作就已经很标准，就真的只是差最后一步没有把球确实接捕而已。哦，这是林家伟是不是？
哦，要换统一师加油歌，这个换歌的频率还蛮高的，蛮高的，这个节奏有点， AOA 对对对。回空。那看到现在登场的选手，他也是把棒子再握得稍微短一点点。哦，这一次就打得很扎实了，而且是往中线打。二垒这边 safe， 目前是有攻下了1分。所以刚才是邱祥凯的打击。然后轮到廖伟旭。这个球打得还蛮不错的哦。好，传二垒封杀，送一垒来不及，那二垒跑者上3垒。来，最后一棒。所以现在黄国燕的是哪一首？加油歌。选出了界外，看得出来攻击的欲望也很强烈。哇，这一球猛力一挥，把球轰成了中间方向的飞球，越过了中外野手。所以现在3垒跑者回来，1垒跑者现在绕过3垒，准备也要冲本垒。好，现在再1分回来应该也没有问题了。哎，那要看 timing play， 但主审应该是说算的。2分。好，攻下了2分，2比0暂时领先。第1棒郭品旭，2棒张成瑞，3棒 Oliver， 4棒邱宇辰，5棒黄奇玉，6棒石华元，7棒郭宣成，8棒张伟杰，9棒蔡和言。好，那要更正前面一个半局 ，Energy 能量应该是攻下了3分，因为一开始有1棒是借着对方失误跑回来嘛，然后最后1棒是跑了2分回来，所以是3比0。好，二垒后方的飞球。最后是跑到了中外野去了，所以这个半局的首名打者也上垒。刚才感谢热心民众来讯说，刚才这个Energy 这边在唱的曲子哦，是富邦悍将的 Stripe 冲锋曲。哦，好，踩2垒。但因为打到裁判，好，所以现在是1、2垒有人。好，所以刚那首是冲锋曲。专业。通常对歌没有那么熟了，我对其他的比较熟。例如，比方说球员的资料啊，还有一些专业。对。哦，内野上空，这个球最后炫出了界外。但我知道主任李敏珍好像要回富邦。哦，重磅。就是也是他们的就是比李朱恩早一点来的一个啦啦队。强势回归了，浩真。哦，传2垒封杀。哇，这个球守得很不错，但是还有1分要跑回来了吗？没有，因为刚比赛应该已经停下来了，所以跑者要回到3垒去。所
所以跑者要回3垒跟1垒。好，2垒出局啊。那现在跑者在1、3垒上，1、3垒有人，一局的下半。现在打击区上背号65号邱于成，3年级的同学。邱宇成打成了一个高飞球，在这一球游击后方遭到了接杀。这一球很有技巧的打到了右半边呢，这一分回来了。其实刚第一时间右外野手如果有接干净的话，有机会是9传3哦。郭品旭回来，那 WHB 这边也开张得分了。对，打者是石怀元，这球。哇，那前卫跑者要继续跑，要跑本垒，所以这一分再回来。Oliver 回来，现在2分入袋。打者是郭宣成。这一棒拉成了左外野方向，打得非常扎实哦。因为左外野手一开始守的比较偏中间。所以过去处理球应该是没有办法阻止这一分回来了。那也不过也很快就把球传回境内野哦。对，至少把伤害降到最低。没错。那其实我们这几场一直看到的，其实在一些初学者方面就会比较比较容易会因为跑者的一个启动啊什么的很紧张，然后就把球这样传，然后最后可能制造了更多的失误。不过因为来到4强赛，有看到选手们他们比较会知道说，什么时候我可以传，什么时候其实就不用传了，这一方面都做得蛮好的。对。好，应该是。1-7对调，右外野方向的高飞球，哇，一垒手直接接杀，直接把张伟杰的飞球给接进手套里面。那现在这一棒是强棒，对，蔡和妍。昨天也提到是春季联赛全垒打王。哇，不止全垒打王啊，就是其实除了全垒打之外呢，在其他的打击率啊、打点这各方面哦，都好像开外挂一样。哇，左外野方向的高飞球，最后这个球，全垒打，哇，全垒打，这是一发全垒打。哇，这是我们本届赛会第一次看到有球员把球直接空出了墙外啊！哇，不愧是全垒打王的身手哦，真的。哇，本届的第一发全垒打就由 WHB 的第9棒背号99号的蔡和妍所击出。哇，而且他是第9棒哦，直接把垒包上面的跑者也一起送回来了。哇，所以在1局的后半 ，WHB 是一个大局的攻势哦。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欢迎回来，在前面一个半局一局的下半哦 ，WHB 的最后一棒，这个蔡和妍，对，不愧是春季联赛的打击、打点、全垒打3冠，刚刚就轰出了本届赛会我们的看到第一支扎扎实实直接打过墙的全垒打，不是场内全垒打。真的，那个时候呢，当时夺下这3冠王成绩，打击率9成49，所以基本上就是100发100中啦。9成49打击率，全垒打18支，然后打点46，全垒打18支，对，哇，这快要追上给到拱冠，真的。所以就是像这样子的角色，在第9棒，在那个垒包堆最满的时候，给他致命的给对手这样一击，那个效果非常的强大，一口气就拿到了6分，在上一个半局。对，他最后那是一个3分炮。对。刚刚投手接到之后，迅速的传一垒。早点挥，稳定，走。打击出去，这个滚地球也是传一垒，没问题。内野的守备都还蛮扎实的哦，看到他们对于自己的守备范围都还蛮明确的，然后在滚地球的掌握上面也都有一定的水准。对，就是蔡和妍啊，刚刚这个游击手对轰出了3分炮，然后刚刚也把游击方向滚地球处理起来，换考验3垒手传一垒，有触杀到，所以有完成了。稍微传了一点高哦，不过最后呢，还是有把这一球给接到手套里面。那一垒手呢，也有抓到这个出局数。3垒手是邱宇辰。廖佑凯，郑佑凯，看一下能不能赶快的开一张安打。好，是郑佑凯打击。对，这一球有击到球了，找到了2垒手。对，2垒手传1垒刺杀。刚刚也听到了吉利吉到拱冠的应援曲。确实，吉利吉到拱冠马上。Energy 能量应该是龙迷哦。对，看等一下要不要来找龙 TV 主播相认一下？欢迎。欢迎1个月75块加入龙 TV 的行列。推广大使，对，无情工商。哇，而且这是曾胜安，我越来越相信他们是龙迷了。哇，这高飞球直接被接杀，直接接到手套里面。但这个进攻也跟龙队本季的进攻很像，打得很扎实，但是都找手套。是不是头臭？我没有臭，我说他们打得很扎实。OK， 对啦，因为有时候棒球也是要看运气的。你有时候打得很强劲，没有办法形成安打，就是没有办法形成安打。有时候打得软弱无力，反倒形成了安打。这个头盔。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这几天的孩子们，因为当然这个头盔对他们来说都有点太大，通常都会先戴一顶原本的棒球帽，然后再戴打击头盔。他的太阳眼镜应该是卡住啊！这一球第一球的进攻哦，那内野对内野这边投手接到传。投手是郭轩成，传1垒刺杀。周祥凯的打击。周祥凯的加油歌就回归本质了，回归最单纯的，就是喊名字的那一种，对，传统应援，对，复古风。这一球也很扎实的击球差点打到吴杰问教练。不过最后呢，也没有办法打穿内野防线哦，遭到刺杀。对，还有2棒的机会。廖伟训，还有下一棒黄国燕。廖伟训这一球有打到球心哦，也穿越了形成安打。所以上到了1垒了。到最后一棒了哦。
黄博彦拉成了左外野方向的平飞球落地，哇！那现在要滚到左外野去。那廖伟勋现在绕过3垒之后过站不停，啊！但是本垒捕手的球没有接稳，还有用触杀的，再1分没有办法回来。这1分没办法回来，所以2局的上半攻下了1分，2上打完 ，Energy 能量4比6，2分暂时落后。比赛进入到2局的下半，这个半局手背上面做了蛮多调动，啊，这个一弹跳没有办法接到，进入到死球区了，所以首名打者就上2垒。在上个半局 ，Energy 能量攻得1分。那其实最后一棒黄博彦打出去，那个气势也是蛮吓人的，在左外野方向，也印证了说，在这样的比赛，其实第9棒是强棒的例子也蛮多的。对，因为这比赛蛮特别，就是因为你9棒上来的时候，可能多半时候垒包上面会有多名跑者。刚才郭品旭回来又添得了1分，为 WHB 再添得1分。捕手现在是直接蹲在地上。可能真的会很想要模仿职棒哥哥们啊。对，但是是不是要请他站着？对啊，可能要请他站后面一点，要不然蛮危险的。对，其实都能理解啦，就是选手们会很想要去这一球想要捧着接球啊，但是没有办法接到。好，球掉出来。就当然也可以理解，小选手们会很想要像帅气的职棒大哥哥们一样做那些动作。可是呢，在一些比如说像这样装备啊上面啊赛制方面啊，说自己的能力还不允许的情况下但是以安全为主，蛮危险的。对对。而且因为他又比较小只，第一时间你反应会来不及啦。对啊。那刚才在这个比赛与比赛之间，有听到教练们跟选手们勉励，就是说，也有问他们说，你们是职棒选手吗？那你们不要一味的只想要去模仿职棒选手，你们不应该忘记，现在打棒球最重要的是什么？要去追求快乐，去追求你们能做出来的表现这件事情。对，就是要先把基本都做好。裁判真的很就是裁判老师真的也是辛苦啦，然后也一边判球赛，不要看小选手们的安全。好，一垒的平飞球直接被接杀，2垒跑者有及时回去，1垒跑者也及时回去。
这个半局目前 WHB 攻下2分。对，已经来到了第6棒。石怀元打成了左半边的3垒界外发bom。哇，小选手真的是精力充沛。哇，捕手还要想要过去接界外球。难得能上场，应该是蛮兴奋的。对，田雅思应该是真的很喜欢打棒球，真的能量满满。真的就是跟球队的名字一样，充满了 energy。真的。打成了高飞球在内野上空。好，那没有办法来处理，有形成了安打。最后球一路飞到了外野去了。好，回来了1分。9比4。那现在让捕手去当投手。而且我们现在大会就直接在本垒后面画了一条线，就是让捕手一定要站在这个线的后面，明确的指标，对，因为安全第一啦。对，也让场上选手比较知道说，对，这个要站在哪个地方。好，现在换上捕手是林轩逸。传3垒封杀。这个球就传得很棒了。张伟杰踏上了打击区，对，不知不觉的来到了第8棒。半局目前 WHB 是攻下了3分，垒包上面2名跑者，看了2颗球，仔细选球。回空，还有2球颗的机会。有。好，张伟杰把球打高起来，哇，2个野手过来，结果没有接捕。对，好，但传1垒这边出局，野垒跑者各进1个垒包。哇，蔡和言要登场了吗？对，刚刚上来的时候打了一发3分炮，在1局的后半。现在垒包上面也是2名跑者。3垒手已经要守到左外野去了。他们知道现在的打者不好惹。对。大家也都很关注他的表现哦。我这一球也是挥出去的气势。好，这个球。对。但不过呢，是没有办法建功。好，攻下4分，目前10比4领先。好，2局打完，目前10比4，2队6分差距。
啊，一垒手，因为他出来接了，但是没有办法传出去。那6分也都还在射程范围内。Energy 能量其实第一局是有攻下3分。嗯。当然那一支全垒打是蛮伤的啦，一口气就3分回来。对。但不过在6分这样的差距，其实1局就有可能打回来了。那如果这一个比赛能够拿下来的话，我就可以赢得季军。好，现在上场打击的，我们看到是 Energy 能量这边背号65号黄少成，现在是 Hero 统一师的加油歌。对。哦，这球偏高的球，右半边方向的飞球，在右外手面前落地了。对，教练也喂到他一个蛮好攻击的位置。这个半局是 Energy 能量很好的进攻机会了。轮到廖振凯。第一球的攻击，2垒上空的飞球直接遭到接杀，那要传2垒，所以2垒跑者回不去了。哇！所以2垒跑者就变不见了。反应很快哦。好，田雅思的打击也是找到2垒手，直接遭到接杀。对。轮到打者是房平安，也是第一球攻击，不过这是游击手的守备范围。对。接球之后传向2垒。教练也适时的提醒选手们哦，跑垒上面要注意的事情，因为他刚刚没有往2垒跑。那喂球教练呢，就是来提醒选手们打击姿势的一些注意的事情哦。回的比较早。这个就是蛮标准的，用棒子去追球。那其实，在初学者真的会很想要一些小动作啊，就包括像用棒子去追球啊，或者是想要多一点的力量去释放，然后把手又往后拉啊等等之类的。那这些多余的动作其实都会造成你算timing有误差。那只要有一点点误差，其实就会很难击到球。这些动作就需要再慢慢修正。对，这都会是一些很本能的动作啊，因为你会想说，我打球我要有一些力量，然后我要蓄力，然后就把棒子往后拉等等。那其实这些动作都会造成你的机制跟你平常练习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哦。所以这些就是你要想办法，就是慢慢改进，因为毕竟这些你的习惯动作很难一时之间直接这个改掉。对。那其实真的蛮多选手都会，就是在这个阶段的选手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就可能突然把手这样子往后拉一下。那当然有时候可以击到球，那有时候呢就会比较没有办法。那多时候啦，其实是比较难去控制球棒。轮到是王承凯，这一球掌握的不错外野方向是在界内哦。那现在1垒出发的跑者要继续的跑。虽然出发的比较慢哦，但现在上3垒停了下来。3垒有人。对，刚才的击球很漂亮。轮到的是廖伟训，看有没有机会得分。哇，又是2垒手，这一局就看他表演了。对，都让2垒手来处理了。没错。
4比10， 6分落后，23垒有人。黄博彦，哦，黄博彦扎实的击球，应该有机会为球队攻下分数了，在这个半局。好，第1分回来，第2分现在绕过3垒，好，应该可以回来了。捡棒子，而且要赶紧来处理。是。好，所以是有攻下2分了。2分。好，3上打完6比10，还有4分落后。欢迎回来，进入到3局的后半，目前的比数是10比6，对，4分差。领先的 WHB 当然会想要再多追加一些保险分哦，因为我们的经验可以知道，领先的这样子的幅度其实不够，对手很有可能1局就扳平了，甚至超前。这一球中间方向看一下，也是很强劲，对，穿越形成安打，对。署名打者也是安打上垒。郭品旭，对。第2棒张成瑞上场也是第1球的攻击，一样是中间方向哦。那打穿了形成安打，而且一路滚到 warning圈前面了。野手来处理之后呢，回传到了内野进来，不过呢，张成瑞已经上到了2垒垒包。所以要形成了2、3垒有人。好 ，Oliver 上到打击区。刚刚有看到 Oliver 的父亲其实也有来到现场，因为他的爸妈都是美国人呢。然后只是因为刚好这个双亲有在台湾工作，所以现在就在台湾就学。而且他的中文其实蛮好的。对。那其实对于这样的成长背景的孩子来说，加入球队也是一个社交蛮好的管道。然后而且就我们的一些所知哦，其实，在西方国家、欧美啊这些国家，运动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对。就是可能东方的文化还是比较强调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样的概念啦。但是其实在，比如说像美国啊，他们的运动风气非常的兴盛。哇！而且他们王雨琦，这一球他打理得很好哦，代打，但是他只有上到1垒，因为毕竟在右半边啦，可能跑的距离还是有限。对。3局的下半，这半局目前攻下3分。前面3棒的跑者都回来得分了。这棒再打成了界外，打垒区上面的是黄奇玉，一样是3年级。其实像这样子哦，就只平常至少周末时间固定有1次的运动，然后像偶尔有这种1整天的杯赛啊，其实一方面来让孩子们啊在成长过程中可以好好的活动筋骨，然后一方面因为在现代社会哦，用3C 啊这种当手机儿童的状况实在越来越严重，然后趁这个机会能够亲近户外啊，让眼睛休息也是很重要的。对，好，这球传1垒。一垒手刚才是有想要做什么手背动作吗？对，突然就把球给甩出去了，有点像滑掉啦。应该有是想要吓跑者还是怎么样嘛，但是就滑掉了。讲到滑手机，因为像我昨天去洗手间的时候有看到
应该是蛮多是选手的妹妹哦，那种年纪很小的，他们因为有穿着这个哥哥的球衣哦，但他们就是坐在那个洗手间前面的椅子上面，都在滑手机。换个地方滑。对，两个妹妹那个眼睛都就是离手机很近啊，所以当然在现场有比赛的时候就帮哥哥或者是弟弟加油。但是没有事情的时候，其实就在滑手机。所以就来推广，女生也可以打棒球，就一起来打吧。一起来打棒球，这是最好的。对。轮到的是郭轩成，棒子感觉很快比宣成还要高了。对啊。猛力的一挥打到球，那这个球最后好接起来。来不及了，来不及传了哈。第三垒有人。我觉得另一方面，对于家庭来说也是一个蛮好的活动啊，就是有时候也没有灵感，说到底要去哪里玩。那像这样子有一个让孩子们放电的方式，也是很不错。对。然后家长之间也可以互相交流育儿心得啊等等。然后昨天的比赛其实打完之后我发现那个还有很多选手，他们就在外面，就是躲猫猫，然后还会有一些就是继续玩这样继续玩，都还有力了。哇，很强呢！晒了一天太阳，已经一天都打2场，但是都还有力了。所以真的公园啊、球场真的很适合小朋友来。没错。我游击方向这一球接的不错哦。好，传2垒。但是还是有1分回来，石怀元回来。对。蔡和妍又来登场了。刚刚中外野手竟要站在左外野手的后面。他们平常也都应该是很熟悉。哇！蔡和妍左外野方向的高飞球，差一点点打在全垒打墙的上面。但是2垒跑者没有跑啊。哇！但这个球漏掉，那应该还有机会跑吗？跑，要跑回来吗？应该踩本垒了。哇！好，所以最后这个分数没办法回来。好，这个半局是攻下了5分。目前的比数是15-6，9分领先。轩逸是这个半局的首名打者，4局的上半。今天替补上场。那这一球9分差了。这一球也比较追求去打他，所以没有办法
击到球，这一球正朝着教练而去哦，在内野这边二垒手来处理。二垒手处理没问题。哇，看到二垒手今天表现真的很精彩哦 ，WHB 这边二垒手背处理了非常多的滚地球，对，飞球也有。那这是廖正轩，抓第一个球，哇哟！没有直接接杀，再传一垒，虽然加油离开了，但还是有及时回去踩垒。轮到廖振凯，这一球找到了游击手，游击手接，漂亮，漂亮。这是潘杰凯的应援曲哦，田雅斯，这很有力哦。田雅斯的打击，教练自己也拍谁？教练也辛苦了，对，辛苦了，真的。是在太阳下面晒了这2天了。对，而且教练，我觉得教练厉害的地方，你看他还要配合各个选手的身高，你看连这么就是比较娇小的小朋友跟可能身高比较高的小朋友，你都要去配合他们的位到他们喜欢的位置，而且可能有的人啊，喜欢哇，换了一支球棒，有差哦，有差，有打出去了，虽然被接杀，但至少这个感觉就很好。没错。那以前我们也有江湖传说啦，就是因为我也是属于身高比较小只的选手，然后上去的时候学姐都跟我说啊，你就等一下吼，你就给他蹲低一点啊，你的好球带就会变小一点。真的有差吗？应该是没有，因为我还是打不到，没差，因为反正都打不到。对。那也是慢慢努力啊，应该多打几次，毕竟你以前那个没有像这样啦，没有像这样子1到9棒都可以打到。对，如果有这样制度的话，我应该会对于打棒球更有信心一点。是，这个时候直接遭到了接杀。真的佩服孩子们哦，到现在一整天了还这么有活力。王承凯，哎呦，看一下现在是谁的加油歌？谁的？去胜利中心兄弟，拍手。这么好 Q， 被音乐控制了。那小朋友会的曲目也很多哎，不止个人选手个人应援曲也会，然后呛死曲也会。苏朗姆苏丁啊，就是这个时候炒热气氛哦，也是很重要。哦，王承凯战士正朝着守备员而去的这个强劲飞球遭到接杀，哇，从他的反应就看得出来很哦。但打棒球就是这样，被接杀。对，你知道平常哦，能够有3成打击率就是好的打者，棒球也是这样子。廖伟训，也就是这一局的倒数第2名打者了。对，第8棒。好，轮到的是第9棒的黄博彦。这一棒打成了一个高飞球，看一下有没有，应该是旋出了界外。黄博彦再打成一个高飞球，一垒手追过去，漂亮 ，nice catch， 在一垒界外区把这个飞球给接杀，好，也结束了这个半局。好，但因为现在的时间应该只剩下20多秒就结束了。对，那因为后攻的 WHB 这个已经是领先蛮多了，而且4上打完了嘛，所以新攻的队伍打完了，那因为时间其实差不多要到了。好，所以这场比赛最后就是 WHB 以15比6， 9分差距击败了 Energy 能量，也恭喜 WHB 拿下了本届赛事的季军。好，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了，拜拜，拜拜。
公家先说，没有人说那个。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欢迎持续透过我们的现场转播，一起来收看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棒球锦标赛冠军战，将由魔法师队对上的是力量河马。今天我们8场转播的最后一场赛事了。那我们的转播工作依旧是由我周伟玲及我身旁的李爱纯一起来看今天的比赛。爱纯，午安。午安。好，我们这2天哦，总共16场的比赛，第16场就是这一场。对。好，魔法师的第1棒尹之堂，2棒花范轩，3棒郭玉轩，4棒单以曼，5棒李仲渊，6棒蔡炳瑞，7棒汪亮和，8棒曾开宇，9棒是蔡宏佑。这是魔法师这场比赛的打线。所以这2队的实力其实是相当接近的。魔法师跟力量河马在前面的比赛，其实不管攻或守都展现了很不错的水准。对。也是来到了冠军决赛，其实格外的期待哦，因为我们在之前的比赛，我就有看到这2队的选手展现很多超龄的水准的演出哦，那也很期待说在他们遇强则强的状况下呢，这一场比赛会带来怎么样的火花。那也相信呢，对2队来说，在这一场比赛遇到的对手成绩一定是跟之前的不一样哦。他们的对手不管是在防守上面啊，或者是在打击方面的实力哦，绝对会是跟之前的对手不一样的等级哦。对。好，所以这一场比赛呢，打线上面其实做一点更动，让尹之堂来打第1棒。对。原来之前都担任开路先锋的谢家瑞是没有在这场比赛的先发里面。好，中外野方向的飞球遭到接杀。轮到的是花范轩。哦，这一球3垒手接球，3垒手处理，哇！这场比赛的真的对势均力敌哦，不管攻击跟守备，我想其实都相当的够水准。虽然才第2个打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2队他们的不管是展现出来的守备啊，或者是攻击的能力哦，那确实实力蛮接近的。在今年的春季联赛哦，
那时候的好棒河马哦，其实也就是力量河马的主体的球员来打的这个好棒河马哦，在春季联赛是9连胜。哇！那最后当然是拿下春季联赛的冠军。那魔法师呢是5胜4败哦，最后是拿下了春季联赛第4名。是。好，这时候单以曼打成的是3垒方向的滚地球，传得相当的到位，迅速的传向1垒刺杀。3垒手是9号的巫品佑。轮到李仲渊。郭彦文。应援曲。哇，刚好越过了2名防守球员的管区了，所以敲出了这场比赛团队的第1支安打，也是第1位上垒者。轮到蔡炳瑞。这一球内野，看一下谁来处理。对，传2垒，这边有封杀，抓到。对。好，1垒有人。这时候呢，因为也是来到了傍晚的时分了，可以看到太阳的角度也跟我们在下午早上看到不太一样。那可能选手们呢，接下来有机会接这种高飞球的时候，那看。可能跟他们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状况又不太一样了，所以在接飞球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好，2颗球，打者是汪亮和。这棒把球打成是左外野方向的飞球，但是掉了出来。好，掉了出来，那1垒跑者上2垒。这个球滑下去，其实他已经整个人都趴在地上，那看起来应该还好。拼战精神，事情100分。对，这是左外野手陈柏安，23号。对。昨天也看到陈柏安在3垒的守备也有很精彩的演出。曾开宇有机会为球队首开纪录吗？现在垒包上面2名的跑者，2名的队友。开宇哇，打得很强劲哦！中线的滚地球，最后2垒手接球之后踩2垒，所以抓一个出局数。前卫跑者2垒跑者上3垒。哇，果然是冠军赛哦，有一种张力就不太一样。没错。蔡宏佑，这一球抓第1个球，右半边的滚地球，哇，2垒手漏掉了。哇，那这样第1分要回来。而第2分呢也哇，那要拼速度，没有要跑吗？没有传，好用传的。对。好，结束这个半局，魔法师队是攻下了1分，休息一下，待会来看1局后半力量河马的进攻。好，力量河马的第1棒庄帅，2棒王佐，3棒柳文生，4棒叶凯毅，5棒黄侯燕，6棒曾品佑，7棒陈柏安，8棒吴品佑，9棒是于佑恩。这是力量河马在这场比赛的先发1到9棒。那他们的预备选手有2位，分别是蔡慕瑶，另外还有林廷宇。前面一个半局，力量河马的守备其实蛮不错的哦。对。哇，这个球左外手漏掉了。那现在第1棒庄帅绕过1垒之后，现在往2垒挺进。
力量河马的第一棒庄帅就展现了他的力量了。跟上一场比赛一样，跟4强赛一样，也是庄帅跟王佐2位选手来担纲1、2棒。两个人就担任核弹头的角色。没错。好，这一棒王佐打成的是外野的飞球落地，再形成一支安打，然后庄帅上3垒。好，开赛那时候开局有庄帅、王佐这1、2、2棒展现他们的破坏力。场边的教练也在提醒场上守备的小选手，等一下处理球的时候该注意什么事情。对，应该就是说3垒这一分给他，哇！但是还是要选择传。Ben play， 但是来不及。所以场边刚刚是说，其实希望他们抓2垒。对。现在教练提醒3垒手，等一下接到踩垒包等等。好，现在形成了1比1的平手，局的后半。好，这一球很好攻击的位置打穿了中间。看一下，再去踩来不及了 ，safe。虽然球是停留在内野，但是也比较强劲一些。所以现在要形成了满垒喽，垒包上面3个垒包都有人。打者轮到的是黄侯燕5棒打者。黄侯燕右半边，这个飞球非常强劲越过2垒手的管区，而且要滚到了右外野手单以曼的后方去了。那这样1分回来，2分回来，第3分现在准备也要滑回本垒，攻下了分数。哇！所以这一棒是一个重伤害了，轻垒。而且因为传球又有点状况所以击跑员再进一个垒包上3垒，4比1，完全不给对手余地哇，又是展现了棒棒开花的打击实力。对，而且现在才打到第6棒而已。我这一球也是曾品佑，非常的强劲所以2垒手也没有办法处理起来。对，然后又1分回来。对，第5分了。到陈柏安。陈柏安，我们刚才看到他在手背方面有展现很精准的判断。那另外呢，他也有算是在今年6、7月份的时候参加 U10的比赛，等于是跳级打怪那时候呢，球速有来到80几公里。以他的年纪来说是相当不错的表现。对，那看得出来运动能力相当不错，天分很不错。哇，这个强袭球中线的滚地球传2垒，但是球掉下来，所以是 safe。因为雷神比的是球最后掉下来所以形成1、2垒有人。比数是5比1，轮到吴品佑。野垒上面有2名的跑者，吴品佑跟于佑恩。比较外角高飞球，但是差链，对，好传3垒，应该就封杀了2垒往3垒跑的跑者，依旧是1、2垒上面有跑者，于佑恩，场边就跟守备方说要后退对，我们知道他也有相当的打击实力，偶像是林立。这球打成一个高飞球，左外手滑下去，哇，应该是直接接杀了，化身天歌啊！对，哇，精彩的守备，所以结束了这个半局，力量河马攻下了5分，一局打完5比1，4分领先了魔法师队。
赛进入到冠军战的2局上半，魔法师队在前面一个半局1局的前半是单局只有攻下1分，所以目前2队4分差距。打者是尹之堂，这档右半边的高飞球，一垒手追过去，但球掉了下来，没有直接接杀。这个半局是个好的开始哦，至少首名打者先上垒。刚才在上个半局最后一个出局是我们都看到中外野手用一个相当漂亮的滑接，哇，这真的是再次感叹啊，果然是冠军赛哦。对。展现的实力哦，是不容小觑。攻守的水平就不太一样。对，庄帅这一球拦了一下，再传也还是有机会。所以还是封杀了1垒往2垒跑的跑者。1垒有人。对，就是1垒有人。郭玉轩。这一球也是庄帅的机会哦，传也是同样的 case 哈。对，感觉就是平常很熟练这个动作哦。练习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动作做到滚瓜烂熟之后，在正式比赛的时候就可以很自然的运用出来。好，单以曼，单以曼。3垒的界外飞球，左外手追过去，哇，在界内哦，在界内，哇，那就要形成长打喽。对，因为垒包上面的跑者郭玉轩现在上3垒，形成了2、3垒有人。轮到李仲渊。3垒有人，就是很不错的进攻半局了。选球，李仲渊把球打高起来，在右半边2垒手的上空直接遭到了接杀，被曾品佑给处理起来。看到像这样子的，算是守备基本功啊，那在力量河马这边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 miss 啊。其实像这种小飞球啊，那或者是内野滚地球啊，都还蛮滚瓜烂熟的这种守备动作，就把它做好。对，哇，这个球滚到了左外手的身体后面去，再传2垒这边要做触杀，有完成。不过还是有打点入袋。对，2局的上半，打者是汪亮和，追回了2分哦，3比5，2分落后。这一球轻轻碰啊，看一下庄帅的机会，接球之后传向1垒，抓到这个出局数。庄帅的 case 还蛮多的，都可以处理起来。对。好，曾开宇。8棒打者站上了打击区，这一球向准了之后出棒，我看一下带到了中间防线哦，那直接是找到了中外野手的手套里面，黄侯燕给接杀了。对他们来说，应该也算是平常就练习的很熟练的动作了。哦，这一球有点挤到了，看一下。对，蔡宏佑，大家都过来，不过还是把这一球接到了手套里面。没错。好，所以这个半局是追回了2分，2上打完3比5，2分落后。河马的交手进入到2局后半，
两队你来我往。我刚才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场边有家长在问，就是小选手说，要不要戴太阳眼镜？对。然后小选手非常帅气的说不需要，不用。因为现在刚才也提过说，现在这个太阳是比较微妙的位置啦，可能对于选手在接一些飞球啊上面多少会有一些影响。然后之前也访问过职棒球员，其实他们觉得尤其是现在这种下午4点的阳光，真的是最讨厌的，因为它会在它就变成下午这种偏移的速度会比较体感上来说会变得比较快一些。对，比较软弱的，比较软弱所以上垒。这种的这个阳光就跟平常二军之前的下午比赛时间其实蛮像。所以这种接球就还蛮受到考验。对。好，这一球刘文生的打击，投手接到之后选择传向三垒，有抓到。了二垒网，三垒跑的跑者。好，1、2垒有人。所以看到像下午的比赛，许多小选手都会戴上太阳眼镜。对。哇，这一棒打得非常的不错这一路滚到了中外野手去了。那现在跑者继续跑，做回传球。教练在旁边也出声提醒小球员其实当然我们在主要接球就是戴手套的那一手，但是另外一只手它也很重要，有辅助的功能。像我们也有看到，有时候接的拿不好，球容易掉下来，那另外一只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适时的把这个球给看球，捕手没有在看球所以没有注意到球往他那边去了。对，所以往左回来。这个也是在小选手比较容易发生的状况就是因为常常说，现在球在哪里，跟自己有没有关系？对，瞬息万变。对，曾炳佑拉回来二垒方向。好，跑回来的是刘文生。对，因为他刚没有注意到。对。其实一垒刚刚是没人的，所以你传二垒是没有办法封杀的。因为其实刚才有这个球会觉得好像离自己还很远。以守备员来说，以捕手的守备员来说，会觉得好像这一球还离自己很远。但是其实下一个瞬间，那个球就进来了，就回来到自己的面前。从他的反应就突然吓一跳，应该感觉是没有注意到球来了。所以真的在场上要随时随地保持专注。火车过山洞，火车过山洞了。陈柏安的这个强袭球让对方发生了一点手背上面的状况，那力量河马就持续添加分数，8-3。轮到的是巫品佑，3年级的同学。看到投手其实也会因为左右打者不同选择不同方向的转位，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对，也有在观察了。对，投手上空的飞球接得漂亮，守得非常的好遭到花范轩的接杀。好，接着登场的于佑恩，那家对手来说也是要提高警觉的强打者。对。包上面2名跑者，仔细的选球。对，这跟教练也是要有默契搭配这棒把球打成的是左外野方向的深远飞球，拔了，而且球应该是弹出去了场外了，变成场地规则的2垒安打。对，所以2垒的跑者回来了。好，结束了这个半局，我们稍待片刻，待会回来。
比赛进入到3局的上半，前面个半局力量河马也是大有斩获，攻下了4分，9比3，现在6分差距，展现出不愧是春季联赛冠军球队的实力。好，三垒手上空的飞球直接遭到了接杀。魔法师因为现在冠军战是落后6分，比赛是有打时间限制的，对，所以大概进行到50分。 应该可能还有4上的2个进攻半局，想办法多打一点分数。对，好，这一球打击出去比较软弱一点哦，游击手的基本动作还是哦很棒哦，游击手，这个弹跳是滚得比较缓慢的。 郭宇轩，哇，跌倒，差一点点。那游击手就是刚才在上个半局有击出场地规则2垒安打的于佑恩，运动能力相当的不错。对。郭宇轩挥空。 教练跟他说看球，对，有这一次看一下，哎呀，有进手套，垒手，但遭到接杀。对，好，单以曼要站上打击区，架势相当不错，先在这个跟这个本垒板熟悉一下。 他用球棒先点了他2下，可能自己的习惯动作，跟他打声招呼。对，因为蛮多职棒选手会有这些蛮有趣的小习惯呢。可能有时候问他有什么意义，也没有，就是一个习惯动作。习惯动作，对，做了会比较安心一点。就像有些投手也是踏上投手丘之前，也会这个有一些个人的仪式感。没错。哦，这一球3垒方向的强劲平飞球，单以曼打得强劲。打力很好，好敲出来，站上1垒。打者是李中渊。教练也跟他来一些指示，中间方向。好，那再传2垒。 2垒那边应该是来不及了。对，单以曼上到了2垒垒包。1、2垒上面有跑者，还有没有机会在这个半局再添分数？对。6分差哦，其实也是可以追赶的距离。是不是鞋子好像？应该是 OK 了，比赛恢复进行。是。好，这一球比较超球的下缘，我看一下，许文让他落地了之后呢？那就用封杀的状况没问题，所以封杀了2垒往3垒跑的单以曼。仲渊前进到2垒。哦，这一球也球内容不错哦。汪亮和把跑者阻挡在3垒，垒包现在形成了满垒了。轮到曾凯宇哦，曾凯宇抓第一个球，选择出棒，右半边的飞球。那这个飞球现在第1分回来，第2分现在绕过3垒，也准备要回来。好，传3垒，但是第3分出局了，没有办法跑回来。对。好，但至少追2分。9比5。
第9棒。裁判老师很可爱，一边也还要这个安抚对孩子们的情绪。蔡宏佑，好，这一球积极的出棒，看一下，游击后方的飞球，跳起来接到了，跳起来直接接杀了，很精彩的一个守备哦。所以3局的上半魔法师是再添了2分，目前是5比9，暂时落后。对，这是在台北市大同区迪化棒垒球场所举行的冠军战了。魔法师跟力量河马的交手，二垒方向滚地球，二垒手传向一垒，没问题。对魔法师来讲，因为这个半局也要想办法减少力量河马的上垒者。虽然说每一局都有攻下分数啦，但是比起力量河马这样子5分4分的拿，还是有稍微有一些差距。所以刚刚林廷宇没有办法上垒。那庄帅刚是先下去了，换上的现在变成是往左在打。游击方向滚地球传向一垒，处理的精彩哦。对，前2棒这个半局的前2棒都没办法上垒。对，算是今天比赛比较难得见到的部分。那4分差都还有机会。对。根据赛会的比较特殊的规则，所有球员都可以再上场1次，不过需要在原本的棒次。然后投手自己拦截，起身之后传向一垒 ，OK。漂亮！哇，这一局我们看到魔法师的手背固若金汤，让对方3个棒次都没办法上垒。然后非常强劲的击球，看一下，哎呀，游击手挡了一下，但是有没有机会？最后没有办法，就还是让跑者上到了，那击球炮员上到了一垒垒包。对，叶凯翔，左打者王侯燕这一球捞起来，看一下谁来接？被外野手给接杀了，被中外野手处理起来。哇，相较于前面2局力量河马就是一上来就乒乒乓乓，那这一局可以看到他们这个进攻的时候可能遇到手背的阻挡稍微多了一些。好，再捞起来，看一下是2垒手没办法接到，中外手传2垒，还是来得及封杀，哇，这处理很棒所以也看到魔法师他们在场上的守备员其实也很清楚说，我现在接到球，我可能要传哪边是最有机会的。轮到陈柏安，现在一垒上面有跑者，打向了3垒方向，3垒手要传2垒，哎，传偏掉了，所以1、2垒有人。力量河马其实前2局都至少攻下4分以上的分数的，目前这个半局还没有分数哦。比赛真的还很难讲哦。吴品佑，第8棒。对。
吴炳佑打成的是左半边的飞球，看一下哦，左外野手要来处理，传进来，传三垒，要不要跑？要不要跑？但决定要跑，决定要跑，那就要跑回本垒攻下分数了。所以蔡慕瑶跟曾品佑回来，好，最后一棒喽，李佑恩。上个打席是敲出了弹出场外的2垒安打。对。到上面2名的跑者也是非常积极的进攻哦，不过只找了3垒手而去哦。所以这个半局是只有攻下1分哦，力量河马。所以3局打完，目前10比5，剩下5分的领先。欢迎回到我们本届2025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棒球锦标赛的冠军战，魔法师跟力量河马的交手，要进入到4局的上半了。对，我能感受到哦，现在是魔法师在进攻啊，但是在上个半局，魔法师的手背哦，非常的亮眼哦，那带动了这一局，他们气势也很高昂。对。那魔法师因为前面一个半局只让力量河马攻1分，现在他们自己攻哦，对，5分的落后，就看看他们能不能延续这一股气势。气势，对，因为我发现场边的加油声也是更嗨、更大声了。对。打者是花范轩。范轩3垒界外飞球，哇，直接遭到了接杀。对，选择接，但是最后也还是接到了。对，3垒手的这个移动范围相当大，而且很有自信哦。觉得说，自己是可以守备的范围哦，就没有犹豫的把这一球给接起来了。好，郭玉轩。郭玉轩打成了右半边的滚地球，哇！一垒手火车过山洞，右外手再补救，还是来得及哈。对，这就是补位的重要性啊。像我们今天看到蛮多场比赛，就是在可能守备员第一时间动作之后，其实发生了失误啊，然后后面其实没有人补救，反而让垒上有更多的状况出现。内野最后选择不要去碰它，弹回到界外区。所以单以曼，但我真的觉得补位是棒球比赛相当深奥的艺术，对。就不同的 case、不同的情况，其实你要来补位的人就不一样。考验你有没有在及时注意场上的状况。这种有点劈砍的方式哦，以及手接以后传，哇，传了一个弹跳，进到死球区了。单以曼上2垒。到是李仲渊。好，这一球非常软弱的滚地球，3垒手区前来接球。好 ，safe， 慢了一步。真的太软弱了，所以即使3垒手有区前的动作，但是也没有办法阻止跑者上垒。所以单以曼上3垒。第3垒有人。哦，很强劲哦。界外。对。曾凯宇。
这球应该是应该是蔡炳瑞，蔡炳瑞。2个背号差1号，9899。对。再打一个界外。4颗喽。最后 last chance。有，这个球打得强劲了，一路滚到了外野手的地方去。但传2垒这边是有封杀，那单以曼回来攻下了第6分。下一棒是汪亮投。好，第一球攻击，看一下，哎呀，一垒手没有办法接到，比较刁钻的位置，想要再去触杀也来不及吼。跑者上到了3垒，3垒去了。曾凯宇上场。阵中唯2的4年级同学，就是曾凯宇跟单以曼。打击出去，滚地球，对，是没办法上垒。不过蔡炳瑞回来得分，感觉他刚打出去的时候自己也有点意外，因为应该不是那么确实的击球啦。对。那不过打出去了就马上往前跑，直接走到了2垒手的手套里面。对，所以蔡宏佑的飞球直接遭到接杀，所以4局的上半是攻下了2分，目前是7比10，暂时落后。对，接到，所以这个半局的首名打者也就上垒了。林廷宇，对，林廷宇上垒。现在换上的是王佐，王佐也是今天先发打序的第2棒一垒手，投手，对，投手过去把他给接杀。那现在的比数10比7，仅仅3分差距果然是冠军战的组合。对，因为时间上来看呢，魔法师应该还有机会打5上。所以力量河马如果这个半局没有办法把分数再添上去的话，比赛鹿死谁手还很难说。这一球碰了一下，直接被投手接杀。现在比赛紧张喽。叶凯翔，叶凯翔打成的是右半边，2垒手没有办法直接接起来，外野手在选择传2垒。轮到的是黄侯燕。这一球攻击1垒手接到之后自踩垒包，要再传2垒，哇！safe！ 哇，其实这反应很好，对，没错。
哇！而且刚刚因为是比赛进行中，那这样前卫跑者就要跑回来了。林廷宇攻下了分数，而且后面跑者也有跟进哦，上到了3垒。哇，以攻方来讲，这个反应很快。曾品佑的打击，对。曾品佑拉回来，形成一个滚地球，但是2垒手没有办法接到，外野手在回传。叶凯翔又回来添得分数，所以攻下了2分，12比7。陈柏安这一球打得很高，气势很惊人，直接遭到了游击手的接杀。吴品佑，第一球放掉。拉回来看一下，2垒方向滚地球，2垒手没办法接到，而且滚到单以曼的身体后面去了。中外野手去做卡吧，中间的回传球 ，safe。哇，结果没有发现，没有注意到3垒跑者跑回来了，溜跑回来了，所以这一分要算的。对，哇，真的，利利亚格玛在这种观察对手的细节上面做得很到位。我发现，好像没有人在管我，赶快就跑回来了。对。这个半局前面的攻势是比较不顺畅，不过后面也靠着对方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也多跑了几分。这一球打得尤恩内野上空的高飞球 ，nice play， catch， 直接遭到了接杀。好，所以在这个半局攻下了3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好，欢迎回来。这场冠军战进入到5局的上半了。那力量河马的柳文生77号，另外还有庄帅再度回到了场上。根据规则是所有球员都可以再上场1次，但是要打原本的棒次。对。庄帅一上场就有生意上门。哇，传1垒没有传好。那我觉得这也看得出来，冠军赛张力真的不一样啊。魔法师还有6分落后，5局的上半。但是我觉得看到魔法师，虽然一开始先让力量河马拿了5分4分，但是接下来的第3、第4局，他们的守备越来越稳健。对，尤其3、4两局是魔法师真的守得很好。没错。好，左半边的飞球落地了，1垒跑者没有办法跑到2垒去，可能他不知道1垒跑者第一时间是不是觉得有可能会被接杀，所以不是这么果决的就冲2垒。好，郭玉轩的打击。郭玉轩打成了一个滚地球，投手来碰了一下，改变了球的行进。游击手来处理，这个补救其实蛮不错的。所以1垒往2垒跑的跑者出局，轮到单以曼。单以曼前面几次打击也有很不错的打击内容，那这个时候是游击手。好，一样是1垒往2垒跑，跑者封杀。
场边的家长也是提醒小选手不要急，对，慢慢来。林中渊，左外野方向落地，蛮好的，成了安打。对。结果二垒这边，二垒那边是不是出局了？对。打成了界外。蔡炳瑞。对。哦，这一球，掌握的不错。好，先抛二垒封杀，一垒这边 safe。轮到的是汪亮和，31号。好，打成了三垒方向，滚地球在界内哦。我看一下传二垒封杀。你感觉这一局魔法师就是有办法上到二垒没错，但是常常应该说有办法上到一垒没错，但是常常在二垒这边哦就遭到对手的阻挡。所以就变成这个跑者一直没办法往前推进，就感觉是一个交换跑者上一垒这样而已。哇，二垒手跳起来再传一垒。出局！双杀手背，双杀手背哦，打者出局，跑者也 magic 变不见了。哇，以魔法师来讲，真的觉得很冤哦。哇，很强劲的击球，看一下又是二垒手的手背机会，有直接 take 吗？好，所以是用触杀的方式。好，那因为时间刚刚好到了。所以5局上半哦，最后魔法师很可惜，这个最后反攻没有办法攻下分数，所以最后就是13-7，恭喜力量河马击败了魔法师队，拿下了本届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棒球锦标赛的冠军。好，所以艾纯你怎么看哦？这个冠军战其实两边的比赛内容都打得还蛮焦灼的。那我觉得看到蛮多的部分了，那包括就是选手们这样你来我往啊，然后展现他们平常练球的内容。那我觉得其实啊，不只是冠军球队，今天和昨天有这样子2天在场上奋战的球员都非常的棒，就是这么大的太阳底下，然后去展现自己的球技，从中吸取经验。那对于选手们来说也会是蛮不错的回忆。尤其又是他们今天其实前面有先打了这个4强赛吼，然后都是1日2战情况下，然后战到了最后的冠军战。对，然后而且虽然说这是社区棒球，但是我们其实也不乏看到很多精彩的 play， 那展现他们平常训练的成果。那我觉得这对小选手来说也会是很棒的回忆。好，所以再度的恭喜力量河马拿下了本届的冠军了。好，那我们今天的所有转播到这边就要完全结束了，非常谢谢艾纯的讲评，谢谢伟林，谢谢所有辛苦的工作人员。好，我是周伟林，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之后比赛再会喽，拜拜，拜拜。